一世骄傲的不得了，那这个众生会不会把你请下来？会不会？就不让你做了啊！那个供桌上不让你做了。所以我们了解了解了以后了解真理以后是绝对都不会不会有那个骄傲。他告诉我们就是那个学士我们在这个凡尘念得很高那一些呢，那个属于文学文学创作，跟我们这个性理心法不相同，不一样的。他再怎么样的努力都没办法进入。要进入心界不是从文学进入。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个从我们那个日常生活之中，很平凡很平常、很平淡、很平实，从这个角度进入。所以那个孔老夫子他也才讲说，这个弟子入则笑，出则涕，这个谨而信，患爱众，然后呢行有余力再以学文。我们行了这一些呢，应该尽的责任，该做的事都已经做到了，还有剩下来的时间，还有精神，你才来学文章所以那个文是摆在最后。那我们现在为了要这个赚钱要找这个工作职业所以都把那个文摆在第一这个要去找工作，就先问你有没有大学毕业是不是这样？这个学得越高他的职位就可以做办公桌了。那你只要说这个高中、初中都没念那你就去做作业员，就是要出劳动力的那个办公桌就没有机会做了。所以现在我们把那个文学就摆在很重要的位置。可是呢，这个是凡尘在用凡尘才有用，我们修道呢不用所以修道不认识字没关系。像我们这个南部一开法会在这个厨房挑菜的啦、煮饭的啦工作的都是欧巴桑、欧伊桑，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称呼？对，都是菩萨，很自然而然他会讲说要讲的我都袂晓，要做我会啦，要做的我会来做，所以自然那个行为流露就是要利益众生不挑剔的。那我们一有念书了以后那个分别心越浓厚，修正成佛就是把分别心去掉。那我们分别心很强，我们就当众生，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也是要去掉我们很强烈的分别心。在凡尘有社会地位的、有钱的，那个是他的福报那假如说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钱，那个是他累世之中没有利益众生是他的一些恶报。那这一些只要报就完了，一有果报实现以后又恢复所有众生都是平等所以佛才会讲说不择冤亲，平等嫉妒救济的度化他们，他不选择冤家跟亲家这个义亲都不选择，都是平等的，大家都平等所以我们也要培养那一种平等心那个四字里面就有讲那个平等性质心无病，还记得吗？六祖就讲我们的只要能够进入平等线心就没有病了。可是我们现在都有心里都有病。各位心有没有病有哪个地方的病？见解上面
不是说我们那个身体的心脏，是我们见解方面的，不跟真理相应，那个呢就是毛病。所以知佛妙理啊，非观文字。六祖虽然说呢都不认识字啊，可是他呢都能够了解这个真理，他可以把真理行得出来，做得出来。那神秀呢他也讲他说他得无师之智，没有老师的智慧，不用老师教他就会。各位浅显我们有没有无师之智？有没有？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以这个我们想一想这个出生在凡尘迄拢唔免人教到样食，有没有？囡仔爱个教咧，教他吃的时候你不要教他，他会不会吃？会不会？那个叫无师之智不用老师的智慧，一概的都一样。那我们一回想我们一这样一路走过来，慢慢长大，是不是有很多都不用人教，我们都会，对不对？那个不用人教，我们都会，那个叫无师之智，没有老师的智慧我们自然就会会有。可是呢，我们在这个自然就会有的里面很多都是我们的习性。长大了以后习性更强。那我们的习性合不合真理？有一些有一些习性呢，并不合真理。所以我们修道的时候就是要来关照我们的习性呢，跟真理合不合？不合的时候要把它去掉。像我们习性里面有这个贪嗔痴三毒，佛性里面有没有？佛性里面没有贪嗔痴习性里面有。所以我们呢就要能够了解，说我们贪嗔痴是在贪什么？然后嗔是生气什么？然后痴又是对什么呢？都不了解。痴就是无明。那我们为什么这么无明？为什么贪嗔痴？了解了以后就会去掉它。去掉它以后我们那个无师的智慧自然会呈现。所以六祖他有无师之智，深上圣，深深的领最上圣的佛法。所以我们呢也一样要深深的领悟最上圣的佛法。我们呢这个以往也都有稍微有提起就是这个十四古今不离当念，那个就是最上圣的佛法，还记得吗？记不记得？那个十四怎么算？就是呢，过去它也有这个三世，然后呢，现在世也有三世，来世也有三世，加起来就九世，然后九世回归一念，一念一世，加起来就十世。那十世古今不离当念，我们当下这个念头具备了10000年。10000年前我们是眼前这一念；10000年后我们也是眼前这一念。所以眼前这一念就具备了万年，非常久的我们只要呢把眼前这一念都很这个深切的已经体悟，已经掌握，已经呢时时刻刻都在觉之中，这样呢就已经有万年、10000年那么久的那个真理世界也就在我们当下，晓得吗？
所以或许才想到我们讲过的那个有家大师啊，他不是讲说觅则知今啊不可见，觅啊就是寻找，觅啊会写吗？三点然后下面一个见，那个觅寻找的意思啊。我们要寻找我们呢不生不灭人心佛性，你要寻找的话，那有家大师说，那你找不到。懂这个意思吗？为什么会把十四古今不离当念又加上觅则知今啊不可见？就是体悟啊，这一个真理的就是要用我们来体悟领悟，不是呢那个有形有相可以看可以摸可以听，不是那个，而是呢要我们真正的是领悟。原来这么亲切，就在我们当下这一念，它已经就是，不用再找了。所以秘籍啊，知今不可见。你在寻找，就知道你找不到。这样了解了没？很亲切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就很亲切在我们眼前呈现。不用再找，再找的话就一定找不到了。就已经当下都是了。神秀呢说我不如也，他说我还没有到这个六祖的那一种状态，且五师啊五子那个五子啊这个亲传依法，就是传那个音波啊给六祖，企图染灾。那个不是没有原因的啦，一定有原因。就是因为呢这个六子啊可以体悟到最上的，可以来度化众生，可以呢讲这个最殊胜的佛法，让众生修持，让众生都能成佛。那么五分不能这个远去亲近虚受呢国恩，因为那个神秀有接受那个皇帝的征召到那个皇宫里面虚受呢这个国恩，汝等知人无志于此啊，这个神秀心还是很宽广跟他的徒弟讲说你们不要呢这个志啊就是阻塞拢唔免多爱家啦可往曹虚参决就是呢自己心里面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到曹虚去那个把自己的那个疑惑疑问都在那边找到那个答案那个参决。那么有一天呢这个神秀命门人智成曰，跟他的徒弟讲那个智成说汝聪明多智你比较这个聪明多智在凡尘这个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个心力是比较强聪明多智，可谓吾到曹溪呢天法所以这个神秀他也是想知道这个六祖怎么讲那个讲经说完内容是什么很喜欢知道。那么若有所闻只要在那边听呢这个六祖所讲的，尽心呢这个记取，把它都全部都记得，然后回来还为吾说回来的时候为我讲看看呢那个六祖是怎么说。那么智成禀命是曹溪智成呢既然说到神秀呢这个神秀命令他到曹溪去他就去了。那么随众参起，就随着众人一起来这个听课不言来处不说他从哪里来。那么这个时候子师呢告众曰六祖就跟大家讲说今有道法之人全在此会，说现在有道法来托道这个佛法。各位浅显，这听法跟道法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所以各位先生，我们假如说去听，然后是想我们自己本身要修，那个就没有道法了。然后我们去听，不是自己想修了，而想听他怎么讲，我也要出去把他所讲的去贩卖给别人，那个就叫道法。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形啊？有没有？因为有时候我们到这个别的那个道场，或是别的宗教，然后呢去听他们怎么说，然后听他们说了以后并不是说我们想修自己的心情，而是想继续他们所说的话，然后出来的时候把它当成自己的，又讲给人听那个就叫道法。这样能够分得清楚了吗？我们自己听讲修，那个就不是道法。可是我们只是这个道听途说听了以后想说要炫耀自己知道的很多然后要使别人称赞，那个都叫道法。我们很容易会犯会犯到这个毛病不是家己讲想要修啦，来听看他讲，若讲好我甲记起来，我后日来讲给别人听，有没有？我们有这一种情形那个就叫道法，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呢，这个六祖呢就讲说呢，有道法的人潜在此会，那么自诚即吃礼拜，这个自诚他也是很这个明白的人用这一定在讲我，所以他就自己出来承认，就出来礼拜。那么继承其实就把他接受神秀那个主妇的事就全部讲出来。他到这边呢，就是想听六祖怎么说，回去要告诉神秀。那六祖呢就跟他讲说，汝从玉田来应是细重说你从那个神秀那个地方来应该就是坚得干掉坚得。然后呢这个自诚呢他就回答说不是他说不是啦，不是干掉六祖就问何得不是？我乃不是。那自诚呢就讲未收即是讲我还没讲的时阵那句爱心不是还没有讲出来之前，确实就是那个心，就是要听怎么说，回去要向秀禀告，那个时候就是坚定干掉说了不是因为说了以后他心整个变化，讲我不做迄个工作我要为我自己修所以说了以后他心已经表白，这样吗？就是他已经整个心变化还没有出来礼拜的时候他确实听到六祖怎么讲，要去传给神秀听。可是呢，他出来礼拜以后，他就把那个回去收的那个事全部拼开了不做那个事了所以整个他自己本身要来接受这个佛法的那个熏习所以收了即不是还没有收的时候，确实心是那样。然后呢，六祖就问他汝师若为这个示众现在就问他说，那神秀是怎么样来教导这个徒弟的就问这个自诚，然后自诚呢这样回答说，常指挥呢大众这个指导教诲大众那些徒弟，助心呢关键常咒不恶就是助心心要助，然后来关键关这个清净各位浅显助心对不对？因为我们呢大部分都有稍微
这个听过那个《金刚经》里面有讲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看到住心，那跟那无同，应无所住无所住才会宽广，一有所住就很窄很狭隘，这样了解吗？我们心都无所住心就很宽广。然后呢，我们住心我们再怎么住没有办法尽虚空遍法界，只有一个角度而已所以一住心了以后心就缩小了。然后呢，这个关键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呢这个本来心性的清净不免关我们关了以后就变成束缚所以自心关键这个已经跟我们的修持不符合。然后常坐不卧这个倒是有人学啦，就是不倒单，不倒单就是不躺下来睡觉各位有没有试验过坐着睡觉？没有有人提倡就是坐着睡觉，可是坐着睡跟躺着睡有什么不同？还不是睡六祖就讲说自心关键是病非常那个住心关键就是病不是禅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禅它已经就是专一已经进入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说吗？各位还记得吗？那个禅有没有印象？着力摆脱客观环境对精神世界的支配，有没有？有没有印象？这个蛮重要我们就是着力摆脱我们客观环境对我们精神世界的支配。我们现在都被客观环境支配我们的行为我们都不知不觉。所以要修禅我们就是要知觉，要知觉，要知道要知道说我是不是受到客观环境的这个支配要了解，要知道我们要主动不要被动。所以有时候就是要深入深入其间要真正的努力然后呢在我们的那个生理方面我们就是要超越我们那个生理知道我们有心理跟有生理生就是我们身体的生老病死那个生生理。那我们生理就会怎么样？会引起我们那个情感欲望的追求，就是男女之间那一种情爱的事那我们要超越，我们要修禅的时候就要超越我们那个生理那个那个机能那个感官对外界那个情感欲望的追求，就是要超越。然后呢，我们要训练训练出一种不受客观环境跟主观意识这个左右影响那一种心理状态。这样了解意思吗？要面对凡俗又不被凡俗束缚要面对万象又不住相这样能够这个使我们的性体就很清净那头头都是道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那个一举一动都能够体会呈现我们那个佛性灵跟觉那个就叫禅修禅定进入禅。有没有比较深的印象？会做了吗？就是要先熟悉这个过程说不受
客观环境以及主观意识。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受这两个大的支配，一个是客观环境，一个是主观意识。主观意识太强表示我相很强，那我相很强修道困难，就是要降服我相所以主观意识我们要了解。各位先生，主观意识强不强？主观意识强也有它的好处啦，就是会择善固执。各位有没有择善固执啊？那个就是好处啦。就是不能说这个人家的意见都不听，人家的意见都不听那个就主观太强。是有时候我们听人家的意见，有时候要这个跟真理这个相互合，看一看。人家的讲出来跟真理合不合？合的话要听，不能说自己一意孤行，自己一意孤行，有时候也会有灾难，不合群嘛。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合群，跟众生这个都相合，相合才能够度化嘛，对不对？那假如说他先已经对你有成见了，你去度他，他会跟你走吗？绝对不会啦。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合群，这个和人相处和为贵啦，所以还是要和。那呢，我们就是在生活里面就是要朝着这个禅修的这个方向这个前进，时时刻刻呢佛性都呈现所以六祖就讲说呢这个住心关键是变不是禅，那个是变。那么常坐机身以理合意，我们这个坐所以这个凡人的打坐也一样。你假如说要这个打坐的方式来求那个定禅定那个也都是很困难修，很容易破坏。从我们的佛性出来的定那个才是真的定所以我们呢从佛性一出来富贵不移，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泰山崩于前，刀既加以后，不动声色那我们凡人你用打坐的用禅坐的想达到这个状态那是不可能的，那一定要从佛性出来从佛性出来就有办法这个达到所以六祖就讲常坐积束我们的身体以理合一，对真理没有利益，对我们佛性没有帮助那六祖就讲听无具焉六祖就讲这具说生来坐不卧我们一生下来呢就都不躺着睡觉，都是打坐，坐不卧。然后等到一死去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有办法做吗？太做了对吧？更一代更一修嘛所以死气就卧不坐，就没办法做了。一具臭骨头，所以我们身体就是一具的臭骨头。何为立功课？所以我们功课不能立在身体上面，要立在哪里要立在我们心性所以呢，不要立在我们这个身体上面。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不是我们能够拥有是假的，身体是假的。但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是真的我们呢那个真心佛性是真的10000年前10000年后全部都在，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寂不散，很理想的所以一定要把它启发要培养要茁壮长大，一定要我们呢这个修持最好的方法是用耳根圆通用眼睛也可以
因为你眼睛，各位记得，凡心所在，是我们真心所在的地方，一切均能分别明了。咱看人拢真清楚，看物件真清楚，那就是真心所在啊。这样有没有了解了？你看我们真心是不是就在我们眼前？在不在？很亲切哦。咱看出来，拢规个拢真心。所以啊，真心啊，这个即心叫即佛。辛苦没？成了没？这个叫不敢承担。都已经都是了不敢承担咱的真心嘛，即心即佛这个都是真心因为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啊，不用都是真心呈现。那真心呈现啊，即心即佛，心就是佛。现在了解了没？所以那个司空山呢，本净禅师啊，就那一个一直啊很念慕啊这个修道。他说你要这个问心呢，还是要问佛？说心跟佛有不一样嘛？他说呢，假如说呢，我们不用那个凡尘生灭的啦，那即心就即佛啦。那假如说呢，我们呢要问道的话，那个无心是道。可以了解吗？无心是道，那个是司空山呢本净禅师讲的因为呢我们凡人在用的心啊，都不是真心，都是呢我们自己啊有身体以后产生的，有身体以后产生的心呢，那个心啊都不对所以司空山本净禅师呢，他就讲无心，没有这一些心没有我们凡人用的这一些心就是道，无心是道。你有看清楚不？有没有啊？因为我们在生活之中用的心都是生灭的啦，那个世心都是生灭的。那我们把这一些全部都不要。这一些生灭的心不要，就叫无心没有这一些心的，什么心都没有，那个就叫道。有清楚没？还不错了还听得能够了解到那个意思所以我们了解说，不用在身体上面立功课，我们要把功课立在明心见性。这个才是正确。假如说立在身上，那个都是生灭的。有一天要埋葬，有一天要烧掉。那去埋葬烧掉都没去对不？可是我们真心不会，不会消失，它永远在。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过化成什么？成神。我们人都会过去都会变化，我们生下来就是神那个神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自性佛性所以过化成神。那么至诚在拜约他呢又问了六祖，说弟子在修大师次就是这个至诚在神秀那个地方呢学到9年了已经呢有9年的时间，不得呢契悟就没有办法契入真理，能够领悟真心佛性。那么今闻和尚一说变弃本心现在呢听到六祖这么一讲就跟自己的那个本心不生不灭的真心已经契合了叫弃本心。那么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呢大慈
更为啊，这个教士，就希望六祖在讲这一些呢真理，说学9年的都唔知影，即嘛迄契机啊，拄好讲甲互伊安尼领悟甲为迄个心性里面啊，得了解。所以不是说他在神秀那个地方学的都没有用，还是有用。他讲说那个9年没有努力去学啊，这个时候听六祖再怎么讲，他也不可能弃悟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有那个故事就在讲，说一个人在吃那个饼干啊，一直吃到第10块的时候吃饱啊，他就在想，我头前去高地拢加吃，我都吃第10地就好啊，安尼假如说前面没有吃那9块那个第10块怎么会饱？对不对？所以前面那个还是有用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以往我们研究很长的时间没有弃悟啊我们的真心佛性也没关系根基都扎稳了，现在一拼呢就懂了原来当下了了不明就是真心佛性，领悟了没？很理想那么六祖呢就讲说，无闻鲁师呢教示学人啊戒定慧法未损鲁师呢说戒定慧形象如何？六祖呢就问这个智澄说呢，我有听到神秀呢在教人那戒定慧那个法门，那不知道呢你的老师神秀呢说这个戒定慧的形象他怎么样去行持，他怎么样的那个表现出来的那个形象是怎么样表示出来的那个形象，以及呢怎么样去做这一些呢说给来我听听看这个以吾收看。然后智澄呢就讲说呢，这个秀大师神秀大师讲说，知恶莫作名为戒，然后知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呢其意名为定戒定慧戒慧定就是呢这样说知恶莫作呢众善奉行，然后自净呢其意比说如是那个智澄就讲说神秀是这样讲。那么为神呢和尚以何法诲人然后呢六祖是以什么样的法来教导大家？那六祖就讲五言有华宜人即为狂儒。所以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观点。各位有没有看出他的巧妙？说五言六祖只要讲有华给人可以有华给你修即为狂儒。狂呢就是骗，狂骗讲若有法乎你，就是我在骗你懂意思了没？所以从一开始一开口讲的话就已经没有法执了。那假如说有法给你修，就是有法执。那有法执成不了佛的。我们在凡尘努力的方向有2个，一个去掉我执，一个去掉法执。这2个全部都不要有，就成佛了。不要有我执，不要有法执。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呢，六祖就直接讲说有法于汝无法有方法给你，那个就在骗你，直接就没有法执了。所以没有法，可以听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或许还把它讲出来了，本来这个不要讲的啦。
这个没有法的法哦，就是最上乘的妙法啦。这样懂了没？可是哦，经过我这样一讲哦，啊，糟糕了，又住相了，又进入哦法了，哦，所以很多都是要领悟啦。啊，这本来是要悟不能讲。那我讲说哦，什么法都没有，那个就叫妙法。可是哦，我经过一讲，按那个丢都是妙法，错了。不过哦，讲出来比较快啊。哦，还要想啊，还要想要偌久。这个或许哦，要经过30年的时间摸索。我说那个不领悟就是不领悟啦，唔知就是唔知啦，你过去讲我听就好啦。按无要紧哦，什么法都没有，那个就是妙法。哦，安尼我知啊。啊，袂使带，袂使带你形象哦。你若讲哦，都是迄妙法，错了哦。有没有比较快？比较快了哈、哦。所以要了解哈、哦，那个无言之法，不能说的。要领悟的就是这样，啊，你领悟出来，就是这个最殊胜的，最殊胜了都不能落入形象，哦，你说这样就对，那住相的啦。所以那个舍利弗哦，在跟那个释迦牟尼佛对答，说啊，你以前讲五蕴就是众生的佛性，啊，今卖个讲吼界定位就是众生的佛性。然后我就跟舍利弗讲说啊，你哪遐无记忆？较早咧甲你讲的时阵，迄就是众生的根源。舍利弗讲唔是啦，你安尼讲来讲去众生听唔捌。佛就讲听唔捌就是中道。然后舍利弗这样就对了吗？释迦牟尼佛说错。听得出意思吗？众生因为抓不到，是不是没办法抓？没办法抓，没办法住相，对不对？对，那个就是中道。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你就住相，这样懂吗？所以佛法奥妙都是在加了。所以看佛经的时候啊，不要死背经文，你要活用，看佛表现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对？为什么那样说不对？赶快在理呀！原来是在我们有没有住相？住相的错，不住相的对。那我们最困难在哪里？不住相，不住相是最困难。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是要学要学呢，真正的到达都不住相。六祖呢就讲，但呢随方呢解伏啊，那个随方解伏啊，就是我们众生在哪个地方怕感，就感那个感套苦，这样了解吗？所以或许才会鼓励我们多发问，因为我们呢这个不了解的地方有怀疑啊，那个就是打结怕感一定要打这个感套苦。没有解开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我们佛性本体。所以所有的结都要打开。说这个叫随方解伏啊。就是看看我们在哪个地方去绑住了，把那个所在套里头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凡尘生活的时候有疑必问。有疑问不知道的地方一定要问。这个问了以后那就可以解开了。那我们呢，只要说有疑不问那个疑我们一怀疑各位浅浅会产生什么？颠倒。怀疑就产生颠倒，然后颠倒会产生什么？妄意。妄意会产生什么？无明。无明会产生什么？悭贪嫉妒。所以看从怀疑一直下来都没有好事我们不是有讲过吗？说这个邻居有一个老先生
这个东西放的忘记了，竟然怀疑隔壁的小孩子啊是小偷，所以当他怀疑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小孩子越看越像小偷，越看越像，查拉林呐，可是呢，经过一段时间，他自己找到他放的东西啊，原来我家己藏到袂记哩伫家啦，不是迄个囡仔偷摕去的啦。那个小孩子没有当小偷，这个时候再看到那个小孩子啊，怎么越看越可爱？小孩子没有变啊，变的是他怀疑的心变化，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有疑必问，所以鼓励鼓励呢，大家要问，不知道就要问，有疑必问。所以这边呢就讲说随方解狐，那么假名三昧，就是呢我们所有的甲拢拍开所有的甲拍开也有这种三昧，三昧和正定正定从佛性发挥出来的那个正定就叫三昧，用一个名称呢来称呼叫做三昧。那么鲁鲁师所说的戒定慧实不可思议也，按照呢那个神秀所讲的那个戒定慧不可思议。那么无所见戒定慧又北六祖呢所讲说呢我的戒定慧又跟神秀不一样。那么智澄呢他就问说戒定慧只合一种敢若一种尔如何更北？免来讲无同款。六祖就讲说如师呢戒定慧接这个上圣人，那么五戒定慧呢接呢最上圣人。这个六祖的戒定慧要接引那个最上圣的那悟解不同，领悟跟了解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领悟也有深的领悟，也有浅的领悟，了解也一样，有程度上的差别。所以那个误解领悟了解，我们一定要深入深入其中。那么见有此己，就是我们的见解有的很慢，有的很快一下子呢可以跟真理契合，可是有的要很久才能够跟真理契合。那么汝听呢吾说六祖呢就讲说以彼同否，看呢我讲出来的跟神修有没有一样。那么无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所以这个六祖就讲说呢所说的法六祖所说的法不离自性，就不离开我们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这个离体离开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来说法，名为相说。所说呢都在形象上面，相形象，不是说呢没有形象的佛性所以相说呢跟性说都不同。那么自性常迷假如说呢都讲在形象上面的话，那我们的自性常常都在迷昧之中，就是没有明心见性所以呢自性常迷那么悉知一切万法皆从呢自性起用。我们了解到一切的万法，所有凡尘一切的这个法不管是看到的听到的，所有一切呢皆从呢自性起用，都是从我们的自性生发包括山河大地也都是从我们自性起用没有自性就没有山河大地所有完成的一切都是我们自性这个又比较深一点。那我们呢只要呢时常熏习时常听呢就会慢慢了解是真呢真戒定慧法这个才叫呢真的戒定慧法。那么听五觉，六祖又讲具语心地无非自性戒。我们心地没有那个负面的不对的没有
没有灰呢，那自性啊已经戒了。这个呢从我们的性分做起。那心地啊无痴，自性慧。我们心地啊没有愚痴，没有那个无明，那我们自性啊那个智慧啊都呈现。心地呢无乱，自性定。我们心地没有乱，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凡人啊，大部分的那个心呐，都很散乱，所以没有定。那我们呢心地啊无乱，那个自性啊，就有产生这个定。那么不增不减是金刚，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它不增不减，再胜不增呢，再缓不减。那我们自己呀，自性啊，就是金刚，我们就是金刚不坏身啊，我们那个真心啊，即心即佛，就是呢金刚不坏身，我们当下就是了，生气生来啊，本三昧，我们这个生气生来，本来都在正定之中，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生气生来，我们从呢，那个有形有相的来说了。各位浅显，我们的身从哪里来？从哪里来？从哪个地方来？从哪个地方所在来？我们死的时候啊，去到哪个地方？所以各位浅显，我们生来的地方，我们都会想父母亲结婚，然后把我们生下来，可是各位知道我们身体啊，就是四大假合，所有红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那我们来呀，没有来的地方所在，现在是在说现象，身体的现象，来。没有来的地方所在，那我们死掉以后啊，不管是埋葬还是烧掉，我们也没有去的地方所在，这样了解吗？来无所从，去啊无所住，无去倒位无来所在。那假如说没有来又没有去，是什么？就是常住啦，这样有没有更懂一点的？有没有？来无来所在，去无去的所在，没有来没有去啊，了解无？这个导是比较正确，要了解，所以无人回答。我们都会说呢，父母亲啊，父精母血，可是呢，各位了解到，那个也都是没有来的地方，然后我们呢，这个过世以后啊，也没有去的地方，所以没有来也没有去，所以叫常住。可是我们都被假象迷惑，拢有来啊有去。来拢生活伫咧环境，去都无去啊！生来生去啊！本来都在三昧，在正定之中。各位进去三昧了没有？有离于正定未？还没有啊？不是进去正定是最舒服的吗？所以六祖就讲，生气生来啊，本三昧，就是我们的那个来跟去啊，都没有那个固定的地方所在，所以呢，这个又牵涉到世间相常住，世间的形象它都永远在，所以我们一走入真理世界啊，就跟凡尘我们住相的心啊，完全不同。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进入自己呀，那个本性之中的界定慧，
这样会了没？再说一次了哈，心地无灰呢，自性戒。心地啊无痴，自性慧；心地无乱啊，自性定；不增不减啊，自金刚；生气生来呢，本三昧。所以这个讲的就已经呢都进入真理世界，在真理之中。那我们全部都是在真之中，不管我们生的呈现现象，或是呢我们这个寿命一到了，已经呢又不再凡尘了，我们整个都没有变化。什么没变化？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都没有变化。那么所变化的是一些相都虚幻不实在，都是也寂则生眼散就灭。当他呢因缘际会的时候当下都是空，性都永远都没有变化。所以呢，佛就鼓励所有这个修道的弟子就是要观察衍生的道理。若见衍生即是见法；若见法即是见佛。还记得吗？又蛮久的没讲了所以呢，看到因缘际会，就讲了我们呢看到那个水泥车那个圆圆的在转的那个水泥车，它里面有那个石头。有沙，有水泥，有水，然后搅拌，搅拌一起了以后然后灌浆，灌浆，然后呢，让它干了，就呈现我们建筑物那个见法，见到它的变化，看到那个变化的方法，见法，我们见到法就是见到佛了。为什么要讲这样呢？因为凡尘的万象都是因缘际会才有，事情也是因缘际会才有，所以都是眼寂则生眼散就灭。我们就是要了解所有的相虚幻不实在，不实在，让我们从住相的心抽离出来。所以我们在凡尘的因缘际会我们要去观察。观察它眼寂则生，眼散就灭。那水泥一灌浆它的寿命100年，100年在我们佛性来讲很短暂，一刹那就够了。过了100年以后那个水泥没有性，它会风化，会浮起啦。你给它摸的它就浮在你那段。那个呢，就是水泥的寿命已经到了。那个缘散了，它就灭了。所以当它现象的时候当下都是假的，不要等到它灭了。当下都是假的。那我们了解说，这个眼寂则生，眼散则灭的相，事也是一样，眼寂事情来，那个事情也会过去，就眼散，都是假的。那假的我们就不要住，不要住相。那所有的相我们都住了，我们是不是离相了？离相叫什么？就叫佛啦。我们全部相都离了，就已经是佛。整个佛是不是呈现？相都离了，是不是整个佛都呈现？已经我们整个真心佛性都整个呈现，就是已经都是佛了。体会了没？要用一点心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研究。当我们可以进入这个真理世界，然后我们进入真理世界以后，就了解到说原来佛是这样当的。我们分别心很强，对不对？当我们已经了解到万象都是假的，还要不要分别？就不用了，对不对？什么都是假的，还要分别？不用。所以都不用分别了，全部呢，都是一真法界。
全部都是真，都是我们真心佛心。在我们住相的众生来讲，要到达一真法界，是有一点距离的。可是当我们到达一真法界，就会知道说，应该追求，我们要努力追求，要努力到达。到达了一真法界以后，像我们在凡尘，一落入现象，不是千差万别吗？这个男男女女、大大小小，也有那个美丽丑陋，都很多嘛。可是我们要了解性同体，性都是一个体，没有这么千差万别。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的历史啊，这个300年前啊，不是也很多人嘛？有没有？那我们看看300年前的人啊，他们现在是什么样？可以把它分别的出来吗？可不可以？可以啊。怎么样分别？那5大洲的人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要知道，经呢都归入那个灵，归入我们那个佛性，那个灵的那个本体。只要呢我们肯修正，肯修正以后跟整个宇宙虚空都合成一体的时候，那个叫归本位。一归本位以后所有的众生也都跟本位，就已经就是一真法界，就已经回到全部呢都是一体，所以没有对待。那儒家也讲所讲慎独，独一无二了。我们要谨慎，我们独一无二的佛性。那个不是说这个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不是在讲那个没有人看见，而是说呢，他没有对待，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定要了解像《论语》是有讲学耳，有没有？那个耳就是一切那一切就是我们贤观了，要学我们的贤观了。知道吗？不知道。因为我们要学我们的贤观，所以才有这个时而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很快乐。学自己的佛性快不快乐？然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有朋，这个朋友就是我们自己呀。我们佛性不是有那个功能作用吗？功能作用都是向外去追求对不对？现在把它找回来快不快乐？这个朋友把它找回来了，快不快乐？那快乐是这样的，不然一些朋友拢走漏朋友，你哪会快乐起来？所以那个有朋自远方来，就是我们的佛性的功能作用。这个朋友都是向外去追求，不要叫他回来，就很快乐回来真人这个地方，然后人不知而不愠人家都不知道我们这个真佛性，看不见又听不到又摸不着，是不是人不知？然后我们不生气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复合不复合？圣人讲的，不然干嘛？有朋友从远方来，然后呢，这个学儿，我们这个学了很多都不快乐，完成事太多了，越学越烦，怎么快乐？有没有？然后人不知不愠人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我们佛性本体然后我们不生气，就是君子，是不是不一样的？我们用这样来解读那个圣人说的话，
才对我们有帮助，有没有帮助？帮助很大所以我们了解呢，这个六祖讲的就是要接引这个最上圣的人，然后我们呢自己本身要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里面所以生气生来呢本三昧。那么自能稳记悔谢很后悔他以前学的都不正确他一方面又谢谢六祖能够开导，来这个成一句约他得马上做这个句语来讲，说五蕴幻身这个五蕴就是我们的身体。各位前五蕴是什么？正确，就是呢色受想行识色呢就是形象，受想行识就是精神，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跟精神所以五蕴幻有我们呢在完成的时候不要酝酿这个五蕴只要我们酝酿五蕴就会接受这个现象所以这个五蕴的幻身幻合就见这个幻身体是幻，所以幻没有就见，我们不要呢在身上追求那个就见。那么回去真如华还不净，回去就是我们去向，我们呢这个回向真。所以这个根那个卓秀才那个张卓那个卓秀才讲那个句语各位还记得吗？还记不记得？光明急照遍河沙。接着呢，完胜寒林呢共一家。接着呢，一念不生前底现，六根才动被云遮。一断除烦恼从真变，去向真如意识觉，随胜誓言无挂碍，生死涅槃等空华。原来各位找到笔记本，我说念得怎么那么顺？所以这个回去真如就是呢这个趋向真如意识学那个时候我们有解说了，我们当下呢就已经是真如，然后我们还要回去真如，去就是往向，向的意思那我们还要去追求真如就是头上呢安头。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头上要不要再安一个头？不用一个头就够了这个够指挥呢我们身体的，所以说不用再安头。所以呢回去真如华还不见要回去真如的话，那表示呢我们还没有这个真的到达那个真世界还有问题所以这个志诚呢他就讲说我们假如说要回去真如当下已经都是了，还要呢再追求真如的话，那这个法呢还不是呢很清净。那么施然之六祖说对，就是这样就是表示他已经呢这个领悟了认可的那个意思那讲到这边呢，刚好我们剩下4分钟了就是要给各位提问，有问题吗？好，请说。好，请说。我有担心有启发，就是把那个天命的那个五祖将那个波传给六祖，然后你说弟子父母嘛，对不对？我就是父母嘛，会就是抢一波就是让你们大人手换成就是走大嘛。你这不听我的话，所以说是违背老师的意思嘛。那现在就是我们道场朋友也是跟你说那个天命的问题为什么2派，对不对？那好像后续的觉得说，我
们现在都已经求多少都是民事事件了啊。那我们往这样说的话，能不能比过业力？业力现在吵得很凶，如果我们真的不办的话，不吵我们再去修的话，那我们还没有办法明心见性，但是是不是比嘛？这样能比过业力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现在我们三体后也是跟天命有关系嘛？那我们如果说跟这个天命，我们要修持这个天命，如果跟这个天命我给他修反的啦，天命无关联。如果说我不办的话，那我自己修，我以后会成功。但是我天命是名师之点，但是我自己修。好，请坐。这个我们呢，这个中庸就明确的讲，天命呢是为性。所以天命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我们现在了解到我们所在讲的角度不在这个天命之谓性，而在像我们这个男生有当过兵就知道，我们当兵呢都有执行官。那我们现在在争的那个就是执行官的那个执行的问题所以我们一条经线从东方前18代，西方28代，到后东方18代，这整个一条经线，那个是有一个时期，就像当兵的执行官他当值的时候他是要管所有的一切，他不当值的时候他是什么都管。那我们要了解到一代祖师办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符合一代祖师他所做的，他去做。那过了这个时候，像五子把衣钵传给六，就不再管事了，他就没有管事了。所以那个执行就过去了。那我们修道就是要了解，我们呢能够接受一代祖师打开我们的那个生命的那个之门那个很重要一打开了以后，我们就是要修，要明心见性。那我们有错觉，认为说呢，追求明心见性就是不办道，其实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他了解这个心性他是用生命来度化众生，不办道。那我们的那个办道的范围就是太狭隘了，把人带求道完成了，那自己本身都还不了解。我们度人求道，就是要他成仙做佛。那我们自己有没有认识怎么样成仙做佛？所以我们在争那个天在谁身上，天命怎么样传承，那个方向已经错误了。我们要争的是自己有没有明心见性，自己有没有知道怎么修，自己有没有知道怎么样可以成佛，自己有没有抓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自己有没有了解自己的本来面目，这个才是我们要争的。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就在这里。我们只要能够领悟了解明心见性，我们度化的众生，我们也把他带到明心见性，要他成佛，这个才是送佛送上西天。不是说一带人来求道，一求道了，你自己行，那不负责任了，那个算什么？还讲的都不正确，什么众生心烦，就是呢，吃饱去补头。厝的人都免管，才会产生那么多负面的那个声音出来。老天就讲，修天道由人道做起，你人道要做的都圆满，天道才可以达到。你家人都不圆满，你怎么可以成仙做佛？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家里都有人缘，所有人缘众生就是重视佛性。
家里的人也都有佛性啊，我们也都要重视，要把他们呢度，度他们也能够呢明心见性，也能够成佛，这样家里圆满的，你再来度化众生，那个就很理想。那我们做把这个正当要做的放着不做，然后去做一些争名夺利的事，正确吗？绝对不正确。所以我们就要朝正确的方向，不是说我们研究心理心法都不办到的。各位浅浅是这样吗？绝对不是啊！我们都呢用生命来度人，就是要所有能够求道人都明心见性，都能够证悟成佛，这个才是正确啊。那我们放着这个不做，去观别人领命不领命，他领命根本跟不领命跟你什么关系？跟你成佛不成佛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么多的原来是领命，就是以后预备要度化呢我们13亿中国的这一些人口。我们台湾这么小，上天不会只有眷顾我们台湾一定呢还要老水还潮，这么多的大陆人要度，也要使他们能够成仙做佛。那我们这一些人这么少不够，要多一点领命呢才够来办这个上天的大事，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呢要培养以后因为以往中国大陆都无神论，他不相信因果，不相信有神有鬼。那我们呢研究了以后要回去教育他们，要跟他们讲，因果定理有神有鬼，我们要修持可以成就，那个都是呢我们努力的方向。那我们不要自己画地为牢，自己妨碍自己的脚步，都不努力的充实自己，那个真正的那个佛性的光明，都是在那一些负面的那个不必要的那个里面在钻，那不是很可怜吗？合不合理？可以了吗？还有疑问吗？还有6分钟，还有没有人？好，请说。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有两种之前预告一种就是说讲一句话，第二句话准备要吵架，有没有听清楚？再说一次，或许没听清楚。或许曾经有遇到的人就是说讲了一句话之后，第二句话准备要吵架。第二句话准备要吵架。这个讲第二句话呢，就准备要吵架第三句就吵起来了。那你就连第一句也不要讲就好了。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布施方法，就是不用开口微笑。这个微笑，这个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伸手不打笑脸人”。所以你不要讲话，微笑就好，这样会吗？就不用讲第二句也不用第三句，就连一句也不要。那因为你要时常看我老祖师，老祖师不是笑得很自然吗？
都一点勉强也没有，写，时时刻刻就写，就笑就好了。这样解决了没？因为我们主观意识太强，所以讲出来准备要讲，修答已经要修答。好，请说。好。或者有一个问题是说，有人如果在外面异地而往的话，那见到亲属可以系统流水，那是什么现象？那是风水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上个礼拜有讲师，你有讲过，光那个就是坛经里面的光变那个善数啊，你有讲说恩师说如果要拿佛心。或水想了一下，不知道有讲师的解答，或水的人故事。好，谢谢。好，请坐。这个第一个问题假如说在外面横死啊，就是不应该死的时候他死掉了，溺水啊，或是遇到那个车祸，然后亲人来的时候。他会七口流水，那个是感应的，感应。亲人来了虽然他死在那个地方，可是他的第八阿赖耶识还在他会表现出来，说我跟你就是亲情能够那个感应，所以他就会七口流血。那个在讲那个我们郭老师教的那个是或许在北部听郭老师介绍的时候，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在对看，那个就是性与心法的传达。所以在问你最上圣法门的时候，你只要拿着眼睛看他就好了，会吗？会不会？你拿着眼睛看他。刚才我们有讲真心所在一切都能分别明了。咱真心所在你在看有清清楚楚不？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那个还有1分钟，有没有问好，请说。问得好，这个问得很好。这个我们佛老师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很听话的去做，不是乖徒弟嘛？那怎么会是道法？那个是很正常的。老师怎么教我们怎么去做那个是很正常的。就是怕我们有口无心叫人做好，自己做坏。这样懂意思吗？懂了就好。下。各位讲师、各位坛师、各位千贤，大家好。不学单道天师的老千贤以及感谢各位千贤给获取机会学讲。我们有讲到说学而这个实习之学而，然后我们有讲说是一穴，那有浅显说这个一穴是从哪里来？可以了解吗？那个耳就是一穴，不写把它写在黑板让各位比较了解。是不是一穴？
看得懂吗？一穴道的穴，一穴就是一窍，是我们的那个玄关窍。所以我们假如说按照文字的表面那个学耳就跑到外面去学外面的东西那学我们的玄关窍就是回来向内向内来学，所以完全都不同。那这个是老前人讲说的，不是后学发明的啦。是老前人讲说那个学耳那个耳就是一穴，就是我们的玄关窍。那我们要学我们的那个佛性佛性本体所以从那个下面的讲出来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那个说就是乐很高兴喜欢的意思。那因为能够学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又能够时时刻刻跟佛性在一起，所以就很高兴这个符合圣人讲的话。那假如说我们是学习外面的事物，那各位要了解到那个外面的那个事跟物太多了，我们要学不完，而且也不会很快乐很高兴，不会的啦。是学我们的佛性时时刻刻都在学，所以很高兴很快乐。然后第二句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朋这个朋就是我们精神外放，这个朋友是我们自己啦不是外面的朋友。以我们现实来讲现实的社会里面假如说有朋友来了，我们要招待，对不对？要用时间，然后要不要用金钱？是不是都是要付出？真的是很热吗？刚好家里都没钱，怎么办？赶快去借，对不对？那会很热吗？不热。朋友很多的话，这一下子糟糕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那我们回想，孔老夫子的朋友是哪一位这一个朋友从远方来，他很高兴很快乐，是哪一位孔老夫子讲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不是在说那个外面的朋友，而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精神都外放所以现在因为能够学到一窍学到玄关窍，把这个外放的自己找回来了很快乐。快不快乐因为这是自己本身然后这个人不知而不愠，不愠君子乎？孔老夫子很不容易把君子许配给一个人，他称为君子那个都是已经到圣贤的地位才会称为君子。那人不知不知道什么呢？不知道什么我们不愠不生气，就是我们佛性这个佛性所有人都不知道，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真的是不知然后大家都不知而不愠，我们不生气毕竟就是太不容易去体会的不容易领会所以那个讲那个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样有没有意思整个都呈现了就是把我们那个外放的心都收回来，然后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跟他在一起在学很快乐。所以这个圣人讲的话我们就是要去体会不是按照文字表面文字表面对我们帮助不大
它的真正含义呀，对我们帮助就很大。我们呢大部分都是把精神外摆，所以这个朋友跑得很远了，现在把他找回来了，快乐。然后呢，底下也有那个礼仁篇呐，礼仁，礼是居住了，仁呢就是仁慈。那我们呢那个字面的解说说我们选择那个居住的环境一定呢就是要好邻居呀，都是这个很心地很好的那个邻居才可以在那边住。那我们都要时常准备搬家，为什么？因为好邻居难找，坏邻居多了，因为大家都自私自利呀，所以那个邻居不是很理想。可是他的意思也不是这样。那个礼就是居住，说我们内心的那个居住啊，内心的安住啊。我们内心要安住在哪里？各位先生，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把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凡人的现象，对不对？所以没有理人没有安住在那个人，仁慈，所以我们要把心呢，安置在那个仁慈的境地，这个责不此人焉得志？我们没有选择呢那个仁慈怎么会有智慧呢？就没有智慧了。所以那个跟文字的表面意思完全又不同。所以我们看就是要深入一点了解它真的含义。那我们回来讲这个六祖坛经。讲到81页，对不对？那个施兰枝，是不是这边？那么复语成曰，用的跟志诚讲，说鲁师戒定慧，就是那个神秀这个讲的戒定慧劝呢小根智人，那么五戒定慧劝呢大根智人。就是呢不同，那个大根智都是从我们的那个新闻之中呢记录所以那个实也是大根智，从呢那个心地这个生花，所以那个戒就是心地无灰，从心地产生就没有负面的都是正面的，所以这样呢已经在自性之中就守着戒。然后呢，这个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里面没有无明，全部呢都是觉呈现，所以就有那个般若妙智慧。然后呢，心地无乱，自性定，我们心地都没有乱。那我们平常心地会乱就是我们这个心思太多，外面形象又这个引诱力太强。那我们被形象引诱追求，所以呢心就会乱。那我们了解说呢，这个外面都是虚幻不实，都是假的，所以呢把它的这个去除掉，我们的那个自性也就能够产生呢这个定。那么若悟自性依不立菩提涅槃。假如说我们能够领悟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能够领悟就不用立那个菩提道心涅槃极灭，不用立这一些文字那个文字都是多余的。可是我们在不了解之前就是需要这一些文字来辅助帮助我们了解，所以有那个菩提就是觉，然后呢涅槃不生不灭。那我们呢那个佛性就是觉就是呢不生不灭。所以我们就是要呢这个启发，过去都很赞叹我们这边
才研究呢半年多啊，都能够听得懂，能够领悟啦，或许都解步大概最少要1年多了，2年甚至3、4年才听懂，很不容易能够听懂的各位听懂了没？听懂了听懂是不是很高兴？可以从内心深处产生，我可以成佛，也知道是哪个在成佛的所以不是希望成佛，而是自己有信心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呢，可以摸到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只要我们肯用心把它呢这个培养，让它茁壮长大，自然呢般若妙智慧就有。我们有般若妙智慧对这里的认识会很这个深入，又很透彻。然后呢这个定力自然产生，从佛性本体产生定力。然后我们有智慧了，有定力了，定慧它本来就是一体，本来就是同体的。那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之中就可以运用因为我们六道轮回太久所以习性也很强。那只要我们认识真理又肯培养我们的般若妙智慧那么要辞掉我们一些呢那一些不合真理的那个习性习惯性就很容易。那假如说我们是着重在凡尘现象，那凡尘的现象要去掉我们习惯性就很困难这个非常不容易可也没有试着去改变自己的习惯性，容不容易？会不知不觉又回到原地它很自然而然那个习惯性已经养成所以我们要呢这个检讨反省，看看呢哪一些习惯性是不符合真理的不符合还要改，符合了就不用假如说它跟真理都是符合我们在应对进退都符合真理，那就不用改是不符合的才要因为我们这个佛心里面它没有贪嗔痴可是我们在生活之中贪嗔痴都会呈现，而且又很强，强不强？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贪嗔痴有看到这么厉害呢能够看到自己贪嗔痴呢，那个就时时刻刻在回光返照我们有光返照那个改过的机会就很快就怕我们呢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就是无明。那假如说我们在无明之中就很难去改变我们的习惯性我们一定呢要时时刻刻都回光返照，这样的话呢对我们帮助对我们修道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佛老师来讲，只要你来听课，绝对可以改变命运。可不可以改变命运我们自己改，对不对？我们自己就改变了我们自己本身一改变观念行为就改变，行为改变做法改变我们周遭人看我们改变了，也跟着我们改变，所以整个就变得很理想这个相处就很愉快，就不会为了小事计较都会觉得小事不用计较那个可以置之度外的所以我们这个只要研究了心理心法，明心见性对我们帮助非常大所以这边六祖讲跟志诚说，领悟自性的话呢不利这个菩提涅槃，亦不利呢这个解脱知见不利这个解脱，也不利这知见，因为生当下就已经解脱了然后呢这个知见我们这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个知见就是佛知佛见。那我们平常根尘相对
6根对6尘产生的那个知见啊，那个都是邪见，不正确的哦，那个不要用。我们用我们的佛性本体发出来的知见，哦，那个呢，哦要用，哦，所以呢，我们用那个呢不会造业，不会造业又不用受苦，自然就解脱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之所以受苦啊，是自作自受，我们自己造的啦，哦，自己造的业啊，自己要去接受。那我们既然都业都不造了，就不用受苦，哦，所以就解脱。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或许一直这个强调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啊，佛性本体的重要。而且呢，又用那个照相机的言语啊，来讲说我们那个佛性啊，如如不动，各位都还记得吗？记得哈，所以这个有照过相的人啊，看过相机的人都知道，只要我们在按快门的那一刹那一晃动啊，洗出来的相片啊，一定模糊不清，那一定都不能动，按快门。它洗出来才很清晰呀。那可见我们这佛性是不动，因为我们整个头都在动。可是呢，我们动着头来看景象，虽然头在动，看到的景象又很清晰呀。那为什么？因为佛性不动，佛性如如不动，冲散整个宇宙虚空，非常宽广。所以我们要呢，把这个佛性呢，这个启发，那也讲说呢，我们只要启发呢，我们佛性啊，先认识了以后，把它启发出来，跟这个虚空啊融汇，那整个虚空融汇以后啊，这个虚空就变真空。我们没有启发佛性，虚空是完空。各位都还记得吗？记得像我们这样一看，这个。很多呢这个人写了道清，是不是这个面孔都不一样，我们都了了分明，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看到了了分明啊，那个就是我们呢那个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呢才能够对所有万象了了分明。假如说不是佛性本体，就没有这功能作用。那我们已经日常在用了，所以不要说呢，看到千差万别，认为说我们佛性千差万别，佛性只有一啦，形象有千差万别，佛性只有一，看出来是一个，我们呢了解说，我们看到的景象是明来就见明，暗来就见暗，明暗有变化，我们见性没有变化，见性呢都是了了分明。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整个用的时候啊，或许是不鼓励用眼根啦，因为眼根容易注相，看到形象就被形象吸引，这个真水，就第一个看，然后这个真歹看者就不爱看，所以形象左右。那我们眼根它就比较理想。听到声音以后啊，我们了了分明，对声音啊，我们就了解。各位先生，现在有听到声音吗？什么声音？只有这个吗？不止吧，有很多声音，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那个本性啊，在眼睛呢叫见性。在耳朵叫五性，都是呢我们性在作用。那根呢是工具啊，借由佛性用。我们不要认为说是眼睛看见，是耳朵听到，它工具，不是它本身有那个功能，是我们佛性借着眼睛，借着耳朵，就我们六根啊，了了明。全部呢都是佛性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对佛性要彻底的认识，那对身体也要认识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所有宏图呢，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我们都要还给天地的啦，
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还。有没有人可以不用还啊？这个在100年后咱大家拢还啊，拢还天地去啊，都还给天地了，我们都不在了。所以要知道呢，我们在的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那个在，它不会死亡，它不会消失，它都在。我们要呢把它修正，修呢让它能够自己主宰自己。了解意思吗？我们这个没有修呢，没有启发佛性的话，我们的佛性没有办法主宰，没有办法主宰就被业力推，业力呢把我们推到呢这个现象来，而我们在现象之中呢，受苦，然后又造业，就这样呢恶性循环。那我们呢，就是了解说现象虚幻不实，因缘际会呈现是假的，然后我们借假修正，把佛性修正出来，让它能够主宰，来指挥我们身体的视听眼动，我们身体的所有一切都的指挥，这样就不会造业各位浅浅听得懂吗？我们启发佛性呢，让它当家，这样会不会？会假如说会是最理想的最好的状态，因为我们都是6根呢在当家，那6根当家6根是不负责任的，他喜欢看，喜欢听呢，喜欢闻，喜欢吃，喜欢摸，喜欢胡思乱想。这一些呢，都造业，造了业以后这个受苦的时候是佛性在受苦。我们感官不负责任一口气不来他就撒手不管，了解意思吗？伊拢不爱管伊拢不爱去负迄个责任。伊所看的做出来的作业，伊手所做的做出来的作业，伊要担无？都不承担，对不对？他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就要在生活之中呢，来指挥他，借假身体是假，修真，佛性是真，借假修真，一定要这样，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解脱了，可以呢，回归本位，我们都是佛，每一位众生呢都是佛，所以这边呢六祖就讲说呢，不立菩提涅槃，不立呢，解脱世界，全部都没有，无一法呢可得，没有一法呢可得，所以我们凡尘就是要了解到这个随风解无啦，就看我们被哪一个现象束缚了，把它解开，它就好了。假如说我们执走那个法，就变法执啦。有法执成不了佛，所以佛学都一强调我们在凡尘有2个执一个就是我执，一个就是法执。我们把这2个都去掉，就成就了，就成道了。所以我们呢，知道呢是无一法可得。各位还记得吗？我们上个礼拜讲这个没有一法是什么？无彩，无彩安尼把所有天气拢泄露互尽，互大家知影。不是教各位不去相嘛？有没有记不记得了这个不是六祖讲说无有法于汝其实狂汝。讲有法予你，就是甲你骗。实在拢无法，拢无法，迄个做啥？一个女字边在一个少，叫什么？就叫庙。可是我们住在庙又不行了啦，不是有说过吗？行紧的，袂记得了。
我们把所有这个行持善，就是要这样，真紧拢袂记了了。所有的行善都要真紧拢袂记了了。这样会吗？真的会哦，拢嘛记条条，一点点好拢嘛记条条无讲随在拢袂记了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无一法可得啊，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有法执，没有我执也没有法执，都什么都没有，才可以成就，才可以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假如说我们有我在，我执在，有这个我相在，然后有法在，那完全跟佛性本体没办法见面，记不掉了，一定得全部都放光光的，没有我了，没有法了，真心才呈现，不是一直这样想吗？听进去了没有啊？没有一法可得呢，方能建立万法。因为全部都没有，已经回归到佛性本体。那么从佛性本体建立万法，所有办法呢都从佛性本体生发。假如说我们有法，就没有办法进入佛性本体，万法呢就建立不出来。这样了解吗？高加清不会啦就是我们呢这个不要有一点点执固执都没有从你佛性本体建立万法，漏解此意亦名佛身。说能够了解是一个义理这个道理都能够了解了，就叫呢佛这个佛身已经就是佛的身了。这样知道吗？所以六祖在讲都是很彻底根源的，一下子呢就讲到我们的根源，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呢就是佛身，义名呢菩提涅槃，义名呢解脱之见，就是能够了解到没有我，没有法，这样就可以建立万法。那这样呢就叫做菩提涅槃。这样就叫做解脱之见。安尼有一点点了解无？有没有？有了父母都鼓励要时常熏习，要时常听。我们呢这个性分之中呢，就有佛音成佛的果位就很容易。这个性分那个分就是几点几分的分就是我们佛性那个本体的整个前体状态叫做分，现分。有了解吗？不是那个昏睡的昏是或者说用比喻刚才咱吃饭，饭内底是足侪米煮出来一粒一粒对无？咱甲一粒一粒安那讲，是不是干那一粒尔？一粒一粒的饭安那讲？一粒尔啦，碗啦，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性分就是整个性整个性就叫性分，就是古耶东西整个全部都是叫性分。那么见性之人利益得不利益得。我们见到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不管是利菩提涅槃，利解脱之见，或是不利菩提涅槃，也不利解脱之见，全部都已经呢得到，就已经见到佛性。各位见到了没有啊？有没有见到啊？怎么样见到的？叫做心灵神会，那个见到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是要心灵神会，
我的心啊去领悟，然后我们的神来体会，不是用眼睛看，不是用耳朵听，不是的，那个嘞形象啊都不是。假如说我们有那个机会啊，看到那个佛菩萨显像给我们看，我们说看到佛了，那个是不是？不是哦，形象都虚幻不实在哦。那佛菩萨显像给我们看，是要让我们有信心，说你有这个善根，佛菩萨肯现身给你看，鼓励你来修道，所以才会显像给你看。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所追求的是常住真心，常住。那显现的佛像，它会不会常住？这样的无去啊，对不？它会显现那个无去啊，还有多啥？生灭，生灭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不生不灭。所以我要了解到，我们的佛性本体就不生不灭，它没有形象，可以心领神会。这样呢，我们在生活里面整个都是佛世界。像我们这样一看整个或者有讲，凡心所在，我们的真心所在的地方一切灯都能分别明了。我们看有没有分别明了？这个就是我们真心所在。这样了解吗？不了解呀？不是真心嘛？不是真心，怎么能够了了分明啊？这个就是真心所以就在我们当下，懂没？所以我们有讲过时事古今不离当念。各位姐，当念是什么？万言放下一念都不生，这个叫正念，那个叫当念，当下的念头。那当下这个念头它具备万年，亿万年前是这个念，亿万年后还是这个念。所以这一个就叫时事古今不离当念。那个时事就是过去式、现在式跟未来式。那三世各有三世就九世，加现前一念就是十世。那十世的古时候跟现在古今不离开当下这一念。我们当下了了分明，这一个就已经具备了所有佛性本体。这样有摸到位，有没有？很亲切，对不对？所以不用再另外去找，就在当下。当下呢，我们全部都记住，跟佛没有两样，是一样的，只是我们不敢承担。各位敢承担的吗？还是不够力道，敢咱都不敢，很怀疑刚是。怀不怀疑不怀疑的那不错，半年就可以不怀疑。我们都是佛所以一定要当下承担。我们要了解说只要我们见到了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就已经成佛了。因为因果同时，你因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心果位佛的果位就呈现。那中间的所有过程因为我们已经见到自己的佛性所以所有的视听眼动都是从佛性本身发挥。那个很理想，纯善无恶，全部都是善都是要利益众生利益自己利益众生。所以就很理想。我们要当下承担，然后去做。
那么来去啊自由无事啊无碍。我们这个已经呢能够见到自己的佛性啊，就可以这去来自由。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去来自由，无事啊无碍，没有那个障碍，没有挂碍。可是我们现在在凡尘啊，我们这个障碍很多了，多不多？被什么障碍？被形象障碍。我们都主相，被形象障碍。所以啊，烦恼很多了。各位有没有烦恼啊？这烦恼什么啊？什么内容啊？为什么烦恼？有没有努力去找看？为了什么烦恼啊？说不出所以然来。就跟他烦恼在的烦恼下。是这样吗？不是哦。那为了什么烦恼？这个烦恼跟金钱有没有关系？有啊。对了，对，这个跟金钱有关系。没有钱的烦恼，有钱的烦恼，对不对？这个没有钱不要那生活钱太多了也很烦恼，在微商在多多烦恼。所以要了解说呢，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来了以后都没有这一些事啦。因为不用钱，佛性本体要不要钱啊？它不用钱的它也不会肚子饿，也不用呼吸，然后也不怕冷热，也不用穿衣服。很逍遥自在，是不是气来自由？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在凡尘就有一些功能，那个气来自由像各位这个住在台南车站很熟嘛，对不对？我们一想台南车站那个景象就出来，对不对？去了然后我们现在又回来这边听课了，来了，有没有？气来有没有很自由？都已经呈现了嘞，他们都不知道嘞，而且还很快这样子马上去又马上回来，比那个坐飞机还快，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佛性本体就是这个样子，气来自由，甚至还可以超越我们整个太阳系到外太空去很快的一下子就可以去了。各位先生，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东方琉璃世界呢？说现象是有很大的差别说真理就在当下。所以我们了解那个真理世界呢跟形象世界是不同。形象是虚幻不实。因为山海长天变化很快，一直在变化，等到我们这个会一过去整个又混沌了，混沌以后又重开天地，整个世界又不同，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变化都很大，可是我们的寿命都有限才100岁而已，100岁各位我们能够做什么？太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在现象里面去争，现象里面争那个都有限度了，太少了。你安尼出世开始直做到一口气等于100岁会当做偌济，是不是很少？可是我们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一进入了以后，进入本体，可以千百亿化身。100亿年，我们凡尘现在有多少人？60亿人口了，我们那个是100亿，你看多了1倍，很多倍，对不对？我们又可以马上把它收回来，
可以发生又可以收回来，又可以喜欢变什么形象就变什么形象，很理想的。那我们现在可以吗？不行的被三餐都束缚了，有没有？无吃呀那，简单扼要，无吃腰，无吃无力没有力道的工作，所以我们特别说，上天就互咱这个生命是安那叫咱家己过，为什么？什么原因？无明，就是因为无明假如说我们都明了，明了就是觉，然后觉了时间拉长久了叫觉者，觉者是什么？觉者就是佛了。那我们有时候也有觉，可是还没有者，没有觉者啦，又会很快不觉了。不觉是什么？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叫做不觉，不觉就叫无明。各位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起心动念？有啊，真的很理想北部的先贤都还不敢说发现你起心动念，念头出来我还不知道。那能够发现自己起心动念我们就马上可以去遏止马上可以遏止自己的那个念头，马上遏止那个无明就消失了，就进入那个觉。我们整天假如说24个小时都保持觉，那就是在真理的领域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进入不知不觉。各位先生，24个小时里面我们不知不觉大概占据了多少？大概有一半没有，不但是一半还超过，都大部分不知不觉。我们可以说被那个自己的那个习性控制都不知道，这个连我们要吃饭也不知不觉不知不觉的去旁话，不知不觉的去得饭，不知不觉的觉都要点开始面才吃饭，有没有？还是都很觉有没有在觉之中做出一些事？有没有？我们回想这还拢不知不觉。即马天一个暗骹手洗洗，不知不觉都变成电了。整天拢甲不知不觉做伙这样可以成佛吗？不行那要怎么做？对，就是要觉要时时刻刻保持那个觉。那我们就从自己想到的时候做起，起心动念没使，这样就觉了，觉了那个念头就消失了，没有，没有了不知不觉又来了，可没使，又觉了，慢慢的它会增加，那觉的时间它会增加，觉的时间越增加我们那个起心动念就越少。这样就越来越理想。那时时刻刻我们保持那个觉般若妙智慧就容易呈现。那有般若妙智慧我们知道怎么样应对进退都不造业。所以我们要互相鼓励。那么应用随咒应语随答。我们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可以应用随咒，随着这个环境随缘怎么做都有一个刚好的角度
刚好假如我们去做了，就不会考虑到自己呀，是一种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啊。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大部分都会先考虑到自己，这个事情对我有利呢，还是有害？有害我就不参与了，有利我就去做，大部分都这样啊。那我们训练自己是从佛性本体出来，那么从佛性本体出来，直接的就直心，直心啊，直心知道吗？没有经过思索，就直接第一个接触到的那个当下该怎么做，我们就去做，那个叫直心。所以直心呢，就是道场。直心呢，是我们佛性整个呈现的地方所在。那我们呢，又深入啊，第二个叫做身心，第三个呢，叫做大悲心。直心、身心、大悲心，它是连贯的。大悲心也叫菩提心，也叫大圣心。大圣佛法那个大圣心。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就尽量使自己运用佛性本体，从佛性发挥，挥出来就不会造业不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不考虑自己的情绪。那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念头转得很快，我们接触的第一个直心不用1秒钟我们就可以转念。我们就可以加自己的意识进去，那就不是直心了，就不是道场，就变成我们的实心了，变心意识。那修道呢，就不要用心意识，因为心意识是因缘际会才有，因缘消失它就没有。那我们的直心，我们生不灭佛性它是常住，永远都有，永远都在。所以我们要用永远都在的真心，这样会吗？听他写的都一样啦，所以要听熟，应用随做，然后呢应语随答，这个呢我们就是应着这个讲话问问题然后呢要随着答，从佛性本体来回答。那么普见化身，就能够这个普见化身，千百亿化身就是我们对做什么事都会做，这个做上等事一个身，做下等事一个身，什么都会做要清那个我们以前讲西学现在的那个厕所各位有没有清过厕所会做嘛这个是一个身。有没有这个我们清理佛堂这个清理佛堂一个身，是不是普见化身？有没有？什么事都会做到厨房去煮东西、煮菜、炒菜、煮饭会不会？坤道答应的比较大声我们签到拢点点，有老鬼在应。老钱师长念或写说，你都不去厨房去学，说有啦，我嘛会晓卤，那卤豆干我嘛真够卤啊真香。只是要应付很多就没办法了那一下子100桌100桌1桌10个人100桌的。很厉害马上都要准备好吃不要说去煮了，我跟他摆在碗底，都先摆几波就已经够忙了。然后有一个厨师很厉害，他那个判断力真强，一堆很大堆的菜，他说这个96盘。我在想你都甲一盘一盘甲晾一死那4盘就造出来。他说不行，那晾起来歹看
一般一般有伊拄啊好的迄个吼，迄个角度，你就要有安尼拄啊好才好看。啊，真的哦，啊，真时啊，伊拍出来遐吼，都96盘，我讲那才厉害，个那个功力啊，这堆菜看来讲才几盘，一盘10个人要食，哦，很厉害哦，还是要靠车开的来买，都买4盘。因为从天佛院到埔里街上7公里啊，蛮远的，并大。我甲念念的就好啊，伊讲袂使念，一定爱一盘一盘拢圆满。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有多少那个能力啊、功力啊，都会整个都呈现。可是或许都判断不准啊。而唔是主修这个主无够。所以呢，这个普见的化身，可是重要就是不离自性。这个化身也不离开自性。所以千百亿化身也在我们真心之中。所以不能离开呢我们自性。那么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就可以得到这个自在神通，就很自在、自由自在，又可以游戏三昧，在正定三昧就是正定，在正定之中的游戏，因为我们如如不动那个佛性就在正定之中如如不动，可是我们可以千百亿化身很多形象。可以游戏，这样了解吗？本体都不动，可是呢现象太多了，都在动，可是又可以摄用归体，归到佛性本体回来，所以自在神通的游戏三昧，是名见性，这个样子才叫做见性，很广，对不对？见性很宽广。所以角度很多。那我们要先认识就是我们本来面目。本来面目那个就是佛性，就是见性。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那一个，了解了没？懂了没？那一个。因为成佛就是那一个，你没有去摸到那一个，成不了佛的；修道没有摸到那一个，修不成的。为什么有的千生万世修不成道，就是没有摸到那一个，很重要我们要用不生不灭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一个万年都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一个是不是了了分明？有没有？了了分明。你要抱也抱不得了，你要把它甩开也甩不得了。就是那一个本来面目，不即不离，不住相，可是也不离开我们身体，还能怎样？一定呢要认识它，要启发它，把它启发了以后，再完成，我们就应用。那应用了以后因为都是这个学我们一切，学耳，就是呢回光返照，时时刻刻呢我们都回光返照。所以我们记得，精神外放就是众生，回光返照，就是圣贤。安尼一样的，要放出去较好，要修转来好。爱记拢即马拢伫遮咧讲爱修转来咧厝的时阵会记讲修转来，修转来。唔通看着好看规个拢走出。一定要会记修转来，迄拢假。反地的景象。
都是假的，全部虚幻不实在。哦，不管它是好看不好看，都是假的。因缘际会啊才呈现，因缘相处就没了。哦，不真，那真的就是我们哦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哦，这个啊亿万年都在的，哎，就是要重视它。哦，能够重视它的启发的应用的，哦，我们一个名称叫做佛啦。哎，啊不启发不应用，然后不注意它，我们一个名称哦叫做鬼啊。还要做佛，还要做鬼。哎，还要做佛都要认真认识，哦，然后把它启发应用，哦，然后呢能够利益众生，哦，度化众生。这样呢，就一定可以成就了。哦，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见性，哎，就是要我们自己本身啊，回光返照，所以才有那个回头啊是岸。以前呢，到那个寺庙看到那个匾额，那个回头是岸，都以为是在欠那个流氓啊，哦，那个流氓欠他要回头是岸，不要当流氓。结果后来一领会说啊，不是嘞，这个是在跟所有众生讲，我们所有众生阶层都外放，那叫所有众生呢要回头，就是把外放的精神啊收回来。只要把外放的精神收回来，我们就可以啊到达清净的彼岸。那我们精神外放就是在苦海，我们精神外放投入完成，那懒得成垢，五颜六顺，一定有喜欢讨厌啦，一定有行为啦，一定造业啦，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回光返照，回头是岸。一回头了，就到清净彼岸。原来是跟所有众生讲的，不是在欠流氓。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个流浪六道，大概也是太久了都当流氓，都没有努力啊，认真的想回到我们那个当佛的本位。那么至诚呢在其师曰，如何呢是不利益呀？问这个六祖啊，什么叫不利？那六祖就回答说：自性啊，无非无痴无乱。我们的自性里面没有是非，然后也没有无明，然后呢也没有散乱。这个很重要了自性啊，没有非，没有负面的，全部呢都是一个绝对体。无痴，没有无明，无乱，没有散乱。那我们现在在凡尘啊，大概都离这个蛮远了，一定有是非，然后呢一定啊无明，然后又一定散乱，有没有？还有啊，我们这个回答的很奇怪，好的也有，坏的也有。念念的般若啊观照，就是我们这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啊，那个一念不生以后，那个六祖很喜欢把这个佛性本体啊用念来代表，所以叫念念，念念般若观照，一念不生呢叫正念，那个正念啊已经进入佛性的本体。所以理想就是那一种状态，在正念的状态。那我们有起心动念啊，那个叫邪念、妄念都不正，也不要它。那真正的呢，我们都不起心动念啊，那个叫正念。那正念已经进入佛性了，所以叫呢正知正见，正确的知见啊，从佛性本体出来。那因为佛性本体啊，就是成佛那个因子，能够成佛，就是因为佛性本体，所以叫佛知佛见。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讲佛知佛见就是从佛性本体出来。
那个才是佛知佛见，正知正见。所以这个正见不是我们根尘相对所产生的，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的那个都不正，都是邪见。我们被自己的邪见障碍，所以就成不了佛。这样了解吗？那我们生活之中都这样，是我们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对着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然后产生六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那我们把六识当成我们的真心所以这样才一直六道轮回。那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这个是根尘相对所产生的。那根尘它一直在无常变化。各位浅显，我们的根六根有没有变化？可能各位有疑问眼耳鼻舌身意怎么会有变化？有没有变化？或许呢分析的这个小孩子所看到的跟我们大人所看到一不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对不对？小孩子看的他的视线很短，看得很近，那我们大人以后看得很远，看得很宽广，跟小孩子完全都不同，看的角度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念那个国民小学的学校，在念小学的时候接得很大，学校这么大，教学这么大。然后等到我们出社会已经几十年以后，我们再回去看，回去我们念小学的学校看，这好那叫谁？这高学那叫谁？一样的没有变化的东西可是，在我们小时候看，跟我们大人的时候看，一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差在哪里？差在哪里？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的差别因为那个小时候那个小时候的那个见解就是很狭隘，然后呢我们这个到社会来历练见解就很宽广是那个叫无常变化。那我们不要把无常变化的东西把它当成是真，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的那个六根它也在无常变化。那六尘那个变化更是明显。只要你一段时间没有到一个地方去是过一段时间去你认不得，整个都改变了，对不对？所以那个色声香味触法，那个也都是改变很快。那根尘都一直在变化。那产生的六识我们产生的心会不变化吗？绝对变化。那变化的心我们要用吗？不能用我们要用佛性本体出来的那个真心。那我们的真心要怎么出来？一定要跟尘相对的那个世心全部都放下所以呢那个施公山本净禅师才讲这个道无心之道。它的无心就是把跟尘相对我们日常生活所用的心全部都不要了，去掉了，叫无心。我没有心的，没有心的就叫道。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他又讲一句这个时候那个道就是即心即佛。那个道就是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佛。这样听懂了吗？不是我们在凡尘用的心那个即心即佛凡尘那个心才不会是佛嘞。那个都是造罪那个造了很多业，一定要受苦的。那我们呢，就是把凡尘的所有这一些因缘际会所产生的心全部都放下，要它的这个叫忘记。忘记了以后接着怎么样？真就显，真就显现出来所以忘记真就显。只要我们用忘，那个真就退隐。
用妄心的时候啊，真心一定不见。然后我们凡尘在讲啊，我都是真心的，我都是真心的。那个是建筑在事心上的真心啊，他的认识啊不在真理上，而在事心认识的心上面。所以男女之间啊，在谈恋爱，不是有的时候很真心吗？那个真心啊，会不会变化？它为什么会变化？因为它建筑在事心上面。因为凡尘的景象一直在变化，等到景象变化，时过境迁，时间已经过了，环境已经改变了，那以往那个相爱的心啊，还在不在？变化了，对不对？被形象左右了，影响了，所以那个叫世心的真心啊。当他相爱的时候啊，不能算这个假，真的很真啊！为他生为他死都愿意啊。可是经过时间的那个变迁啊，以后啊，你要改旁迄个洗下水的话，对不对？这个一个你不喜欢的人要给你端了洗脚水啊，你愿不愿意？我改一旁，不免你旁，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我们心的变化是很大，那我们修道呢，就不用这一种世心的那个心来修，一定也要用真心，不生不灭的那个常住真心。所以我们用呢念念啊般若来关照，那个六祖用的佛性本体啊，这用五字啊就叫念，念念。就是呢，我们佛性本体呀，它没有间断，所以念念无间，念念没有间断，就是念念啊都是觉，在这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都是觉，所以六祖喜欢用念念来讲，按念念呢就用般若。般若是妙智慧啊，是佛性本体所生发的。我们用呢，这般若来关照。那用般若关照，会不会做错？不会的，绝对不会做错。那时时刻刻啊，都在这世界之中。所以呢，念念啊，般若关照。那么常理法相，我们凡尘只有两个，一个叫法性。一个叫法相，就是一个性啊，一个相，性是没有形象，相是有形象。那我们呢，就是呢常理啊法相，完成的所有法相，我们都离，就是离相明佛的意思啦。各位对相有没有认识了啊？或许之前不是有问说我们要怎么成佛，有没有？要怎么成佛？对，正确的答案就是两个字：离相。就是形象呢要离，事情也是形象也要离，语言是形象也要离，文字啊是形象也要离，这样懂吗？不管是事情，不管是这个所有有形有相的东西啊，我们都离，不是破坏它，我们不住就可以。不要住相就可以，全部啊都可以离相。这样有没有一点了解了？比较能够进入真理世界。所以常理啊法相，全部呢所有的形象，我们都可以离。不管是这个事情的相、文字的相、语言相，真正形象的相，全部都离。离了就是佛了。就已经是佛了。那么自由啊，自在，因为离相以后啊，就自由自在。我们住相就不自由自在了。比如说，假如说各位想买一部车子啊，这个心思啊都在车子上面，对不对？规个拢叫车白条的啦。行去遐倒倒咧修车，去遐倒咧换车，去有车白条的。是不是心就很狭窄了？拢想一下想，对不对？
就不自由自在了。那我们假如说什么相都离了以后啊，就自由自在，不会束缚了。所以我们就时时刻刻训练自己的心啊，就是这样自由自在不束缚。那么纵横啊，这个尽的这个纵南北横东西这个纵横都可以尽的就跟那个自由自在的意思啊是有一点相类似。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得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么有何可立这样的状态啊要立什么名称来说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佛性本体它是实义不可思议不能用头脑来思，不能用嘴巴来论议，不可思议不是还有讲说不可思议是什么状态吗？还记得不记得？可能也有一项就是我们不着有，然后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请问是有还是没有？不可思议说有不对了，说空不对了说亦有亦不对，说非有非空不对。按讲拢唔对唔对，大家拢唔对才无法度想无法度讲。那个叫不可思议那你不性本体就是这种状态实以不可思议我们勉强把它说出来，让我们了解一个轮廓，然后知道怎么做怎么修，然后到达我们需要的目的。这样了解吗？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介次。就是我们要自性自悟，自己的佛性自己领悟。他顿悟了以后要这个顿修，领悟了以后就是要去做，就是不能光知道，一定要去实现。顿悟，很快的很短的时间就能够心领神会顿悟。各位顿悟了没有为什么会一直问呢？就是要我们增加信心我们信心都不够，惊都袂到顶所以要当下承担是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已经顿悟了，然后要从佛性发挥出来，然后去做叫顿修。那么亦无就是没有次第没有按照说我想要修先摆一个时间，然后摆一个所在然后我才来做，不用这样就是当下在当下该如何就如何巴肚枵就吃饭，爱困就来困，逍不逍遥？很逍遥。所以那个以往那个老师傅很老了，然后他弟子在问说师傅现在还用功吗？用功。师傅怎么用功？这个饥则餐来，困则眠，会吗？弟子问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吗？那个老师说不同这个现在的人这个虽然嘴巴在吃饭，可是头脑都胡思乱想。虽然身体躺在床上睡觉，可是一样翻来覆去。这样同不同？不同所以老师傅的做功夫就是饥则餐来，吃就吃困则眠，睡就睡，这样就叫修了。顿修一样的，会啊训练我们专一做事呢就是一样集中精神做事，要玩集中精神去玩，
都是专一啊，专一就是道，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啊，专一，跟那个老师傅一样，饥则餐来，困则眠，所以不立啊一切法，一切不立，不建立啊一切法，知法呢即灭，所有的万法呢，它都即灭，即啊就如如不动，灭呢就是灭掉啊，所有现象，灭掉呢所有烦恼，那么有何次第，就没有那个安排的那个秩序啊。那么自成礼拜啊，焉为执事啊，朝夕啊不懈，这个自成呢就在呢这个六祖的身边呢，当了那个执事。那么生自测江西人，有一个自测江西人，本姓张，名叫贤昌，张贤昌。少年任侠，就是少年的时候他当那个侠客，闲暇仗义那个侠客。那么自南北分化，那个神秀呢跟六祖他们呢分开教化，二宗主虽往彼我，那个神秀跟六祖他们没有分你我他，没有分彼此所以二宗主就是呢神秀跟呢这个六祖，虽往彼我就是已经不会分别你我，没有那个分别心了，而呢徒侣渐起爱憎，可是他们的徒弟那一些就互相起了那个喜欢跟讨厌他们徒弟都会有神秀的徒弟不喜欢六祖，六祖的徒弟不喜欢神秀，是不是这样？都一般那个常情都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北宗门人自立修师为第六祖，那个北宗门人就是神秀那个徒弟他们自己立那个神秀第六祖，就是跟那个五祖付给衣钵给六祖不一样，而祭只是传衣为天下闻，就是那个忌就是害怕，忌讳害怕，六祖那个五祖传衣钵给六祖那个事情天下的人都知道，怕这样这样他们要立神秀为第六祖就立不起来了，天下人都知道那个六祖是慧能，不是神秀，可是神秀的徒弟呢，他们希望说他们的老师就是第六祖，乃主行昌呢来赐死，就是祖父这个自测这个张贤昌呢来这个行刺那么六祖他有心通意知其事，他知道这一种事有人要来行刺，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只要各位这个能够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然后一段时间大概以我或许看那个解和传灯录，还有那个五灯会员，所有他们的那个修持的过程要有这一些功夫出来大部分都12年，12年，这年就有成就了。那我看六祖在那个猎人队有多少年？有10年，对不对？所以那个六祖也有那个功夫等于是已经有那个五眼六通，大概12年就会有六祖已经15年了所以他也是会有，所以有的是心通，心通呢是六通里面的一个。那六祖呢知道及至今呢10两以座间就是放那个金块令放在他坐的那个地方。那么10月末贤昌入子师，
这个张贤昌就进入主事啊，将欲啊加害，师呢师景啊救之啊，这个幼主啊，安君啊春登等啊，要好抬，然后贤昌挥刃折山啊，伊把迄刀为迄六祖的阿妈棍甲伊抬过去三界，知道吗？已经甲抬过啊，阿妈棍甲长三界，那么西无所损啊，迄六祖拢无去互斩断去啊，还甲斩三界过，迄侠客迄真是啊，迄拢迄敢咧抬价，真诶呢，迄毋是假比比诶就好咧，迄是真是甲抬过哦。那为什么那个抬过无去阿妈不斩断去？那个就是功夫修的功夫。所以在那个《楞严经》里面就有这一段记载，就是他修外面的所有红土四大，我们身体也是所有红土四大，那四大跟四大已经融成一体，好像我们水投入水，但水甲倒落去水会变啊，嘛是水对无？咱若火甲等咧火会变啊，嘛是火所以它就是修出一个功夫了，已经不相妨碍。外面的所有风土跟我们身体的所有风土已经融成一体所以没有那个摩擦，没有妨碍所以一抬过抬三界那个好然后诗曰，这个六祖就讲话了，说正见不邪，邪见不正，正见那个正的，你带行侠仗义那个叫正见，它不邪。那假如说你是私心的，那个叫邪见，邪见就不正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从这个延伸出来，就有说呢，正人行邪法，邪法亦正；那邪人行正法，正法亦邪，有没有？所以我们本身的心重要了。你是正人，那你行邪法，这个邪法变成正法；你是邪人你去行正法，那个正法就变邪法。所以重点就是在心。我们是正人的话，虽然这个法是邪，可是变成在你身上行出来变成正的，这样懂事吗？所以心重要了。我们就是要掌握自己的心。主负汝金不负汝命。我敢若欠你的钱尔我无欠你的命。你要甲我抬我都无欠你的命，所以无应该这个样子。然后行昌呢，经补转回去一个侠客他会吓到那个晕过去了，你看有多严重？很严重，一行到有够功夫了。哎呦，哪会安尼？迄一届死我抬三届呢，哪会佫无死，佫会讲话？六祖还会讲话，所以他那个下程度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呢，久而方熟真久才醒起来。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研究这个六坛经它不标榜神通标榜还是在真理世界。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侠客他也是要行侠仗义，可是他的出发点就已经不对了。要杀了一代祖师就一定不对了。而且那个神秀又不是真正的有灵衣钵，所以他这个出发点就不正确。那么求哀悔过我们人都会啦这声他没弟弟啦这个算杀人啦，很重的这个罪了然后呢，希望呢他能够下面呢这个自测。
那么居宴呢出家，讲吼啊，规气我拢出家啊，做侠客哦，啊修遮久啊，拢无功夫，哦，所以呢，宴了这个出家。那么10岁已经了，六祖哦就给他那个10两，哦，跟他说如且去啊，你较紧走，哦，恐途中啊关害于汝，哦，我这徒弟啊，若知影讲你来要甲我暗杀吼，这声你原来袂得得啦，大家拢唔帮你耍，真会甲你害死啊，啊，所以紧走，哦，你看这个哦心地啊就很好哦。就是他害他，他也没有说生气在心啊，没有，他跟他讲说，只有欠你的金啊，不欠你的命啊，你赶快跑，赶快逃跑，如可呢他路啊异行而来，你改天改变形象，然后再来，有当呢摄受，我就收你做徒弟啊，啊你就要变形，唔通赶快这个形来。现在赶快这个现代我那会去徒弟啊主导，被六祖的那一些徒弟啊主导。那么行商呢，丙子啊消顿，就赶快按所无赶紧走，后投生啊出家。他没有来找六祖就已经呢去出家了，具戒啊精进，然后具备啊那个戒力。然后很努力的精进，那么有一天呢，一师之言想到啊六祖讲的话，这个呢引来啊李庆，就是赶快来见六祖。那么六祖呢就跟他讲说，无酒炼乳啊，汝来何往？讲弟弟在给你炼啊，你那叫换得来，所以这个还是看他的那一种修道的根器啊，还是可以。也当呢来修德。那么自册呢就讲说，卓蒙和尚呢舍罪今虽出家苦行呢，终难呢报德。所以我们都有那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说去修苦行都是伫咧害迄罪啦，他认为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已经这个已经出家了，然后修那个苦行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苦行对自己没有利益啊，对众生也没有利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不鼓励。那苦行呢，我们要了解到是磨练啊我们修道人的心智，惊咱会忘意啊，咱若安尼过要修好精神啊够这个生活的时候啊，我们精神很会放逸，就是生活得很好，那变成我们就不收敛就会安尼会做歹，所以就借了那个苦行啊来磨练咱的心智，所以一定呢要了解到，重点都是在明心见性啊，我们要修道一定要先追求明心见性。那剩下怎么做我们自己衡量。咱来行这个身体啊好逸恶劳，喜欢享受不喜欢受苦嘛。那假如说我们有这一种情形就可以借着一些苦行来磨练磨咱那个心，把那个想要享受的心给它磨掉。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实际的。因为我们呢假如说是在好的环境之下生长，那他受苦的程度那个受压力的程度就不大，一点点压力他都受不了了。那你假如说是在很苦的环境下生长，像那个非洲的那一种生活形态，他们接受了那个苦的程度就很高。那我们假如说是富裕环境这个下生长，那一点点苦他就想自杀，受不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个外面的环境对我们的心智磨练也是很重要。那我们能够吃苦这个呢重点就是在我们已经对佛性认识，像颜回
颜回我们从记载他就是没得吃啊，没得穿，没得住，这个肌肉像，就像现在的违章建筑，然后呢，这个单食嫖饮啊，就是没得吃啊，家都没他家，人不堪其忧，这是我们平常的人啊，没有办法去像他那样生活。可是回也不改其乐，那颜回的快乐不是装给人家看的，而是他从内心产生。那为什么内心会产生那么快乐？因为得一善，前前呼应终身无私。他得一善，这个一善就是得道，一就是道，他已经得道，他把这个道前前呼应就是时刻刻都保守，没有那个不觉的时候啦，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时时刻刻呢都是觉，所以他会如履深渊，如履薄冰那个呢深渊不小心摔下去那个万丈深渊浑身碎骨，然后呢如履薄冰那个冬天那个湖面结冰还很薄足薄的啦。你即马较大来较大落迄冰破去，破去迄人就沉落，沉落去即马佫起来去互冰拄掉，一定死所以咧打迄薄冰的时阵爱真轻袂使出力有人行。我们修道哪一个像这样？有没有？有没有如履深渊，如履薄冰大啦就一卡一卡就当行去，对不？你那有遐尼稳死，所以我们就是这样行造业以后要受苦再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菩萨为因凡夫为果。菩萨呢为己造了业因，造了业因要受苦那我们凡夫都不管什么业因不业因我都安尼规去做，现在咧接受果报的时阵怨天尤人，那会拢我那不是别人。我们有没有这个情形？这个回答是对的啦。没有，没有这个情形，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因为他对这个道的重视，所以时时刻刻都保持那个觉。那我们假如说能够时时刻刻像颜回这样，哪会不成佛？他因为营养不良，32岁就归空。那到现在都那么久了我们竟然还记得颜回。我说我们祖先大概经过四代5代，我们有哪一个还记得我们4代5代之前祖先的名字？咱老爸阿公阿祖过去第4代第5代，大概都唔捌你捌人捌，唔捌唔知什么名，唔知都要去族谱才会知道是什么名字。那颜回跟我们非亲非故我们竟然会知道他，就是他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只要肯学，你就可以成圣人。他已经成父圣啦，是圣人，就是这样。这个得一善，前前呼应，这样就好了。然后不迁怒，不恶果，容不容易做？不迁怒，我们都很容易迁怒。这个以往我时常说，这个先生在外面上班受到公司的那个打压，回来就骂太太，太太就骂孩子，孩子就骂那个宠物，不是迁怒吗？那个宠物那个小孩子脚就踢过去了，很倒霉。
就是因为他爸爸在公司吃亏，所以我们凡尘就很容易见到这一些现象。那我们了解说，原来圣人有教我们不迁怒，到你的身上为止，不把那个怒发出去了，不迁怒，然后不贰过。我们呢不知道的时候会做错，那做错以后绝对不犯第二次，不贰过，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代圣人，不是很困难的啦。看看我们愿不愿意做。所以或许都会问说，愿不愿意成佛啊？也信不啦。大部分都是想说我的生活好，哪法都行就行，若无完无要紧。都是这样讲所以那个缺少那个精进的动力。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凡尘是苦海。那假如说各位还不死心的话，去找那个大铁板来踢呀，踢铁板一定会清醒的啦。我们太顺了上天把我们考倒，让你能够赚钱，让你能够有社会地位，那你还想修道成佛吗？安尼就真好啊，不想了啦。让你什么都不如意。还是修道好，还是脱离苦海好。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要成就我们的话，让我们很坎坷啊。可是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就是顺利名利就是很实碎，完全都不同。那我们所有的追求都达到的话，那还想成佛吗？不想了。凡尘很好玩呢，现在都很自由，有钱你要到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去啊，好不好玩？不好玩啦，很累的，去玩很累。那所有山河大地都在我们兴奋之中，你只要一静下来，所有山河大地就在你身上，干嘛还要出去玩？心都还要外放，还要用钱，受苦的啦。我们可以把那些钱都省下来。所以这边这个册呢就讲说呢今虽出家苦行，终难呢报德没有办法来报答那个六祖不杀他的那个德。那么其为传法度生乎？要怎么样报答六祖？就是要传佛法，然后度化众生。这个方向倒是蛮正确的，这样才可以报答那个六祖的那个不杀之德。那么弟子常览《涅盘经》这个自册呢就讲，他时常呢看这个《涅盘经》。那么未晓就是还没有知道，没有了解常无常的义理呀，就是呢那个涅盘经还不知道呢常跟无常。那么启和尚呢慈悲，这个希望呢六祖能够内为解说，就是呢把那个常跟无常。那么六祖呢他就讲。说无常者即佛性，是不是已经跟我们所认知的不同？六祖讲说呢，那个无常就是佛性。那我们说佛性是常，对不对？可是六祖他就讲这个无常就是佛性。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假如说那个常是佛性的话，那我们众生都成佛了啦，要不要修道？就不用修了，对不对？那佛性是常常的话，大概众生都佛大概众生都有佛性已经都是佛。所以站在众生的角度来说佛性是不是无常？
我们众生啊，站在我们众生的角度来说佛性啊，了解这个意思吗？假如说佛性是常，那现在的众生都已经是佛了，要不要修道？就不用修了。所以六祖讲佛性是无常，它一直在我们众生这个生活之中变化。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要懂意思不会是完全相反因为佛性是常住嘛，跟那个六祖讲的无常完全都是相反。那他为什么要讲相反？就是因为我们的认知都以为佛性是常。那六祖就讲，假如说佛性是常的话，它常住的话，我们众生都成佛了，就不用修道了。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了。还有了解不？有没有啊？没有再说说得清楚一点。有常者即一切善恶之外分别心。那个有常呢，就是咱的善恶之外分别心咱的分别心就是有常。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生活之中拢用这个心是不是常心？是不是常？我们生活之中是不是用这个心？用这个呢？善恶之外分别，对不对？都是用这个心，对不对？所以六祖把它讲，这个叫做常。今天都在用咱在用这个心的时候都常这样懂了没？所以站在那个不同的角度来解说。因为佛性是常，我们要知道真理佛性是常住的。可是常住众生没有去启发，没有修正所以没有成佛。那我把它认定是常的话，那就不用再修了。它本来众生都是佛了。六祖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了。所以一定都来了解。讲起咱来安尼讲。我们认知的佛性是常住，为什么会讲无常？就是众生呢不用。我们众生所用的就是分别心。所以常叫分别心我们日常生活是不是用分别心？它是不是常？又不敢回答然后呢，智测就讲说和尚所说大为经文，违背大大的违背经文。那么六祖就说五传佛心印安敢为矣佛经。我在传达就是佛的心印，以心印心怎么敢违背那个佛所讲的经？那智测就说，说佛性是常，和尚皆言无常所以把它点名说经里面讲佛性是常，可是六祖和尚切言无常这个和尚不用再解说了各位浅显，是和上和下？和中。三恶之外，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切言是常，那么此即相违那个跟真理相违背，跟经典相违背，就是这个地方。那么令邪人转加疑惑，无听无议论愈听议论愈多智测就是这样讲。六祖就讲说涅盘经五时听尼就是比丘尼无尽常读诵一遍那个无尽常比丘尼他就是肉身菩萨，他的家境很好。可是他修真的修苦行一天只有吃一餐，然后不倒单，不倒单知道吗？就是不躺着睡觉。好野人的查某囝无嫁翁个食一顿个无倒咧困，所以有苦行无，很难得所以现在在曲江的一个山上
肉身菩萨无尽常。那呢六祖有听无尽常读诵一遍变为解说啊伊听到以后上经的人唔知影意思啦，听经的人知影，听经的人捌字，很有意思所以为什么我们佛老师一直要我们大家研究六祖坛经？是说知佛妙理微观文字不要住在文字里面要在真理世界在真理里面追求。无一字一语不合经文解说的时候一字一个字义理拢跟经文相合，乃至魏儒中无二说，跟你也一样都没有两种说法。然后呢，自测呢就说邪人呢思量浅昧，燕和尚呢委屈开示。伊讲我咧学迄个认识跟迄个度量拢真浅佫真暧昧迷昧啦拢无了解希望和尚能够委婉的曲折的来开导教示所以这个自测呢这样要求六祖。六祖就讲说：“汝知佛，说你知道吗？佛性若常，假如说我们佛性它是常，那么更说什么善恶之法佛性假如说常的话，那么善恶之法都唔免讲都伊是拢已经常乃至穷绝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一直到达穷绝，也就是时间过得很久很久以后没有一个人会发菩提心为什么？因为佛性是常，是常的话就不用发菩提心那也没有善恶之法，全部都没有，因为它常住了，故呢无说无常，所以六祖才讲佛性无常，正是呢佛说真常之道。那个佛说的那个真常那个真心常住真常就是在真理世界那六祖讲的是在现象，这样懂了没？现象来讲佛性是无常，然后真理来讲佛性是常住。你明白懂了没？所以一定要抓到那个讲的那个角度六祖因为呢站在现象角度，我们众生呢都在用佛性可是我们用的时候都不知道呢就变成佛性变成无常，一直在变化所以六祖把它讲出来然后呢我们那个平常的心都是用世心所以这个六祖就讲说一切之法若无常，所有的万法假如说无常是变化的，即物皆有自性，变成所有的东西它都有本性像我们坐的椅子它也有本性。那假如说椅子有本性它就会有取舍，讲我给你坐我不给你坐，不给你坐你就要背起来。我们的椅子会不会这样？不会所以它没有自性所以假如说物都有自性的话，那个世间就不能安立这样懂意思吗？有捌买因为较早都唔捌听到讲伊的自性，这都嘛会呢。讲我无你用，你莫把我徛在这，这样了解吧？他会不会？这个也可以我不给你用，你不要在这边说话会不会这样？不会。所以物没有自性所以这边六祖就讲，假如说一切之法若无常的话，每一个物它都有自性龙寿生死，它要呢来接受，每一个东西都要接受生死有自性的话要接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骗之处那真常
我们那个追求啊，那个真常之道，那个真常真理呀、它就有不骗，就不是尽今空骗法界，它就呢不骗的，故呢无收藏者，所以呢六祖就把这个收是常，是佛说呢真无常，佛讲的那个真无常，就是万法万象，那个呢就是真无常。那么佛比为凡夫外道呢，只以学常，就佛呢为了我们凡夫以及呢为了外道，执着啊，以这个学，那个学常，就是不正确的常住了，那么知二圣人啊，以常记啊无常，二圣呢就是声闻跟缘觉，就是修成啊是阿罗汉跟呢必知佛。那个叫二圣，那么他们呢，把那个常记啊无常，共成啊八岛，八岛呢就是这个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我常乐我净，常乐我净是佛的四等，然后我们凡尘啊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它的整个把它看成。颠倒过来，佛的常乐我净啊，看成无常无乐我无净，已经四倒了。那我们凡夫的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把它看成常乐我净，又四倒了，加起来八倒。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有没有把那个凡尘的看成无常无我无乐无净，看成常乐我净？大概也都没有了不知道了，都不知道。既然我们讲的超过了，剩下9分而已。本来还留下15分要给各位问，今天讲得很热络竟然超过时间，还剩下9分钟呢请各位踊跃发问不要怕人家笑了，只要我们有疑啊，就必问有疑问就提出来，疑问呢疑啊就是怕改，爱把这个改套苦套苦啊，无改啊才会解脱才有法度呢脱离苦海。有没有啊？有没有人问？剩下8分而已，剩8分了。上次那个浅显问的就很好那个有关于那个那个领天命的问题那个一提出来问我就是了解到这个一代祖师啊受记啊那个给我们这个点到只要我们不反道拜德，那绝对都可以修成咱要去向修我若对了唔对，唔拢修为成，那个都是多余的那个顾忌啊，只是我在修持的过程自己要有这个般若妙智慧，要用我们的那个智慧来判断，怎么样可以修成，怎么样修不成。假如说我们太注重了这个注重形象，那个修不成，那修不成是害我们自己。那假如说我们相都不住了，可以修成是帮助我们自己。所以在修的过程里面我们要了解这个释迦牟尼佛有讲说我们修道啊要四依啦依法不依人。我们按照佛法来修可以成佛，不按照人，因为人他有过错，有看不见的不对啦。那我们按照追求跟人去修的话，我们错了也不知道所以现在都有一点我们的传承社会家己要去地岸是讲无伴，讲招一寡人去规阵带带的来地岸行到去关系，大家讲好行都盲目。那我们要了解到一定要清醒这个不对的就是不对不会变对是非要分辨
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是道则进啊，非道则退。所以第一个依法不依人，第二个呢，依智啊不依事。我们的智慧啊是不生不灭，我们的事心啊是生灭。然后我们依照呢我们的智慧，不按照我们那个事心。然后这个第三个呢，依欲啊不依语。义就是道义的义啊，就是真理。我们按照真理，不按照语言，不依不是语言，依义不依语。还听有无？第四个呢，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了义就是究竟，不了义就是方便法门。那方便法门我们也要用。可是要知道它是方便，不究竟的，是我们以前很容易做，很容易成就，那我们去做，做过以后这一个法，就把它割开了，那个叫不了义，那了义就是究竟，就是大圣究竟，那个我们要依，为四义啊，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是义。还有4分钟，今天都没有人要问啊。好，请说。各位老师好，刘老师好。或者想请一下，就是说我们耳根圆通，放出就是把耳根放出在我们听得到的那个声音里面，对不对？可是呢，如果说有很多声音，到最后就有声音，就是冲的声音。可是呢，这中间呢，还是有一些个别的声音啊。那是不是跟刘老师在课堂说的那个半道是一样的？或许想问这一点。好，请坐。我们这个之前这个有讲到那个耳根圆通，因为当时这个各位都是反应听不懂所以听不懂，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详细说了，就把它搁起来说，往后有机缘的话我们再来讲。那各位可能也是有听到，或者在北部讲的一些录音带，那个录音带里面就会有交代怎么做。然后我们这个做耳根圆通最主要要先分第一个是听，第二个是闻，第三个是闻线。那第一个听那个是耳朵的功能，而不要。第二个闻就是我们听到声音又加入我们的心意识，那个也不要。第三个是闻性，闻性就是佛性，不生不灭的。那我们修耳根圆通的时候就是要用第三个闻性。第二个闻我们是最容易误用。那个不要。你一听到以后加入你的心意识那种给走的白走的白讲不好，所以一定要用第三个闻性。那闻性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不生不灭的佛性我们就是要了解最重要的就是了了不灭。你听到什么了了不灭，可是不要追它，不要被它影响。你知影这个十方都有声音你十方都了了不灭，你就好。所以就保持这种状态。然后耳朵会发生什么变化，不要管它。你要去管你耳朵发生什么变化那个已经心意识作用。你心识作用都不成耳根圆通。所以我们要了解用闻性。闻性唯一，没有心意识这样懂意思了吗？懂不懂？各位要做耳根圆通的时候也是要用第三个无性。就像或许说眼睛是见性嘛，那见性我们去分别这个水这个肉，那已经落入心识那能够了了分明，
了了分明不分别，伊是水是白，你能够是清楚知影，那个叫一，界限是一。安尼知影无？没有进入千差万别，没有，只有一，单独的一。所以这个呢，满眼本非色，满耳本非声，闻时常触目，观音赛耳根。我们眼睛所看的就是文殊菩萨，就是智慧第一。我们一看出来都是用智慧，所以看出来的了了分明，那个智慧第一。然后耳朵一听到声音闻性，寻声救苦，那个也是慈悲心。那个是我们佛性闻性也只有一，这样懂吗？超过时间了，下。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的老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上个礼拜呢有带这个如是我闻的 CD 80片，可是那个 CD 因为录的时候是从 MP3 把它转录过来。转录过来呢，竟然把后面录到前面了，把前面录到后面。各位有拿吗？有。听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奇怪？那要从5、6、7听，然后再听1、2、3、4了，这样才会顺。那或许呢，说这样不好，这样我们会往后会混乱，所以把那一些旧的全部都收回来。那我们有在记500片新的顺序的已经记下来了。各位可以拿那个新的回去听。有书面资料，有那个印册。那书面资料后面有很多那个台北先贤问的问题，把它印出来，这 CD 里面没有。所以听的跟书面的不一样，前面一样的，后面不一样。所以各位可以2样都拿，也拿 CD， 也拿那个书面资料。那下个礼拜呢，还有一份是张卓秀才的悟道记。这个 CD 也已经做好了，他那个书面资料也已经在印，下个礼拜也会好。那各位假如说有拿到没有来听的，也希望各位拿回去给他们听，因为有看过这个书面资料，有听过这个 CD， 那我们大概就会知道怎么修，然后会从内心产生呢自己成佛的那一种信心出来。所以或许之前呢是有看那个书面资料了，因为那个时候着重以心印心，所以不注重印下来。那因为这一阵子比较宽广真的应了上天大开普渡了，所以把它印出来了。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多拿回去呢，给没有来的前贤看，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怎么修，怎么成佛。只要看过听过都会有从内心产生的那个十足的信心，绝对可以成就了。那我们准备下个礼拜开始又讲耳根圆通。我们上次讲过一次，对不对？可是大家都听不懂，是不是那样？拢听无啊？现在或许又准备要重讲，一样的啦。这一次准备缓慢一点，然后因为我们也有经过半年多的欣喜，再来听的话可能就不会那么生疏了。那在我们耳根圆通讲完以后，我们又接着讲那个黄檗虚云禅师
传心法要，各位有看过吗？有。它很深哦，蛮深的，蛮好的哦，那个一部啊，那个修持方法。那有的会讲说，怎么不把这个《坛经》讲完了以后再来讲呢？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可能都以往有研究六坛经，那有研究过以后我们对它的那个内容以及它那个背景，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修道很兴盛，禅宗也是在那个时候兴盛起来，在达摩祖师西元502年到我们中国来，一直到西元1000年，这一个期间是我们的禅宗最兴盛的时候。那我们借着六祖坛经的背景，因为六祖就是我们东方本，那文化背景是一样。那借着那一个时代的大家的那个心灵的结晶，就是很努力在修道。然后把那个很努力修的一些那个纲要、一些法要，都把它阐释，就是记载、流传。那我们借着这个六祖坛经来了解性理心法，所以重点就在一定要明心见性，不是在说我们六祖坛经是讲完了没有。也是说我们明心见性了没有？这个重点所在，我们要把握。那借着讲耳根圆通，告诉我们怎么修；借着王波那个传习法要，告诉我们心的要法在哪里。我们都透彻知道。这样的话，修起道来就会很快的，就会像老前所说摸到根的成仙作佛，我们不是那个摸不到根加修行。那假如说我们没有找到不生不灭的，没有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那个就是没有摸到根所以这个很重要。刚在卢世文跟那个那个周秀才那个张轴悟道记都有提到就是要很努力的就是进入很理想的那一种状态。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一定会有空闲的时间，然后我们在空闲的时间我们就先做万年放下，然后一念不生。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做的功夫绝不会这个失去就是堂间功夫堂间就是不会这个没有用，绝对有用。我们开始用比较强烈的意念告诉自己万年放下。这个虽然比较有为可是要经过这样要有这个过程然后以一念来比万念所有万念都放下就是告诉自己万年放下强迫自己。然后我们真的是万年放下以后一念不生。那一念不生以后各位浅显，我们人是半阴半阳，仙佛是纯阳，鬼魂是纯阴，那我们是一半，半阴半阳。那我们在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是已经在培养我们的阳一直培养。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持久，然后一段时间我们纵然在晚上睡觉都会很清醒，已经人在睡觉可是头脑很清醒，那个就是阳比较充足。所以或者曾经经过那个纯阳的阶段，晚上不用睡觉，晚上不用睡觉所以各位假如说有到达那个可以不用睡觉的时候不要起烦恼，不要吃安眠药。为什么？阳已经足了充足的时候那个精神很好，
哦，晚上不用睡，白天也不用睡，全部都不用睡，那个叫纯阳，已经全部都阳了，阴啊已经没了。可是我们因为在凡尘生活，我们是半阴半阳，所以我们有时候啊，难免啊会有那个负面的念头，就是不好的念头生发，那个就是在培养阴啊。各位有没有不好的念头产生？就是增加我们的阴啊。所以有那个阴一增加，我们会昏沉。各位浅显，昏昏沉沉会怎么样？想睡觉，就是没有精神，那个就是阴多了。那我们可以回光返照，我们到底是阳多呢，还是阴多？哪一个多？阳多啊！哦，都很理想的呢。哦，我们这边真的很棒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人比较单纯这阳啊就比较容易培养。然后我们心思很多啊，心思很多已经就是阴了。我们念头很多有那一种机智啊，就是都唔听吃亏，都是想让人家给你呀，那个就是在培养我们的阴啊。那个不好，要准备要到地狱去的。所以我们不要，我们呢就是以诚啊来待人，就是把那个诚就在我们身上。那诚可以感天啊，何况是感人？所以我们就对自己对这个亲友对所有的人啊，全部啊都是以诚相对待。这样呢，我们一生呢就会很光明，阳就很容易培养。然后我们又做功夫这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个阳啊越来就越久。纵然在睡觉，我们都很清醒，很清醒的在睡觉。各位有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有。可见还不很普遍。那我们只要呢做久了时间久了，一方面不要有负面念头，一方面呢我们做万年放下，然后越来那个阳就越充足，越充足以后我们就可以不用睡觉，然后这个我们都要吃饭，对不对？3个礼拜还问说3餐不吃会怎么样？所以所以我们每天拢在抓腰，各位有没有抓腰？拢在抓掉对不？都要说为什么也腰啊？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啊，精神都外放，那我们吃进来的那个养分都被我们用掉，就是追求外面的形象，追求外面的事情，向外去追求，就把这一些能量都用掉，所以我们就要学着回光返照，就是把那个外放的精神收回来。只要我们把精神收回来，那个能量不消耗，它会累积在我们身上。所以各位一收回来以后一段时间精神都收回来，不要去追求外面的那一些假象，外面都是假的啦，不要追我们一口气不来都会后悔迄拢假，我拢较早来要知拢卖掉就好不要追就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收回来。那收回来以后我们一段时间，我们的下丹田会温热修修了，那个就是能量，我们的能量。然后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那个经脉经络都会阻塞尤其年岁越大，它阻塞的会越厉害。那当我们那个能量累积到一个程度
它会打通我们的脉络。那当在打通脉络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动，就是我们有空闲的时候坐着这个坐着不一定是要打坐了你只要呢坐着，坐椅子可以，坐在床尾可以，坐着就可以静下心来，然后开始它那个能量在打通脉络。那打通脉络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有动作。假如说是横向的阻塞我们身体会摇摆，横向的摇摆。那假如说是直向的阻塞我们身体会直向的动，就是上下动。看看哪个地方阻塞，它在打通时候我们身体就会有动作了。而我们记得勿忘勿助，不要忘记，就是不要心外放，然后也不要去帮助它，让它自然就好。它只要通了就停了。然后身体假如说全部打通了身体的脉络都通了，已经呢跑到颈部到头部来，身体都不会动，只有一个头在动然后头的动也一样它是横向的就横向的动，它都直了就直的动。各位有没有经验有的有啦有的没有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最只要就是你有能量才可能产生这一些动作。那假如说我们都把能量消耗了，精神都外放，然后呢这个情爱又很浓那就没了，没这个功夫所以这个就让它自然，只要全部全身的脉络通了，就停止了身体就不会再动了就停止。停止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训练，从佛性发挥那个定，那个才是真的啦佛性出来的定那定才是真的那个定就可以产生喜乐，定生喜乐地那个是二禅所以我们了解说先把精神收回来，然后我们一段时间，假如说整个身都已经充满能量，那各位学姐，我们吃的东西就可以越来越少，不用吃很多了，吃很多反而那个血液的循环它不顺畅，所以吃很少就可以了看看自己的身体状态那真虚弱都要加济。那讲都安尼拢精神饱满充满活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少一点。那假如说已经都不感到饿了精神又饱满，那就可以不用吃了我们要了解到身体的需求都够了这个时候你再吃就变成病。那不吃就是正常的，已经接近了那整个是成养，整个呢我们那个佛性的大用都要呈现，不是有体有相有用嘛我们佛性有本体然后有形象，然后呢有作用。那先呢要认识本体，本体认识了吗？都已经这么久了应该是要认识了。不认识的话，要自己努力把那个CD 反复听，或是呢MP3也一样那个可以听得很久，然后呢 DVD 看这样呢绝对可以帮助自己了解体了解了，相知道了用又可以把它用得出来离相用就整个可以度化众生众生呢都可以度化成佛，绝对可以成的。我们每一位都是佛，我们之所以没有成佛，都是我们自己障碍，
自己的见解呀，障碍自己呀，不能成就。那我们把这一些不正确的见解都去掉，走路啊正知正见，一定可以成就，可以成佛的，所以我们要努力各位假如说有亲朋好友没有时间来听，没有时间来这边研究，带回去给他看，给他听，一样也可以进入，不然呢我们沾到上天大开普渡这么殊胜的机会，不好好把握很可惜。大家一定要知道。那假如说我们也已经晚上不用睡觉，白天不用吃饭，接下来就呼吸了。各位呼吸长还是短？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可以听一听你隔壁人的那个呼吸声音它是吸进来呼出去都很长呢，还是很短？一定可以听得很清楚吧？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自己那个吸进来呼出去到底是很长还是很短？各位请讲，很长还是很短？短很短命不长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你到那个医院去看那个病人的呼吸都很急促一呼一吸一呼一吸拢足短，那命拢无久尤其他假如说这个呼气长，吸气短，会要死你要吸气长，气短，那个才那个命还能够存活。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生命不是在呼吸之间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平常都没有这个做那个呼吸的功夫，所以我们那个肺部它都是到最上面最浅的那一层没有深呼吸所以你看深呼吸的人他身体健康，命呢比较长。我们也是要学，尤其我们南部空气好，空气好就是要时常深呼吸，然后呢使我们的呼吸到达肺的深部，是加深的所在。然后我们很努力了以后那道家修炼功夫不是有一种叫龟息吗？乌龟在呼吸有没有？所以我们只要是都已经存养了，可以不用睡觉，也可以不用吃饭，这个时候连呼吸也可以不用，不是死的也活了呼吸也可以不用。所以我们有听过真人呼吸以走，就是我们脚底从涌泉涌泉呼吸。那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凡人还有毛细孔会呼吸，这个鼻孔呼吸已经没有了以后毛细孔在呼吸，所以鼻孔是主要的，毛细孔是次要。所以有一些表演，舞台表演，他会把那个皮肤磨那个银粉，那个银粉会把毛细孔都阻塞，所以他一磨了那个银粉以后，要赶快洗掉，不能太久，太久它会窒息，会死的。整个毛细孔拢甲鼓起来免偌久都会死的，不是说只有鼻孔呼吸就可以了。不过咱毛细孔拢有在呼吸，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修持的功夫可以到达纯养，晚上不用睡觉，然后不用吃饭，然后不用呼吸，不是在讲卡通是真的只要我们努力我们这边都有嘞，我们这边有浅显到达这个状态。还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不过有跟后姐通过电话，我说你这么殊胜
那个要接近五眼六通的，可是他把它整病，找医生看。啊，我说可惜了，哦。那我们回来讲这个《六祖坛经》。我们讲到81页，对不对？哦，那个华还不净啊，84哦，已经到84了哦，八宝了哦，竟然也会恍惚哦。那个八宝呢，就是常乐我净啊。我们把它认为啊，哦，无常、无乐、无我、无见，这样就四倒了。那我们凡人啊，无常、无乐、无我、无见啊，把它当成常乐我见，这样又四倒了，加起来就八倒。哦，这样八倒知道吗？我们凡人啊，都是无常、哦，无乐、无我、无见，可是我们竟然都把它当成常乐我见。认为身体啊就是常，然后呢，凡尘有快乐啊，就是乐，然后我这个形象就是我，然后呢，这个清净就是净，那个都是啊，颠倒，这个都变化。那我们要知道凡尘啊，落入现象啊，一切都是变化，是无常，无乐、无我、无见，一定呢要先认识。然后呢，修道啊，这个已经证了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那个时候啊，常乐我净，那个才真正的呈现，这样呢就不倒了，不颠倒，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说，那个二圣人啊，以常即无常，然后凡夫这个外道啊，执迷，这个我就是常。所以啊，共成呢这个八倒，故以啊，涅盘了义啊教之中呢，这个破彼啊偏见，就是要破除啊，我们那个不正确的见解，所以这个很重要啦，因为我们这个固执啊，是与生俱来。各位有没有很固执啊？有才是正确的，有才是对的。为什么？择善要固执啊，对不对？就是呢，不能落入啊，偏见，见解不正确，我们不能啊落入那个见解不正确。那我们呢，都一再的讲。我们根尘相对啊，六根对着六尘，我们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六尘啊，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六根对六尘会产生六识，那我们产生的六识啊，那个叫偏见，所以有的就不承认了，讲黑龙真健康的那偏见，不知道那个真理所在。各位浅显，他为什么会偏见？我们根尘相对啊，我们讲我们眼根，然后对着色相，然后产生对色相的认识，那个出来的见解啊，是实以不正确的。各位会承认吗？承认它不正确，还是承认它正确？两边有没有落入两边？就变落入两边了。那为什么它实呀是偏见？邪见是我见，不要用。因为啊，我们的根那个凡尘的尘根尘啊，它都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产生的那个识，
也在变化。那变化的我们要不要用？我们要找到不生不灭、不变化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根尘相对啊，它是一直在变化的。那变化的我们不用，所以呢，那个根尘相对啊，它是实以邪见。那我们凡人一听到说，日常生活之中啊，是实以邪见他就排斥了，不接受，不知道说自己没有深入的研究，那为什么说正知正见？各位亲戚，怎么样呢会产生正知正见？知道吗？就在我们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个时候那个知就是正知，那个见就是正见。那是不是整个都从佛性本体出来？对不对？那个正知正见都从佛性本体出来，不是从根尘相对出来。这样了解了吗？我们知道根源，为什么它不正确？就是因为它会一直变化，那一直变化的东西会害我们。变化好的时候我们喜欢，变化不好的时候我们讨厌。那有喜欢讨厌，我们有取舍。那取舍就是造业。那我们造了业就要接受果报，是不是很冤枉？那现在我们万念都放下，没有根也没有尘，没有根尘相对，然后产生的叫正见，产生的知叫正知，因为从佛性本体生发出来，这样了解吗？很重要。我们就是要追求正知正见，然后我们说念正念，就是什么念都没有，万言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个叫正念。六祖很喜欢呢，把这个念收成佛性本体，所以他就讲念念无间，就是我们的念不要给它间断。那我们的佛性都没有间断，就表示佛性都是在觉之中，没有不觉那佛性有不觉就叫无明。因为我们不觉才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叫无明，已经不明了真理。所以我们为什么会造业？就是不觉。那我们整天觉的时间多呢，还是不觉的时间多？我们不是时时刻刻都不觉吗？不觉，然后吃饭，不觉，然后睡觉，然后不觉，然后坐车，都不知不觉。觉的时候多呢，还是不觉时候多？所以我们就是要保持那个觉。各位先生，保持觉容不容易？可不可以做到？不会很困难嘛，只是我们会忽略而已没记没记，你的不知不觉那会记就觉。觉的时候，各位先生，觉的时候会造业吗？绝对不会。自己找罪受怎么觉的时候还造业？没有那个事觉的时候不会造业，就是不觉才造业。我们就是要修道呢，要保持那个觉，时时刻刻都觉，所以后来就加一个者，觉者。觉者是什么？觉者就是佛。那差这少，差足少一点点尔，一字者觉者，就有啦。我们是不觉者，不觉者就众生嘛，就造了业，受了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先呢培养正知正见，
完全都是从佛性本体生发出来，没有偏，都是正的，不生不灭的，不变化的，那个才拿来用。我们用这个修道可以成佛，就是个在成佛。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所有的一些佛菩萨在讲经说法，都破除我们的偏见，破除我们的邪见。只要我们把这些都破除掉了，走入正知正见。所以正知正见也叫佛知佛见。佛是一样的，佛知佛见，这样了解了吗？了不了解蛮重要我们那个偏见跟这个正见是差的很多一个是从根尘出来，一个是从佛性本体出来，那个来源不同，来源不同，以后的做法遭遇整个都不同。所以我们从佛性出来，它不落入两边，没有善恶，不会造业。然后我们从根尘出来，它有无常变化，我们有喜欢讨厌，所以会造业。这样懂了没？懂了没？而显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戒。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在涅槃那个了义之中就把那个常乐我净整个呢都呈现。那么如今这个依言背义按照语言，可是呢违背真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六祖跟那个智彻讲说你依言依照语言，可是违背真理。我们上个礼拜有说我们修道要思依，还记得吗？记不记得？不要看笔记，记不记得？依法不依人。我们按照佛法可以成佛的，这个法就是佛，所以依法，然后不依人。人会有这个看不见的过错，会有不觉的时候。所以我们不依人，然后呢，这个依义不依语，按照真理，不按照语言。语言文字是工具，然后我们按照真理，所以依义不依语，然后依智不依事。智智慧是不生不灭，然后事认识事是生灭。所以我们按照不生不灭，不按照生灭，叫呢依智不依事，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那了义就是究竟，我们要按照究竟的真理。不了义就是方便法门，那方便法门我们也要用。可是呢，我们不依赖它，可以用不依赖。比如说我们去度人，那现在人都也是蛮这个现实。他说我跟你去求道要不要这个吃素食你跟他讲说要，他说安尼我买嘞。为什么他很喜欢吃鱼吃肉？那你跟他讲说这个要不要吃是你自己的事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要讲家你的代志，对不？可是带你来求道并没有硬性规定说你绝对得吃素食，没有那个样子那个叫方便法门。然后等到他求道以后，研究真理。说原来他是完全做得不好，然后呢才转世到畜生道去，然后我们把它杀了来吃，我们一命要还一命，我们是还要去还给他，这样划不来，这样我不吃了，是不是自己明理自己做？所以就不跟那个畜生结恶缘。
很自然状态之下，没有勉强。你若想讲你都爱爱甲食，爱过来好食，你就做你家食。我们想一想，将心比心呐，有没有说我们自己很高兴？说我和你抬了，我和你讲，有没有？一定是很怨愤，对不对？你给我抬，你给我提都会这样啊。不然你看我们自己养的那个家禽呐，咱家己厝的鸡啦我们要杀的时候啊，为什么要拿去气管啊？有没有？哥养的时候啊，要杀的时候有没有先称一称它有多重？有没有？你家己饲的家己抬，那都爱请。那个就是明讲我现在是吃你多少斤多少两以后你要不能超过。你吃的时候以后你讨回去不能超过。就是先跟他明言所以我们了解说还是不要。我们这个人生难得啊，人的身体很难得到。各要了解不要看社会现象说很多人都在自杀，黑龙唔在做人生难得，我们可以借这个人的身体修正成佛，可以成仙做佛可以到呢无量的百千世界去游玩。这个凡尘那个买机票那个游玩黑龙无够看，咱较认真修的后离啦千百亿化身，然后有无量的千百万亿佛的国度看咱要去倒一条拢会水去水搞，不用坐飞机坐那么久现在我们还要再办那个还要办那个签证，很麻烦的，还要买机票，还要花钱还要坐久。那我们以后修成了都不用，要到哪里马上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的，很神通的。像我们现在坐在这边各位先生，我们马上一下子可以马上回到家里了。我们把我们精神这个心领神会我们现在回到家里，各位先生，各位家里都有厨房嘛？有没有？你厨房的会有关确定拢有关有没有？我们神已经回到家里去看厨房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又回来，我们到佛殿同一个回来。我们佛殿那个间的哪一位仙佛？弥勒祖师，搁回来对吧？不紧吗？很快要马上回来。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可以意生生，我们的意就是一个生，马上要到了，你马上到。以前人拄则坐什么登厝的看法？坐飞机吗？就是我们意生生，我们的意跑回去，我们的意跑回来，这么快的，我们可以再试验一次，这一次到我们睡觉那个寝室就是房间，各位都有睡觉的地方嘛坐着睡还是躺着睡？躺着睡起来有觉，咧困的时候有觉无？加被单还是加棉被？起来有记号都有你看一个灯在底下房间内底有进无？然后我们又回到同一宫回来，所以下次看佛殿我们右手边是哪一位仙佛？够不够快？很快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本来就是神通变化，自己都日用都不知，很快的，不用买机票，马上就可以一下子，看我们到哪个地方去游玩，一下子马上到，游玩过的地方，印象都在，在脑海之中。然后我们修正了以后那更宽广，不只有娑婆世界，还有那个东胜神州，还有北基督州，还有那个西牛贺州，我们是南赡部洲，我们只有一州，我们寿命是最短，北基督州最长，平均都有1000岁。我们有看过1000岁的人吗？没有所以我们赶快努力修。我们修了以后去看一看，看他们1000岁是谁是安娜。可能不要买门票，可以就直接去看。然后呢，那个东胜神州250岁，西牛贺州500岁，我们南赡部洲那个所有佛世界公这夭寿。讲咱南赡部洲的人夭寿，听懂吗？就是寿命很短不满100岁那我们就了解到100岁100岁是长还是短？很短一天不是很难过吗？都要24个小时有时候听到说要怎么样来打发时间？各位有没有时间要用打发的？有没有？时间都很好过都过得很快乐所以看我们怎么样来追求让我们整个那精神很活泼很自然所以要从我们正面的那个念头着手，不能有负面的都是正面。然后呢，有空闲的时候就做功夫万年放下，然后一念不生这样培养自己成养到达成养的时候那个身体可有可无，已经呢恢复到整个宇宙空间都是我们真心佛性所以这个现象就是天地的所有宏图，那就还给所有宏图了。有哪一个可以不用还的？都不能赖皮一定要还。纵然我们修那个海外那个3仙海外3仙有几千岁几万岁，还是比较晚死一点而已还是要死所以这个凡尘没有贪念的地方那我们的佛性不生不灭，不会死的会死是这个现象是身体的现象。那或许在讲我们身体的现象是被我们的业力把我们推到这个凡尘来已经有现象，接受果报只要我们果报都接受完了，我们就回归本位了问题是在我们在接受果报的时候又在造业。本来欠的都不多了，我们一念妄动才落入凡尘，一念妄动才欠5角。我们现在都找不到5角，最少都1块对不对？可是我们一念妄动那个才负债5毛钱而已，5角结果我们到凡尘来要来还是5角，要到现在欠偌济各位先生那5亿都唔拿呢。所以欠太多就赖皮不想还了。各位先生想不想还想真的这么好是我们就是了解到，只要我们都想还，自信都是清净光明，没有负面，没有黑暗
那所有债主啊，一听到我们说要还，他就放心了，不会积极的来讨债了。啊，只要那个冤欠不积极讨债，我们生活就会过得很如意，慢慢还，慢慢把这些债务都可以还清。可是只要我们搬家，那个债主啊，他就俩讲这下你会拄着现卡嘛给你掠咧，小拢海来，那个就很积极你也动不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就是要诚心，要光明，都不欠，一定要还。这样的话，债主就放心了。然后我们又一直真的在还，然后就不欠了，不缺了。他努力做，尤其我们年岁一大，脑筋都会太空闲，胡思乱想。那或者一直讲，我们的念头起念就是业。之前我们所造的那些所有的业因都在虚空之间，全部都在。可是要有缘因缘会合，它才会呈现果报。那我们假如说都不起心动念，都是清净这一些业债它没有缘来配合，不会显现现象。所以我们就已经不用接受了，已经所有债业所有的罪业都还清了。这样知道吗？这样还嘞，所以咱都要做应先先袂使用的时阵起心动念。所以或者之前都是这样讲。这个济往济算命都要钱，听懂意思吗？你坐在那个算命师前面，你坐着，算命师不要讲话你不要互惠，你唔免纳钱伊开始讲话等下你离开你爱纳钱，这样知道意思吗？用点济拢卖讲话，拢卖起心动念，咱唔免付出代价，不用付出代价。你若坐伫遐安尼东想西想妄想应用嘛，他较无想拍算，都直直甲想。你等下爬起来爱纳钱已经迄债已经欠落来，爱纳买。你无纳伊你走咧，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理就是这个样子，空闲都不起念，不造业，不造业不用受苦。你既然起心动念，你造了业，你就要受苦。了解了没？以后有空闲不要起心动念要记得。要付出代价，起心动念太容易了啦，所以我们那个债愈欠愈多，有没有？越欠越多，尤其年岁一大了那更是累积的厉害。所以我们呢讲到说这个修道是义的医疗义不医不疗义那个不疗义方便法门我们要用，可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是应用过程过程的时候可以然后呢我们到究竟那个都不要。那么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我们凡尘就是要了解那个断灭我们一般的自杀的人他会讲一了百了。各位浅显，一了有没有百了？为什么没有了？
因为它的现象是一了，可是佛性我们要知道它还在，佛性还在啊，所以没有了。那我们的佛性要先到王死城去观到我们的寿命到了，才出王死城。然后出王死城以后因为死掉了，又入地狱。那个王死城都是多余的。那既然有暴力对自己，自杀就是暴力对自己。那往后他现分之中暴力存在，再来现象，他又会再自杀。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有问题就是要解决，解决就没了。再怎么大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不用逃避那个是懦弱的行为。自杀那个不可取，不能取，不要。一定要面对。欠人家多少？把那个数目定出来，列出来，只要有数目，都可以还得清。一生还不清我来生再还。来生还不清，我来生再还。只要有这个心这个所有的这一些无形无相都会帮助你了这一些业障。所以我们要了解，在凡尘一定要勇于面对，勇敢面对。所以那个真正的那个断，什么都没有那个是现象，在真理之中没有，那个那个断灭所以我们要了解尤其我们修道更没有断灭，佛心都是常在。虽然没有形象，可是我们可以感受那个确实是常在。所以六祖都讲用那个依照语言把那个断灭无常确定实常，就是现象之中的这一些把它记得太牢了，而这个错觉佛之严妙，最后的威严，那个佛讲出来，就是非常的圆满奥妙，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有，我们都有圆满奥妙不生不灭的佛性，都有常住那个圆满奥妙那个佛性也都在。所以佛释迦牟尼佛把那圆妙那个最后这个威严把它呈现讲出来，让我们能够知道知道这个真理。可是那个自测他错觉了，错误的了解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佛经一定要透彻的领悟不能那个错误的了解，一定要透彻的知道。那么纵然千遍有何所益？不了解真理的话，纵然我们看了有1000遍对我们的帮助也不大。各位有没有这个时常在念那个心经？第一句是什么？什么意思？我们大家大概都知道的意思，就是回光返照，我们自由自在的那个良知良能，就是我们的心回光返照，那个观自在，观就是回光用心来观，不是用眼睛，用心来观，它自在菩萨我们每一位都是自在菩萨。菩就是菩提，萨就是萨埵，菩提萨埵，萨埵就是有情有情识的众生叫做萨埵。菩提是觉，有情的众生已经觉悟了，就叫菩萨。所以我们都是菩萨。我们有情有情识有情识知道吗？
不知道啊。咱知影腰，知影热，知影寒，迄就是有这情事，知道吗？有情事的这个众生，他已经觉悟了，就叫菩萨。然后这个菩萨呢，他是自在菩萨，自由自在。各位浅浅，自己的佛性自由自在了没有？有没有？弄个白条条所以我们就是要训练让它自由自在很活泼的整个呈现在我们生活之中观自在菩萨我们一般解说都会说观世音菩萨，那个不是正确是观世音菩萨的话，对我们帮助就不大不很大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回光返照。我们自由自在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才是真正的正确。然后接下来就是恒生般若波罗蜜多时，对不对？假如说我们念贤生，各位念恒还是念贤？两个都好念贤的话，表示你没有在做了。念恨的话表示你做足久做足久是拢无咧做，没有回光返照就是无咧做已经做足久迄个身就是已经功夫有做足久做身恨就是咧做恨咱用单话讲行道行，听到无？行唔係啦，人講迄個道行真懸，迄個行修持的功夫啦，做行性所以我們了解說，看看我們有沒有努力，真的來做，有的話就有功夫，功夫有的話就很深，時間久，功夫有深，那依賴般若波羅蜜。依賴我們的妙智慧，到達波羅蜜清淨的彼岸，所以我們在生活之中就已經都到達清淨的彼岸，都沒有煩惱。各位在生活之中有煩惱嗎？那都沒有觀自在菩薩，都沒有恒生般若波羅蜜，所以都在煩惱之中。那我們有的話回光返照我們自己不生不滅的真心佛性，然後已經都有功夫，都有般若妙智慧，都到達清淨的彼岸這個時候就照見五蘊皆空就是我們整個五蘊色受想行識全部都是空就已經所有的苦厄苦厄都已經超越了，都過去幾句話就把整個怎麼做都交代所以或許有看那個華首經對裡面的有一段倒是特別的印象深刻他是這樣說如來不以世間共之，世間以我之。我們講過好幾次了，對不對？因為文字我們一看到文字都會講那個如來就是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不跟我們凡人娑婆世界的眾生爭，可是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都要跟釋迦牟尼佛爭，這個是現象，對不對？攏要帶爭，要帶修爭修爭迄個地位你的做我嘛要來做安尼來修爭釋迦牟尼佛說如來不以世間共爭，世間以我爭，世間攏咧跟我爭可是我們真正的進入它的含義那個如來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真心佛性，就是讓不生不滅的真心佛性。各位想想看，我們的佛性是不是不跟世間爭？
世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间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间，它不跟时间争，不跟空间争，只要时间空间呢跟佛性一争的时候啊，我们佛性都退隐了啦，它全部都会让给你，它全部都退隐不见了。我们佛性的修养好不好？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嘛，要把它启发出来应用。不要让我们这个世间当家。我们这个世间就是身体呀，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跟意念，哪一个不跟我们佛性争？哪一个不争？眼睛也争，耳朵也争，鼻子也争，嘴巴也争，身体也争，意念也争，对不对？伊拢要做主啦。佛性里的拢牛力，他都全部让给你了，他退了。等到什么时候一口气不来？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我们那个佛性要出来收拾善对不对？我们这个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一口气不来他非常不负责任，他撒手不管，什么事啊？他造了很大的罪过，他也不管，什么人要管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那个如来要出来管，冤不冤枉？做拢无伊咧做他那个背那个罪都有他的份，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在凡尘的时候就要降服这个世间，降服我们六根，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拢给降服。只要降服了，万年放下了，佛性出不出来啊？如来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个如来一得出来，他就出来，整个就呈现了。所以我们在生活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去做。那各位要了解到，因为我们这个感官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当家已经很久。所以我们启发佛性当家的时候这个感官它会反扑了。我们要有心理准备。你做早干那落来你都要灵魂，知道吗？会灵魂啊未？各位试试看尤其我们这个年岁假如说还不大的话还大的也一样到那个服装店去看服装，或者都讲这个时候到底是眼睛当家呢，还是我们佛性在当家？你徛咧迄橱窗头前你就知影谁在当家。那一直想一丝钱就好，这个一定是眼睛当家，对不对？那你佛性在跟你讲，你厝的衫有够济啊，唔免购买啊。那个佛性的力道真重，很弱不够，这点较水，厝的拢伤旧啊。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在那一种状态之下，就可以衡量我们到底对佛性的那一种这个护持啊，咱的保护咱的佛性啊，到底是多还是少？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个时候就会呈现。所以我们这个生活都是很现实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努力来做。那么行仓呢，忽然大悟就是自测。行仓是他在凡尘用的名字，
忽然呢这个大悟啊，就说呢这个序言，说因所无常心啊，佛说呢有常性。因为我们守的啊，日常生活那个叫无常心呐，然后我呢就讲啊有常性。所以各位先生，我们现在把它换一换文字啊，看看我们了解。因所有常心，佛说无常性。懂了没？各位有没有看书啊？是不是因所无常心，佛说有常性？那现在我们把它念因所有常心，佛说呢无常性，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唔通迄个文字啊，伊安尼记载伫咧咱甲小活用的一个俩的活拢无共样，把它对调，因为我们在凡尘用啊，那个都是无常心。可是我们平常都守着无常心呐，就是日常用的心呐，都是无常心。然后呢，我们现在把那个无常心变成了有，那个无啊变成有，因所有常心，然后佛说无常性，安尼了解意思不？活用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佛性啊，那个叫做有常心。然后呢，佛说呢无常性啊，就佛就讲有常心啊，它可以随缘之用。那随缘之用呢，那个叫无常性。安尼了解呗？懂不懂了？迄嘴咧讲懂，头壳咧摇头，安尼到底是懂还是不懂？嘴讲懂，可是头壳咧摇啊，安尼到底是懂了没有？刚好中道，没有漏两边。我们要学着佛用，因为守着无常心，就是日常生活的心呐，那个都无常。然后佛跟我们讲有常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我们把那个因所无那个无啊，把它变成有，因所有常心，表示我们知道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守着那个常有的心，常有了，这样知道吗？那佛在讲啊无常性，就是我们的佛性不生不灭，可是它可以随缘之用。那随缘之用是不是一直变化？一直变化是不是无常？这样懂了没？有较快比较宽广的对，所以我们就是要这样看经对这里面呢它记载，我们意思呢都知道。像我们刚才讲那个法手经呐，那个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真的不跟世间争了，可是世间都跟我争。那我们在看了几千年了，它还不会有变化。可是我们了解以后，迄个讲咱也低呢，咱都爱甲迄个咱的感官迄个伫咧日常生活伫咧迄个当家做主的咧甲去掉。不是马上可以改变的，对不对？我们可以修入啊，修正进入啊，不生不灭佛性，是不是成就如来了？真正的意思啊，就出来。无佛都应成佛来，伊搁较讲嘛佛，它不会变化，会变化是，对不对？我们会变化，我们现在还是众生，会变化成佛。佛都已经佛了，他再怎么说是佛。你不了解它的含义的话，你吸收不到好处。你吸收得到，安尼就会成佛了，安尼好，我去做。要不要做啊？要就可以成佛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佛讲出来呢，就是要我们成佛。成佛的方法呢，
就是一定要记录真理。不知方便者由称词舍利。假如说呢不知道这个方便法门，就是修持有那个方便法门。那假如说我们不知道方便法门，好像那个称词，就是称天那个水池舍利就是你迄个宝七宝拢不爱叫啦，你捡石头那个利就是小石头啦。小石头要不要捡？捡等于无价值啦定位。七宝要不要捡？那个可以用，还可以布施，很好用，所以不要嗔痴舍利，我们要舍七宝，我今呢不施功，佛性而现前，那个智者行仓呢就讲说我现在都不施功了，都不用功夫可是佛性已经现前了，了解意思吗？讲唔免安那去做建设那个架势全部都不用我们要摆一个架势要照相的要摆cos然后才照得好看师父就讲我今不施功，可是佛性而现前都整个现前。各位浅浅，佛性现前了没？我们头看那个左手边是哪一位菩萨？佛性有没有现前？就是现前，不然怎么知道？就是都已经现前了，这么亲切，有没有很亲切？所以我们了解说呢，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整个佛性跟佛都一样不缺，只是我们不敢当下承担，不敢相信自己就是佛了。所以我们在这边上课一定要一直培养，我就是佛，我就是佛，会不会要培养培养到真正的成佛。那么非执非思相授予我亦呢无所得。假如说这个六祖没有讲的话没有教授无教无教我都拢唔知影。所以这边各位浅显有两个那个含义，说佛性不是六祖这个给他的，然后呢我也没有得到什么，就是他只有本性的呈现这样了解两个意思吗？了不了解？一个就是说六祖他没有讲没有教的话，我没有办法达到佛性会现前，这个是一个意思。然后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的佛性不是六祖他这个教给我的送给我的，然后我佛性现前的时候我什么也都没有得到，是不是两个意思？两个都了解吗？了不了解？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两个意思一个就讲六祖一讲了以后我整个了解佛性都呈现了这一个意思。然后另外一个说佛性我本来就有，不是六祖给我的然后我虽然已经佛性现前，可是我也没有得到什么，只是本来的回来而已。有了解不？所以我们要了解它这个佛经那个包含那个意思这么奥妙不是只有一面它可以面面俱到。那么这个自测的部分呢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底下呢就讲有一个童子名呢叫神辉襄阳呢高4尺，年呢13。这个13岁就已经很努力了，在修道13岁。那么自呢以前来，就是呢那个神秀那个地方来这个参礼
然后六祖啊，就跟他讲，说知识啊，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佛，六甲你的本啊，改带来不？各位先生，假如说这个有讲这个叫禅机语啦，有人问讲啊，你有甲本带来不？你要怎么回答？拿出来看看。老师不是教我们吗？功能被贴到红看将拿着眼睛看着他，会不会啊？拿着眼睛看着他，就是把咱的本摕来啊。这个王波老师教的所以这边啊，这个六祖问的那个神会，说你有甲你的本啊带来啊无？若有本啊则何事子？你若有本有迄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啊，甲你即马认识的主人啊，拄好合作会啦，这样懂意思吗？我们认识的主人啊，跟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我们现在各位先生，它是呢合在一起还是分开？合在一起。它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就是因为合在一起，所以有时候我们分不清，分不清到底是世俗还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各位先生，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不敢肯定有，谢谢。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认识的事那个事主，它有程度上的差别。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没有变化，它呢都是湛然长期。所以我们了解说呢，六祖就讲说有本的话呢，跟那个事主合在一起，这样试收看，你收收看，看看讲出来能不能够呢？真正的那个事主跟你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全部都带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们前面有那个怀让禅师不是讲嘛他说收拾遗物即不重，有没有？那我们看六祖坛经好像是当下就回答，可是要了解到那个已经是回去研究8年，8年以后再来见六祖，说我已经领悟了。他说你说说看，他才讲收拾遗物即不动。我们看起来那一句话没什么了，可是他一回去以后，他把所有东西都拿来跟佛性相合。这个不是所以他回去很忙万物都拿来跟佛性合，才说出那一句话：收拾遗物即不重。我们看那个古时候的那个古人修道的用心或许没有看那个五灯会元或是那个景德传灯录真的还不知道有这一段典故那写得很清楚然后来的时候才讲收拾遗物即不重。然后六祖一听说有一点味道了然后还可修正佛，不过确认一下，一共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六祖一听说染污即不得他就讲安尼借此领悟一下讲即此不染污是知佛之守护呢，如亦如是无亦如是。你看那个就是认可啦，都对，你领悟一定健康所以那个都是普普通通的那个都是那个禅机禅机语那这边呢那个神会被六祖这样一问了以后说以无住为本无住这个无住为本
我们是从那个《金刚经》看到，应无所住啊，而生其心，对吧？啊，他以无住为本啊，各位先生，这样正不正确？正不正确？正不正确？正确呀、应无所住是讲我们那个真心的状态，不要有所住，然后耳生其心我们要了解说应无所住啊，就是空了，耳生其心就是有所以不能进入空，也不能进入有要两个它同时存在无所住空，其心有有跟空合在一起，这样才真的是本已经无自为本这样了解是他哪个地方不圆满嘛？就了解了所以我们了解它是有跟空一无所住，我们的心不要住无所住就空了。可是呢，耳生其心，无住之中有心那个有耳生其心就是有，无所住就是空跟空跟有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本这个地方才无住，是不是不一样？以无到那个往外所以这边以无住为本，见即是那个见就是咱看到的就是主人，所以这个就里面就合理合理我们根尘相对也是见，对不对？然后我们全部把这个眼睛就是不用，然后眼睛不用的时候我们不用眼睛，不用眼根然后眼睛闭下来，各位有没有看见？一样看见，就是看见黑暗所以这个见性见性也是见，见尘也是见你这个见以见为本，这个见即是主这个主到底是尘呢还是现，就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六祖呢就跟他讲说这沙弥争合起次语，这个争合就是要争取人家跟他相同的那个见解，相同的意见争合。我们呢一般呢都会讲说呢，这个当机跟倒头有没有？黑的这啥？他们讲的话叫什么话？不是会随顺吗？各位都没有去这个那个问过那个神明拢唔捌去问，唔捌去问迄个当机倒头。迄个当机倒头，唔是拢会顺回咩？有没有？那一种这争合起次语，当机甲倒头因会顺着迄个来问代志的人会迄个话，然后去讲，有没有？我们有没有那个那个印象？安以顺为美，有没有？就是那个啦，那个叫做争合起次语。次语我们就是了解到不是我们自己生发出来，次熟才是重要我们已经起次语那个就是不重要，这样了解吧？所以那个争合起次语就是没有自己的主张听安那讲，咱就对人安那讲，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边呢六祖就讲说这个沙弥因为他年纪很小叫他沙弥争合起次语。那么神会就问六祖说和尚坐禅这个还见不见？
讲你咧坐禅嘛，有看到家己的佛性无？哦，这个问的怎么样？我们会感觉到很突兀讲连问人讲你坐禅的时阵，你有看到你家己佛性无？然后六祖呢，就用那个智障就打神会三下，用伊的话甲讲三个啦，就问他说五打乳是痛不痛？我甲你拍，你会听袂听？然后神会回答说亦痛呢，亦不痛，嘛听嘛袂听。这个真的是有一点，我们就了解了。以这个现实来说的话，痛的就是身体不痛的就是佛性。说亦痛亦不痛他两边都讲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含理合理那我们修道就不要含糊含糊含糊知道吗？就是没有肯定的答案。那么六祖就讲说无意见亦不见，我嘛有看到，嘛无看到。所以坐禅有看到，那个是领悟领悟家己的佛性。无看佛性没有形象哪看得到？所以意见亦不见。讲的也都是我们了解他们的那个含义。那么神会就问说如何是意见亦不见？是安那迄内容嘛，讲出来听看嘛。这个神会呢，请六祖就讲说无之所见常见的自心过谦。所以这个六祖就讲说我有看到拢看到家己的心嘛有过错唔对这个真的是一代祖师都这样的。那我们平常有没有像这样？看看自己的心有没有过错有没有不对的地方？有没有？有我很理想能够这样就很理想不见他人是非好恶，这个是我们要学我们好像是反过来那个呢不见自心的过谦常见他人是非好恶，文字又不同了有无？有感觉文字不同无？那个不见自心过谦，那个是我们现在众生的毛病。然后呢常见他人是非好恶，有没有？有很现实的所以六祖一代祖师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反过来，别人好不好是非跟我没关系他有功德不会分给我们，有罪过我们不用担，所以不要去检讨别人的是非过恶，不要。那检讨我们自己很重要，因为我们自己有过错了，我们自己要承担那个果报。那我们一直能够反省检讨，过错就越来越少，我们接受果报就越来越轻越少越没有就可以解脱。那是以意见亦不见所以那个见不见角度是在这里。那么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那个六祖就跟神会讲说你咧讲会痛嘛袂痛还是安那如若不痛假如说你不痛，那么同其木石，你若拢袂痛甲迄个茶甲迄个石头较共款全部不痛的话，甲石头甲迄茶拢共款。若痛你若会痛则同凡夫若会痛甲凡夫拢共款你是石头呢还是凡夫所以六祖呢就这样问他假如说呢这个会痛的话，跟凡夫呢激起那个愤愤，就是呢会产生那个生气的那个情绪出来
那么汝向前啊，见与不见呢是两边。哦，你拄则咧讲的吼，迄向前就是讲拄则你伫咧问讲哦，见不见啊？那个是两边。然后呢，痛不痛呢？是生灭。痛的时候生啦，爱听无去啊吼灭啦。所以痛不痛是生灭，见不见是两边，见不见两边。然后痛不痛生灭。我们两边也去掉，生灭也不要，这样了解吗？所以这边呢就把那个中药的这个已经呢阐释出来。汝自信呢且不见感而弄人所以我们重点呢就是要明心见性一定要见到自己的本性。那么神会这个礼拜啊毁谢那么师又曰六祖又讲，如若心迷啊不见，假如说心迷昧没有见到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问善知识啊密路就是要呢问那个善知识啊来找看怎么样可以啊见到自己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如若心悟啊即自见性，心能够领悟啊就可以见到本性。然后呢见到本性啊依法修行。汝自迷啊不见自心你自己啊迷昧看不到啊自己的心，却来问我问吾啊见与不见。所以我们就是把心又错方向，拢咧注意别人别人修了安那好啊歹做了好啊歹别人安那拢真在意家己安那拢无爱去注意，是不是这样？所以这边呢六祖讲得很清楚我们见性了以后啊，依法按照呢这个佛法来修行那么底下呢这个六祖就讲自迷啊不见自心啊，却来问我呢见与不见。吾见呢自知啊我的这个见解修持的程度啊我自己知道取代汝迷怎么会呢替代你的迷昧如若自见亦不待吾迷。假如说你能够领悟了解了，那你也不会代替我迷昧何不呢自知自见要呢自己知道自己见到来问呢吾见与不见所以呢就跟他讲说，你不要问这个问题，你问这个问题已经离题了。那么神会呢在礼拜一拜呢求谢过谦自己也知道自己的那个不对。那么扶勤己事不离左右不离开呢那个六者身边。因为他不离左右，所以或许在那个五灯会演里面就有看到这么一段的记载。这个我们等一下请那个把那个神会看大藏经对里面有6个地方疑问，然后请示那个六祖那或许有把那个里面的那一些写下来有6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问这个戒定慧我们那个荧幕打出来的这个就是神会因为在六祖的身边所以他呢有机会接近呢这个六祖所以就赶快有疑问的地方就赶快问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戒定慧所用戒何物定呢从何处修，慧因何处起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这个神会很会利用那个机会然后他呢这个自己讲说所见
不通流。那六祖呢就回答，定其定其心。我们这个定就是要定我们的心，戒定慧啊。那假如说各位先贤，我们又看到前面六祖他有讲从我们那个自性这个自性中就有那个定戒定慧。这个是看那个大藏经里面又特地提出来问，所以我们一般这个社会凡尘都一直在讲这个戒定慧，戒定慧，戒定慧。那我们对戒定慧的认识也不是说很透彻的，所以神会借着服侍六祖的那个机会前问，所用戒要戒何物？所用戒何物？然后呢，定从何处修？慧因何处起？因为这个所见都不通不流，所见不通流，六祖呢就回答，这个定即定其心，就是我们要定我们的心，心一定要先定，然后呢，将戒戒其行，性中呢常会照，我们性性问之中常常来用智慧来关照，自见自知身。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一句那个自见自知身各位先贤，那个就牵涉到我们的正知正见。自见自知身，那个所见不通流嘛，就是我们对凡尘的一切各位先贤，我们是不是有能守？对不对？有能见有所见，是不是都对待？都是互相对待所以他说所见不通流，所见会被凡尘障碍，会被形象阻隔了。那假如说那个自知，你自己知道，自己知道以后没有能守，已经没有能守所以自知身，自己知道那个深入，一深入以后山河大地不是我们真心吗？还记不记得？是不是很深的？所以自知自知身，自己知道以后自己就知道，原来真理是这么深入的，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会他后来是一方的开创者就是带了很多人带很多人修道。所以他问的问题也不是说普普通通的，就是很有那个内涵。内底不讲完全了解，所以请六祖讲。六祖一代祖师他会解说的很详细。第二题说本无今有有何物？本无今有有何物？本有今无无何物？本无今有，本无今有，本有今无，就是两个对调了。一个呢，本无今有有何物？本无今有有何物？本无今有。诵经呢，不见有无益。真是曲履更密履。这个呢是第二题。然后呢六祖就回答说：前念恶业本无，我们的前念，我们的恶业本来就没有。然后呢后念善生今有，我们后念就是我们能够把握的后念善生今有，现在有。然后念念常行善行，后代人天不久。那个后代人天就是我们这一生寿命过去了以后，等到下一生
下一世啊，那人天就是人道跟天道，不久啊就可以进入啊人道天道，就是进入呢三善道。哦，如今呢正听五言，无极啊本无今有。哦，你现在呢在听我这个讲话，本来没有啊，然后呢出生在凡尘有了啊，这个就是第二题。然后第三题啊，那个将生啊灭却灭，将灭啊灭却生，不了生灭义啊，所见啊是龙马。然后呢，那个六祖就回答说：将生啊灭却灭，令人呢不持性。或许呢，把那个里面的含义这个解说一下。因为呢，我们要了解说，咱要爱伊生出来啊，伊确实灭掉了，将生啊，灭却灭。咱要互伊生出来物件，伊结果灭掉无去啊。然后呢，我们要灭掉的东西啊，直直要它灭掉，伊个直直造出来。有没有这种情形？所以不了啊，那个生灭的义理真理呀，所见啊是聋盲，好像聋人跟盲人一样，拢看不清楚了。然后六祖就回答，将生呢灭却灭啊，令人不执性，不执着。我们那个不执着的那个个性都呈现了。然后呢，将灭啊灭却生。咱要甲灭掉，一个生出来，这个呢令人呢不直见，就不，这个令人心离境啊，让我们那个心可以离境，然后呢这个未及离两边，就是没有办法离两边，自除生灭变，自己呢辞掉。那个生灭的病，好像我们刚才讲那个痛不痛是生灭我们把那个生灭施以变，我们把它除掉。这个呢是第三题。然后第四题呢，先顿呢而后见，先见而后顿，不悟呢顿见人，心里常迷闷。那六祖呢就回答，说听法顿中见。悟法，见中顿；修行顿中见；然后正果，见中顿。顿见是常因，悟中呢不迷闷。这个顿见它是常住的因所以我们顿跟见一下子马上领悟了，那个叫顿。可是呢，我们渐渐的去做到了，见。所以顿见它是常因，常在的因所以不要认为说它是不一样。这个是第四题。然后第五题呢，先定后会，先会呢后定，定会后出，就是后跟先那个出就是先的意思这个何生为正？怎么样才算正确？然后呢，这个六祖就回答，说呢，我们常生呢清净心这个定中而有慧，然后呢，这个一境上无心慧中而有定，所以定中有慧慧中有定，我们了解它都是这个互相扶持，定慧等平等，无先后，定慧等无先，这个。双修自心正，所以六祖一直在鼓励我们就是定慧双修，双修以后我们自己的心就正了。这个是第五题。然后第六题呢，说先佛而后法，先法而后佛，佛法本源，其从何处出？这一题倒蛮重要了然后呢，六祖回答。说收集先佛而后法，收的时候那个就是佛在讲，他证悟了以后讲那个先佛，然后后来就讲法，然后呢我们这个听
天极先法而后佛，若认佛法本根源，一切众生啊，心里出。各位先贤，佛法的根源啊，从哪里出来？从我们一切众生的心里面啊出来。所以不用向外找，向我们内心找，我们内心啊就会生出啊那个佛，会生出法。一切佛法本根源啊，一切的众生啊心里出。所以呢，若认佛法本根源啊，一切众生啊心里面出来，了解吗？这个呢是神会啊服侍在六祖身边，然后利用机会啊就请问啊这个6个问题。那或许呢刚好有看到他是在五灯会里面有记载，他把他呢这个的背诵下来呢贡献给各位。那我们还剩下还有8分钟了，就给各位提问。各位有没有问题啊？8分钟而已啊，剩下8分钟。好，请说。老师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或许刚才这个时间不够用到来讲现在没有这样子的感觉。那如果有的话，像老师今天每天都每个礼拜都从基隆来到这边，那在这个改过程当中，受了高铁要他们那么多的时间，那么你如何去善用这些时间？这个我们才刚讲过6组啊，说我们都会注意别人然后呢这个都忽略自己，他马上就表现给我看。我们要知道这个结对领悟到佛性啊，不生不灭的本体，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走入绝对的境界，就是没有对待，就是没有两边，也没有生灭，走入那个绝对的那个境里面就是最理想。可是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是不变之体。可是我们现在在凡尘要随缘之用。那随缘之用我们要随顺誓言。刚好我们就有一篇叫做《张轴悟道记》张轴悟道记它那个8句里面第7句就是讲随顺誓言无挂碍，就是要随顺誓言那个光明吉兆遍而上，凡圣的寒灵共一家，一念不生全体现，6根才动被云遮。然后一除烦恼从真变，趋向真如亦是邪，随顺誓言无挂碍，涅盘生死等空法。就是那个张轴的悟道记。那或许觉得说这个对我们修道来说帮助很大。他把那个整个本体跟那个随缘之用都全部讲。然后我们在凡尘怎么样来应用，怎么样应对，也都有交代。所以就把它抄成 CD， 然后也印成那个书面资料。那因为各位都不太敢提问题问所以那个如是我闻的那个书面资料后面有很多问题都是台北的浅显问，而且都是蛮重要的。所以各位可以拿回去看那一些问题对我们帮助也是很大。那里面也告诉我们怎么修怎么做都有详细的没有机会来这边上课的我们也拿回去给他看也拿 CD 回去给他听，这样可以吗？还有吗？还有4分钟，好，请说。讲师好，也是跟大家好，或许我很想请教讲师。好，说。在我面前不是有听到有一位的讲师，他
的时候，是灵性出窍去救的一个道亲。那结果这个是车祸，这个道亲是车祸。结果那个道亲后来醒过来的时候，就是家里的包括他的太太、他的孩子，通通都不认识，只认识这位姐师。然后呢，或许就想说，那我们如果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灵性出窍去救人？你这个构想是很好，可是我们这个爱心爱心这个16นิ้自己多少斤两自己先衡量要先学到那个真正有那一个功夫了以后所以先要救自己，先救家己啦。先家己对这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一定要先透彻认识，然后已经把它启发，能够呢到达那个已经都纯养的然后呢那个功夫大概也都够了，那个时候救度众生就很容易啦。然后我们要了解有一些现象都是前因后果，都有因果在那我们这个时机都是等于是大普度所以借的那一些现象就是要广为度化众生重点现在在我们自己本身一定要先把那个本钱先养主，先改免和容有搞尊救起别人就很容易，这样知道吗？还有没有？还有2分钟。袁老师，我想请问你们，马上回答就觉得说，这位讲师是不是功力不够，所以不能去救人？我们这个哪一位这个仙佛呈现的有这样自己讲说，我功力够，我可以都去救人，有听过这样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纵然你真正的救了很多人你也不用炫耀所有的众生都是我们独来佛性之中的众生，并不是外人，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救人也是救自己那没有值得那个炫耀的地方你炫耀的就表示你有那一种分别心有分别心还没有到达佛性本体还没有到达绝对的那个湛然常寂所以那个还要再努力修了，这样了解吗？会的人不会说他会他真的他说他很了不起的人他一定起不了。下课，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浅显，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德，然后谦大德，以及感谢各位浅显给佛学机会学讲。然后我们今天又重回来讲这个观世音菩萨修持法门耳根圆通。我们上次曾经有讲，可是没有讲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的反应说听不懂接触的时间不多了，所以那个时候一讲下来，里面虽然会学觉得说内容是很充实，可是因为听不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再讲。那因为又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了，可能现在来讲会听得懂的，那或许又讲慢一点一定要能够懂。
因为这个耳根圆通呢，对我们修道非常有帮助。我们能够呢实际的进入那个修持的阶段，对我们帮助会很大。各位手上都有这个古观世音佛，教观世音菩萨。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同一个法号，那个名称相同。所以这个观世音佛是古时候就已经有，然后呢这个观世音菩萨，那个是圆通古佛又来化身以后呈现，带领这个坤道来修道，所以我们了解说，都是同一个名号，所以古时候的观世音佛来教这个观世音菩萨。那么现在呢，这个观世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座下的上首这个观世音菩萨。那个下首各位先生是谁？对，就是大势至菩萨。这个上首是观世音菩萨，下首呢就是大势至菩萨。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呢闻声救苦，然后大势至就是要我们实际的去实行。所以这个三佛我们呢在看的时候都是三佛一体。阿弥陀佛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心。然后呢，观世音菩萨呢，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然后大势至菩萨呢，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行持都是在我们身上。所以三佛一体。那我们后来的那个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呢，文殊菩萨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然后呢，普贤菩萨呢，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实际去做的行为，就是呢普贤，就是要去做，都是三佛一体，就在我们身上。这样各位先生可以听懂的意思吗？借着那个外佛来启发我们内心，我们内心呢本来都具备，我们这个三佛一体。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最后一个问题有讲，佛法本根源其从何处出？有没有印象？那个神会在问六祖，说呢这个佛法的根源起的时候从什么地方出来？有没有印象？然后呢，那个六祖就回答：若论佛法的本根源，佛法的根源，一切的众生心里出。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所有佛法，所有的佛，都从一切的众生心里面出来，从我们的心里面出来。佛法从我们的心里面出来。佛从我们的心里面出来，所以我们要启发我们自己的那个心里面的佛。这样了解意思吗？会很深吗？因为我们都会追求外面的佛啦，不知道我们自己心里面就有一位很亲切的佛。就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佛法的根源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启发，所以我们先认识再完成生活的心，我们再完成的生活的心就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那六根六尘六识3、6、18这样把它汇合在一起就会形成18层地狱。
我们都讲18层地狱，对不对？它就是从6根对6尘产生6识所做下来的事情，就是进入18层地狱。所以我们修道的时候6根6尘6识不要拿来修道，拿来修道对我们道修不成。所以要对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时候没有6根，没有6尘，没有6识，全部没有了，叫做没有心，心都没有了，叫做道。所以那个司空山本性禅师就讲无心是道。那个无心就是没有四心，6根6尘6识产生的四心我们都不用，叫做没有心的。那个没有心就已经就是道了，已经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所以这个时候万缘放下的一念不生，全部就是不生不灭真心。这样有没有认识？是不是或许一开始讲就一直这样讲？就是我们要了解到根尘相对的，因为它会变化。我们的根各位浅显要了解到，我们6根一样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看的那个角度形象，跟我们长大以后看的角度形象又不一样的。小孩子他看得近，然后把那个很小的东西看得很大。等到我们长大以后一样的景象我们看起来变得很小。所以呢，在我们的6根来讲，它也在变化。在6尘来讲，变化更大，都是一直无常在变化。那我们从无常变化的根尘相对产生的念头，那更是一直在变。所以那个就叫不正。不正呢就叫邪，叫邪见。可是我们假如说跟凡人讲，说我们的见解都是邪见，我们绝对不承认。说我们真正的看到、听到摸到自己切实去行持怎么会是邪见？那佛是站在真理的角度来说真理是不会变的。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它是不会变的。所以我们就要从真理的角度，从我们不生不灭佛性的角度来看。那要看呢，就是一定呢要万缘放下，万缘完成的所有变化，我们都放下。这个时候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呢，就恢复到了我们本来那个不生不灭真心佛性的本体。那真心佛性本体没有形象，我们看不见，我们也听不到，也摸不着，可是切切实实存在，要用领悟。所以这个心领神会所以各位手上呢都有那个如是我闻的 CD 有那个张佛秀才悟道记，这个里面呢都是在讲我们要怎么样启发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只要你看了听了知道怎么样修了，就叫摸着根摸着根成仙做佛，摸不到根瞎修行。所以老前一直在讲说我们修道一定要摸到根这个很重要。那或许因为之前这个是96年的时候在北部讲的，那个时候浅显把它抄录下来。那或许说这个性理心法不要落入文字所以那个时候或许并不主张把它印因为说以心传心以心译心重要，就是要了解重要。可是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大开普度了，那或许又拿回来看的时候我说这个可以来给一些没有机缘呢听到或许讲的来看，所以就把它印出来
那个是台北的钱选一个字一个字写他用那个随身听录音带然后这个听了一句就把它暂停写下来，再听一句又把它暂停再写下来，是这样出来的很有心那各位看的时候因为我们有那个 CD 可以听所以有一些字没有校对就印了所以有一些错字它考验我们自己的智慧听的跟看的把它连起来错了你自己改过那个字印错的话你自己把它改过来这样就好因为要在校对在印的时候又要拖一段时间或许又很急性子说印就印，结果印好了才知道说有很多字印不对我说没关系又有 CD 可以听那重点呢都可以去抓到重点所以各位回去假如说没有时间对吧进我们这个心理心法班来听这个现场呢比较有契机没有办法来的话就听那听那个张所悟道记张所修财悟道记就是比较没有接近这个心理心法的听的会比较明白如是我闻会比较深一点，它比较讲心理心法因为讲到真如那真如假如说全部都没有接触的话会不飒不知道在讲啥张所悟道记很明白凡圣寒灵共一家一听就明白所以那个可以给没有机缘来听的人去听去看那个张所秀才悟道记各位手上都有嘛要想多拿的话我们两边都还有希望各位多拿各位可以个人都拿一叠回去或者更高兴我会请北部再印会再印看要多少我们都印多少下来像这一次这个耳根圆通之前我们不是大家都有了吗那或许想说有了一定也会忘了带来所以我们这一次又印而且又印了很多300张绝对够我们用的那也希望各位多拿回去也有没有来这边研究的人看那个很里面的那个深度很够能够懂的话对我们绝对帮助了所以这边呢后续就先呢把那个背景讲一下那么观世音菩萨呢跟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众生结的缘很深厚所以呢到娑婆世界呢来帮助释迦牟尼佛转法轮现在呢帮助呢弥勒祖师弥勒佛来收业所以我们在那个礼节里面诸天神人以后再下来就把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个摆在我们老师师母之前对不对就可见这个观世音菩萨呢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很有缘分所以这边就有写下来说以娑婆世界众生缘分很深厚那么发愿要度尽阎浮提的众生我们这个南赡五洲叫阎浮提也叫做红尘红尘滚滚减凄凉那个是或许之前唱的歌那个歌词里面就这样红尘滚滚就是时间一天接一天一年接一年然后我们遭遇的事都很坎坷所以景色很凄凉那呢这个观世音菩萨说我们这个众生太可怜了他要度尽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他才愿意成佛了可是还没有度尽就已经成佛了南海古佛那所有那个地狱那个鬼魂
那个地藏王菩萨他也要度尽，没有度尽也是不成佛。可是已经成地藏古佛了啊，也是成佛。那各位就是要了解不是说他们呢这个希望说要有佛的那个果位啊。所以我们信分之中啊都有慈悲喜舍。最后一个啊就是舍，舍啊就是什么都不要，连那个名分果位啊都不要。所以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他那个果位啊佛的果位他也不要，把它舍掉所以已经呢都不要舍掉。可是我们众生呢不会说因为他舍掉了我们就不称呼他了，一样还是称呼的。那我们凡尘都会执着名相那个名啊跟形象，我们越执着我们就是了解说我们越狭隘加黑啦一舍掉以后啊就很宽广非常宽广。那我们了解说那个观世音菩萨呢他也是一样说重点所在就是要度化众生，把娑婆世界的众生呢都度尽了，所有众生都成佛了。因为众生本来都是佛，都已经成佛了他才愿力成就那个是他的愿。他现在虽然已经成佛了，可是他也没有舍掉他的愿力，还一直在动一直呢在度化众生。那么观世音菩萨的修持方法呢，从闻思修这个闻思修就是三慧三种智慧啦。闻就是闻慧，然后思啊就是思慧，修呢修慧都呢这个在智慧之中闻思修，然后进入呢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正定就是从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发挥出来的正定这个定很重要。那我们凡尘呢所修的定大部分呢都是难修易坏。我们修了很久，一下子一个声响，然后一个景象，就把我们的定破坏。可是从我们的性分出来，那个定完全不同。像我们古时候都可以听到呢那个贤人在讲说那个富贵不淫有钱的不淫乱不乱用贫贱不移虽然很贫穷很这个地位很低，可是呢他的志气都不移转然后威武不屈，受到人家恐吓他不害怕然后泰山崩于前，刀既加以拨，不动声色。这个全部呢都是三摩地，都是从我们佛性本身呢发挥出来所以那个就不受外境的影响。我们外境不管好不管坏外境好不会骄傲，外境坏不会沮丧这个真的就是呢真正的我们人生价值所在这个人他非常有自己的那个志向我们要追求就是要这个样子有定力，从佛性发挥那外面的形象它一直在变化，我们就不要管它不要在意所以呢我们从呢那个闻思修进入三摩地。那观世音菩萨呢把自己所修持的法门提供给我们呢众生娑婆世界的众生来修持这个很重要，把他的那个好的殊胜的怎么修成的告诉我们。那么底下呢就讲说人间的道路千万条修士呢至高，就是我们在人生要追求的方向非常的多那我们呢要了解到说能够修道修自己不生不灭的真性佛性那个就是最高的
不会后悔。那我们追求凡尘的名利、荣华富贵那个都是过眼云烟很快就过去了。纵然我们能够赚到整个世界，可是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空手让人，都全部是别人的啦，没有一种我们可以带走。所以我们在凡尘的时候就要看清凡尘的这个现象。我们在凡尘之中，寿命都有限不过100年而已。我们要在这有限的这个生命当中做最无限的那个无量的那一种理想来前进。不要追求这一些物质现象。我们有的吃有的穿，可以遮风避雨就好了。在生活条件越简单的话，我们修道越容易。那假如说我们越挑剔生活要过得很如意的话，那我们的佛性就修得不光明。因为会互相对待就忽略了。所以我们对物质的生活这个越简单越好养。苟简易养老子讲说咱的生活就简单就好饲的啦。各位浅浅好饲歹饲真好饲尤其我们修道随遇而安真好饲不挑剔各位挑不挑剔？有的吃有的穿就好了这个现在因为环境好小孩子很会挑剔真好物件好吃都不爱吃所以这个环境不同。那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在凡是一些物质都变化无常不要在意。我们在意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硬要全部把注意力都投入。我们找一条唯一后悔的选择就是修道。修道就是不会后悔。当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还会很高兴，说我这一生走对了所以这个就是不后悔的选择。那么能够活出人生最深的价值。我们到凡尘来最有价值就是能够修道就是能够度化众生这是最有价值勤求无上正觉佛道可以一劳永逸我们在这一生之中一定要追求一世修就一世成，一世都可以修成不用再来了我们这一生就是最后生，往后不再来了。我们往后不再来凡尘出生那这一生之中就千万不要造业造业会被业推到现象来还债。那我们不造业就可以不来那努力把自己不生不灭佛性那个本体使它恢复光明。本来就很光明那因为我们在凡尘造了很多业，所以使它黑暗。那现在使它又恢复所有那个佛性里面没有的东西都去掉我们佛性里面没有贪嗔痴那我现在最大的毛病就在贪嗔痴。那所以我们把贪嗔痴去掉去掉以后没有贪嗔痴就非常广泛我们那个佛性就可以发挥整个功能作用都呈现。那么可以以十方之佛把手言翻，就是我们可以跟十方之佛就是站在一起同等地位就是我们也成就了我们也成佛了。然修持的法门1000万条我们要怎么修那个法非常多了每一条那个方便法门
都可以啊，让我们修正成佛。可是呢，我们要找一条哦，选择一条简单、很简单，然后很扼要，然后又很容易呀，又很快速，决定成就，这个呢就很重要，然后呢说到这个简单，但呢耳根啊一门深入。很简单呐，就是从耳根一门深入，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从耳根来修啊，耳根圆通。刚才呢，或许听到外面打雷啊，又下雨，非常高兴啊。说今天刚好要讲耳根圆通，这上天在帮助我，下雨了，打雷了，可是我们开始讲又停了。因为一下雨啊，而且那个又很大，倾盆大雨，我们就可以听到雨声啦，可以把我们那个佛性整个啊，都呈现。因为雨啊，是整个都在下，所以不管是我们这个左右前后全部都是雨声，可以把佛性整个都拉出来，又有打雷。刚才各位有没有遇到呀？还有没有听到打雷呀？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耳根修呢，很容易，很容易修持，因为我们这边很殊胜，就是很清净啊，这个叫做最高品质啊，静悄悄。那我们要了解这个听到静悄悄的是谁？就是我们的佛性啊，我们那个耳根圆通啊，虽然没有听到声音，可是听到静悄悄，静悄悄一样，就是我们的佛性听到，假如说没有听到，怎么知道静悄悄？就是有听到，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耳根来修很简单，简不简单？又不敢回答，太简单了啦，所以因为太简单，我们日用而不知，日常在用，可是不知道，不知道呢，我们佛性呢都在日常之中已经在应用，不知道，因为不知道呢，所以就会发生问题呀，那么说扼要第一个简单，第二个扼要，第三个容易，第四个快速，有没有？然后呢说这个扼要，就是入一无妄，入一呀，就是进入道，这个一就是道了，进入这个一就没有妄，入一呀无妄，懂意思吗？我们进入道。进入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那个妄就没有的啦，就没有妄了。那我们假如说没有进入道，没有进入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就会有妄。那个妄呢，就是变化的完成的一些这个现象。那我们会在意，那我们会跟成相对，产生心，那个都是妄。那入一以后啊，进入我们佛性本体啊，就没有妄。你有了解要知道文字虽然很简单啦，可是里面的含义啊很好我们平常都在妄之中，就是我们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它呢一直在变化，它因为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称呼呢叫做妄。不会说常住啦不变，常住不变呢才叫真啦，这样了解吗？我们平常生活在真之中还是在妄之中？都在妄之中，一直在变化，所以叫妄。那我进入一以后，进入到我们佛性不生不灭本体啊，就入一了，就已经进入了就没有妄。你有了解不？
所以我们在做耳根圆通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用耳朵的听，不是用耳朵的闻，而是用耳朵的闻性。第三个第一个听是耳朵的功能，第二个闻就是加入我们听到声音，加入我们的意识，那个叫闻，那个也不要用。然后用第三个就是闻性，闻性呢就是那个不生不灭，没有对待，没有变化，一旦听到会知影，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安尼有清楚无？爱记袂使用闻，闻第二项就是咱听到，然后产生新意识。就是把咱的情绪拢藏落去，咱拢伫这块经营的生活，我们都在这一种现象之下。我们听到声音，加入我们的新意识，那我们的新意识变化很大，所以不要用那个来修不行，不可以一定要用闻性。闻性呢就是绝对的它没有对待没有变化，这样了解吗？我们有时候都没有启发他啦，都没有认识他，以为说，我都听到都去参加我的新意识，拢个参到，迄就对啊，唔对那个不对那个是我们生活之中造业，咱业就是有遐做来，咱听到外口的声音。把咱的意识、情绪拢参落，搁再去发挥出来的行为那个都叫造业啦。那我们用耳根圆通的时候是要用那个入一没有对打，没有两边，这样了解吗？听有无？安尼有较慢啦讲较清楚，可以听到的。入一就无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自己心都要笃定，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一定要启发，咱启发咱不生不灭佛性这一那个都没有对待的，在我们万年的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呈现就是一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那个就叫一那就是咱佛性本体一定呢我们要认识进入了进入佛性本体了，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已经可以可以脱离这个生死的轮回，6道轮回都可以脱离，你知影无？真重要所以咱就爱日常生活就把它启发把那个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启发，然后入一就无妄这就是2要，已经呢进入无妄的时候比6支根一时清净。我们进入一的时候那个6支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全部都清净，就是全部不让它当家了，已经一在当家。你知影无？我们在生活之中为什么会造业？就是咱的6支根咱的6根在当家了。目睭要看，耳孔要听，鼻孔要鼻，嘴要吃，躯要摸，意念要想，都是他在当家啦。伊咧当家拢做一寡无好的代志，拢要甲咱带去地下去。所以我们不要让他当家，用一用佛性来当家。所以入一就无妄，那个妄呢就是6支根啦。6支根拢清净啦。拢无互伊咧换手头各位先生，现在在家里什么人咧换手头？一定有一个当家的有没有？
财政部长哦，就是咧换手头啦，哦，我们呢咧换手头爱交互咱的佛性本体，互伊来换，伊来换就袂正业，不造业不受苦就解脱，所以那个六支根呢，就一时清净。那么第三个容易呀，收容易啊，善相跟风，闲流还稳，这个这个容易啊，真简单，就是呢，在我们那个耳根啊稳性之中，稳性我们不是都是被外面引诱吗？对不对？现在我们把它旋转，还稳啊，稳咱的自性。这样会不会？就是讲咱听到外口的声音嘛，卖去分辨迄个声音的内容，然后我们呢来分辨啊，能够听到声音的是谁？安尼会晓袂？会当听到声音的，就是咱的佛性本体啦，唔是佛性听袂到声音啦。咱即马一般人咧应用啊。譬如讲有一只车经过，咱怎样讲？这只车真新，行过无声有声，咻咻叫真好听。或者是讲这只车真旧啊，敢若东公啊车行过哩哩落落。我们都被这个现象引诱，然后呢去辨别那个声音的内容，这样就已经向外，这个叫做顺流。顺着外面流走了，然后还稳自性都是听到声音，咱就爱了解讲听到声音的是啥啦，这样会吗？很容易啦，对不对？就是不要进入那个声音的内容，而是说能够听到声音的那个就是佛性本体，这样会了吗？差别很小咱拢比如说听到人家在讲话，人家讲话我们会被他吸引，拢会去想讲伊咧讲啥，然后从他讲话的内容我们去反应，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尤其他讲得越小声的时候，咱的耳孔压入来咧听，然后听了以后会想说跟我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利害关系？若有就会扣完了，对不对？这个叫做已经顺流，然后我们要呢旋转，让我们能够听到讲话，那个声音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听到的，我们就是这样。真简单啦，咱简单的拢无爱，拢爱真复杂的。人家讲什么讲得很复杂，听啊足闲的，你嘛搁直直咧听，对不对？你把它旋转过来，我会当听到，迄就是佛性本体，安尼样咧。所以这个呢很容易的我们只要呢旋流啊还稳。就是稳自性的，不要去稳那个凡尘事。所以凡尘啊都是尘垢，都是尘劳啦，凡尘劳劳碌碌所以我们就是要要背尘和觉，把那个凡尘的事啊都放到背后，把觉性拿出来，跟觉性合在一起，背尘然后合理，所以我们呢。有时候啊，那个双掌一合啊，那个就是最让我们了解。只要双掌一合，因为我们那个右手做的事啊，左手做的事都是凡尘事啊，凡尘的事不做了，合起来，你无法度做凡尘事，把凡尘的事都放到背后，你这么双掌一合啊，良心就掏出来，就跟觉性合在一起了。背尘凡尘放到背后，觉性拿出来，跟觉性合在一起，安尼就成佛啦。
所以这边呢叫弦流缓文呐，就是文字性。那么说快速啊，自入流往手，自极昧现前，或二殊胜啊，这个已经呢到达得真三昧了。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很快速入流往手。那个入流进入圣贤的末流，已经扭到仙佛的三级尾已经入流，所以或许又把它呢这个解说，我们所有的凡尘进入耳朵以后都不要停留在身上，让它流走入流，然后往手就是把那个能手都让它消失，不要有能手。就往手的入流往手，所以很理想，从入流往手开始做，一直到极昧现前。极昧现前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呈现在眼前了，就成就了，所以很快速，已经呢得到两个殊胜，真三昧也已经得到。那么底下就详细的说取内容，说呢那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耳根圆通的内容，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从呢这个三会闻会、思会、修会进入正定，闻呢是耳识以及同时意识，这个闻。就是我们的耳识以及同时意识，然后思修呢，是独头意识，那个思跟修两个是独头意识，它呢没有掺杂外面的因缘，是独头意识。那么闻思修三会为进修戒定慧，三无漏学是阶梯，我们要。进修戒定慧，要有这个戒定慧，所以蛮重要的。我们要有那个戒定慧才能够进入那个三无漏学，就呢这个闻思修，然后戒定慧，蛮重要的一个阶段。戒六祖讲呢说我们自性里面就可以有，从呢。那个自性无非，没有不对的自性已经戒了。从根源做起最容易最简单。那假如说我们从四相来戒的话，那个就比较琐碎，都是比较不容易去达到。那从根源，从心里面心里面没有非，没有不对的，这样自性就戒了。然后呢，这个心里面没有乱，自性就定了；心里面没有无明，自性就有智慧了。所以戒定慧就在自性之中，那个是最理想的啦。可是我们一般都要呢收那个相，那收相我们了解到比较已经呢粗浅一点，可是呢我们也要了解，也要知道。从呢那个戒定慧来修呢那个三无漏学，那么一级转凡入圣的正途，要怎么样呢来转这个凡人，然后进入那个圣贤，一个正确的一个途径。但是呢，本法的宗旨在玄妄归真，耳根圆通呢，它的宗旨就是呢旋妄，把妄都旋转，然后归到真，就是把假的都去掉了，然后呢用我们的真，舍事用根，把那个事认识的事就是舍掉，然后用我们的根源，用我们那个呢佛性本体根源，舍事。我们认识的事会变化，所以把它舍掉。它生灭的，然后根呢，就有能生的意思根源，从根源来修持。
我们呢摸到根啊，就可以呈现作火，所以从根来修。故呢，这个稳慧啊，慧呢这个在讲我们的耳识，所以我们了解啊，那个稳慧，稳思修啊，那个稳啊，稳慧，我们听到，就是要了解啊，它已经智慧在里面，听到以后，智慧就具备了，稳慧，稳啊，有里面有智慧。所以听到呢，是实语啊，上圣法门是真理的，那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不是呢，我们耳识。那么乃至耳根啊，是稳性，就是我们耳根里面的那个稳性，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么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内不随分别的耳识，外呢不闻所闻的生成。就是里面啊，我们那个心意识很讲，可是呢，不要随着它，不随啊，分别那个分别心呐，那个心意识啊，分别心不要随它，那个耳识啊产生的分别心我们不随着它，然后外面啊，不闻就是呢不进入啊那个所闻的生成，那个声音那个叫尘六尘之一啦。这样了解吗？各位浅显，差别很小我们去闻生成，跟你用我们那个闻性啊，闻性跟你那个闻生成啊，它差别很小。刚才或者讲，我们去辨别声音的内容，那个叫生成，就是凡尘啦。那个凡尘的会污染我们佛性，所以我们是要旋转呢，那个闻机呀，闻的动机，就是谁听到啊，就是佛性听到，就是要抓着这个佛性听到，可以的，不要去随着声音一直在流转变化，因为声音会有变化，会有流转。那我们不随着，这样了解吗？一定呢要详细的了解内容。我们做耳根圆通啊，就怕我们变成在追外面的生成，那这样的话做不成功夫啦。所以要了解说，是要用闻性，听到的是谁？那个重要，就是闻性，不生不灭的，没有对待。那进入生成以后哇，那就千变万化了。有一些声音会引起我们很高兴；有一些声音会引起我们讨厌。那我们有高兴有讨厌我们就有取舍的心。取舍的心一出来我们就造业。我们造了业就要受苦，就连带一直下来，很微细这个地方很微细，所以我们就不要进入内不随分别耳识，就是心意识不要用，内不随心意识，然后外面呢不随生成，还能怎样不？一定要了解伊的内容，就是要把我们佛性这个呢不住在身里面，要使佛性出来，只要你呢一听到呢这个外面的声响，哪个地方有声响，佛性在哪个地方，这个是耳根之前我们有讲那个眼根就是这个满眼本灰色，有没有？讲那个眼根就是呢闻书常触目，还记得吗？记得就是我们眼睛所见到的我们假如说以为眼睛看到，那就变成很狭隘了。那假如说是我们的佛性看到，那就很宽广。那佛性看到就已经是启发文殊了，文殊已经出来了。那无私的妙智慧让我们佛性呈现，
所以看到众生哦，你看哦，都不同的面孔，一样七孔啦，可是大家拢不同款，啊，大家无同款，咱拢了了分明，对不？啊，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啊，就是一，就是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还有清楚不？有没有？哦，所以凡心所在啊，一切心能分别明了。你心里都有，你拢清清楚楚，哦，那个就是真心所在啊。哦，咱用眼根的修吼，较容易吼住相，啊，所以用耳根吼就比较理想。所以耳根圆通啊，不只有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哦，他也讲，他是从耳根修成的。哦，文殊菩萨自己讲哦，就在我们哦耳根圆通的那个最后面呢，哦，文殊菩萨自己讲，哦，最后面那一段，文殊菩萨讲说，我也是从耳根修成的，哦，那个最后面那个我们会讲到，哦，现在各位也是可以先看一下，哦，看那个文殊菩萨讲说，我也是耳根修成的，所以就知道哦，耳根啊对我们帮助很大。就是要了解它的实际的怎么做才可以啊，按实际怎样我们呢先呢启发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已经认识了，认识以后才把它从身里面延伸出来，卖互伊敢若拢带在身躯啦，拢带在身躯咱的身躯爱互业咧杀，业甲咱去倒来就伫倒现象。然后呢，我们现在把佛性已经启发了、认识了，然后就把它修持，让它离开身体。开始的时候呢，紧紧啊就好，然后慢慢的可以延伸到宽广，然后宽广到整个虚空法界都遍满我们整个真心啊。那个时候啊，这个身体的生死啊就不管紧要了。佛性已经弄出来的时阵啊，咱的身躯还有一堆水有风土嘛，众缘际会皆有用的。我现在还给天地，可是我们还没启发之前就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们死掉了，你活先要去倒，没地气啊，所以一口气不来啊，就满眼都黑暗。没有路可以走，那我们现在啊，把佛性可以启发出来以后，这整个空间都是我佛性的所在，都是我佛性要走路，所以就很宽广。那很宽广可以出来，可以自己主宰的时候这个身体就还给天地，就不用怕生死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关键点就在这里。我们凡人都把佛性局限在身上，所以身体就会很重要，我们就贪生怕死。因为死了以后又会被这个现象推，所以我们那个台湾话都讲贵心，死掉是不是叫贵心？就是这个身又够一个身啦。咱就讲贵心，某人一贵心啊，贵什么心？所以我们就看我们凡尘所造的业，做得好，贵心的贵去天生啦，天生天的心就可以当那个六欲天或是那个去天神仙，王爷妈祖山神土地，都可以构成那个身。那假如说做得不好的贵心贵去精神的心，贵去地狱的心，贵去恶鬼的心，就过身就过到那边去了，贵心，蛮传神的啦，无死贵心俩，过一个身，都是在，所以身体是天地的物体，水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所以我们一定呢要好好的借假修真，把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修正出来，很重要。我们凡尘就是少推广，所以我们呢众生六道轮回不绝。那假如说我们可以多推广的话，使众生都知道，本来都是佛，
可以跟整个宇宙虚空合在一起的，可以成就的。那我们呢，就努力朝这个方向。内呢水分别的那个心意识，外呢不闻所闻的声尘，那个听到的声音只是要喜欢我们佛性而已，不要进入那个声音的内容。但闻能闻之闻性，能闻的闻性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像我都听到，就是咱佛性本体所以那个叫做能闻的闻性，谓之呢闻慧，那个就是三慧之一闻慧，然后具本觉理起始觉智，本觉理的是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从佛性本体然后启发我们那个开始觉悟的智慧，启发了我们开始觉悟的智慧，就是把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那个叫始觉智，开始觉悟的智慧，就是不要用我们那个第六的那个意识不要用，我们用妙观察智，所以妙观察智就是讲见非功，就是见到非有为功用。我们的妙观察智可以照非有为的功用。那么非有为就是无为，那无为就是佛性本体。那我们妙观察智就可以见到我们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意识那个第六意识不要用，我们把它转成妙观察智，就是来观察凡尘的所有一切。那么凡尘的所有一切原来都是我们真心佛性。这样的话就见到佛性本体了。见到佛性本体那个叫做始觉智，已经开始觉悟了。那个智慧已经呈现了。那我们有开始觉悟就来关照本觉理，本觉理就是佛性本体然后合于大觉，非常广泛，我们觉非常宽广，然后到最后成就见觉。所以始觉智关照本觉理，合于大觉，成就见觉。这样有印象吗？有没有？就看我们想不想做，想不想成佛。想的话就把第六意识我们那个胡思乱想那个第六意识把它转成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就是能够见到佛性本体，来关照佛性本体。然后让佛性本体合于大觉，跟整个虚空相合。然后久了以后就就近觉觉已经就近了，到达目的了，到目标了，就已经成佛了。还有印象好像很沉重所以我们有这个始觉智以后不着空，不着有，不着空就是完空了，不着空，然后不着有，不住相，不住在形象，这个不着有。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的生活我们很容易着相，着相就是有啦。那我们很努力都全部不着相了，可是却着空，很容易都是两边啦，不着有就着空，那着有不行，着空也不行，我们不着有不着空，这样不空不有可以进入中道，所以那一次或许说到底各位是和尚还是和尚？那个浅说和中，那个很理想的可以和中，中道就是不容易
我们呢都容易两边，像凡尘的现象，白天黑夜春夏秋冬，我们要是了解到我们是容易住相，很容易着相，那假如说我们很努力相都不着，可是呢却着空了，早已完空了，那我们要了解说着有着相不对，着空也不对了，都不会成就。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那个才是中道。中道就是佛性本体。我们早已佛性本体回到佛性本体就已经做佛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被做佛了都要达标，努力就会成就了，绝对也可以成就的。所以不着有不着空，这两边呢都不着。那么一味的还稳自性，就是呢能够稳自性，就是回光返照时时刻刻我们都回光返照，不要把这个精神外放。我们很容易把精神外放，被这个整个造化引诱。那引诱以后我们所有的养分就会用光了，就要赶快再吃了。为什么有的要吃很多？就是喜欢精神外放。所以各位浅显，精神外的厉害，吃东西要吃的很多，才营养补充的够了，他不会胖。假就这个为不一样，有没有这样的人？知道为什么吗？就喜欢精神外放，假就这个才会不一样，那就是喜欢精神外放，才会这个吃不胖。那假如说我们呢，这个时时刻刻都回光返照，肚子也不会饿。不会很饿，吃也不用吃很多，那个养分就会在身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造化都是在引诱我们呢，精神外放，那我们精神一外放以后我们就会讲，这个人都没精神，有没有？没有精神就是他已经消耗掉。那我们假如说能够养精蓄锐，精神都不外放，不胡思乱想，就会累积那个养分都在身内。那养分都在身内，时时刻刻都是精神很饱满。精神饱满的话比较那个灵智我们灵比较灵活。灵很灵活，我们会对真理的认识会比较容易进入，容易透彻。那假如说迷迷糊糊我们迷迷糊糊的时候这个不清醒对真理的认识就不容易那不容易认识真理很容易那个造业做错，那业一造了以后就要接受果报。接受果报就迷糊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呢，我们要自己本身就是要努力进入我们那个佛性本体，这个回头是岸。我们回光返照叫回头，然后呢，只要回光返照，就已经到达清净的彼岸，所以回头是岸。肯不肯回头要到清净的彼岸才我们人生价值。那么谓之还稳自性呢，谓之思慧就是呢我们有那个思慧。那么念念玄往托念内服就是我们所有念头都旋转，把那个妄都去掉，不要就旋转到真的回来，念念都是真，所以要托念内服所以各位浅显，
有没有看过那个强力胶啊？哦，那种凉的嘞吼，尤其那个肾尖啊更凉。肾尖啊，看过没有？一肾之间就把你凉到那条条爆不开，有没有？哎，那个强力胶啊，我们要脱黏，凡尘拢把咱凉条条，凉不掉无？凡尘拢凉得足掉的，拢把咱袂成分袂做混啦，拢去互凡尘凉掉的。所以咱来脱黏，脱离啊这个凡尘的迄重力股啊，莫去互凉的，脱黏，然后内服就降服啦，咱哪会去互凡尘凉掉的？就是因为咱内心内底啊，拢咧追求这物质啊，咱就要甲伊降服。降服呢，我们那个内在的追求，所有一切，我们都能够降服，降服它的，内服啊，这个很重要。我们内心啊一笃定了以后，佛性本体呀，定力就出来。那假如说我们这个三心两意呀，一直想东想西呀，都呢追求物质的生活。那就不容易降服啊，我们那个妄想心，所以那个脱黏内服啊，这个实际啊要去做，那个功啊要自己这个做。那么福归呢，圆真降服啊，能够归到我们那个圆真，圆就是本来，真呢，就是真的我们本体。你看。这个真的啦，还是让我们真的可以耳根圆通，不管是这个东西南北啊，全部都在下雨，所以你看我们那个佛性很圆满，整个都呈现，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那个闻性都有听到语声嘛，有没有？对，听到语声就是佛性本体啦，都已经呈现了。虽然现在身体啊是在佛殿里面做，可是我们整个佛性呢都充塞，整个周间周围空间呐，我们都充塞了，有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修耳根圆通的殊胜，很殊胜啊。因为是有声音比较容易我们去比喻。静悄悄的时候也是佛性听到的，可是那个就比较不容易，不容易说有啊，我有听到啊，听到静悄悄的时候我们的反应都说无听无听，是不是这样？当我们听到什么声音都没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反应说无听无听，对不对？无听无听。我们不会说有啦有听到静悄悄，不会那样说啦，那个是研究写心法才有，才会说听到静悄悄也是佛性。所以呢，我们了解啊，福归圆真啊，也就是降服，归到我们本来的真，就是佛性本体啊真，来归到真心。那么为之啊修慧。所以闻思修三慧啊，全部呢都呈现。如是闻，如是思，如是修。所以各位手上都有如是我闻啦，就看看那个如是啊是怎么讲，讲得很详细啊。各位有听了没？那个如是我闻啊，有没有拿回去听啊？那个上个礼拜啊，我们有记。500片的那个如是我闻，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带回去听，而且带多一点啦，给亲朋好友，他没有来研究的话，可以带回去给他听。那手上资料也都有，有那个如是我闻，有那个张轴悟道记，那张轴悟道记也都在各位那个椅子上面也都有放，要多拿的话，旁边都还有。可以多拿回去啊，那个比较没有接近道场的，没有实质在研究的可以听那个张轴悟道记，比较
这个白话一点，如是我们是有比较深一点点，这个是浅显反应啦。反映说那个要研究，如是我们才听得懂看得懂，那一般的话那个张手悟道机就可以，所以没有接近这个道的话，就鼓励他先从那个张手悟道机入手。如是闻，如是修，这个日久功深花本明要，就是修的那个日期已经久一点，比较功夫深。那功夫深的话，它会发本，就是发挥我们本来呢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明耀，就是光明照耀我们的佛性本体它本来就很光明就会发挥那个照耀功能所以发本明耀，然后可以解开6个结，就是我们都完成了，就是把那个干，把这个6个结解开了它就成佛了啦。打开几个结，这边有写第一个呢就是动，第二个呢就是静，第三个呢就是根，第四个呢觉，第5个空，第6个昧。它的动就是完成所有动向，我们完成所有的这一些呢，都是动向，我们对完成所有动向已经都没有生灭心了，那个就解开动的结。然后呢，静悄悄是第2个结，第2个结打开呢，就是呢进入静悄悄，也不住在那静悄悄的境界里面，那个已经也是蛮殊胜的那个景象，不住的话呢，就已经打开第2个。那么第2个解开以后就进入第3个根，就是我们6根不给6根当家，6根的结也解开了。那第4个就是觉，我们有能觉有所觉那就是第4个，那已经呢没有能所，就已经打开了，进入了空，空呢就是什么相都不住了，相都不住以后，那个微细的那个还有，所以那个第5个空解开以后，才进入第6个。第6个的昧就是极昧了，到达极昧的状态，就要恢复到本来，所以这个6个结全部都解开就可以破5蕴，5蕴就是我们5蕴，5蕴呢色受想行识可以破除的，能够破5蕴呢，色受想行识超越5浊。5浊呢，结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我们在5浊恶世咱拢伫个5浊恶世，内底咧生活，所以我们这个破5蕴超5浊，5蕴5浊呢，都超了，就可以证圆通，证悟圆通，所以我们各位可以写，我们刚才听到那个比较大的雨声呢，你看是不是很远？远有没有？远，然后有墙壁我们又通，有没有通？所以证悟圆通，证悟圆通，我们佛性呢具备的，它就有这个圆通，然后入三昧，就是进入正定。我们佛性呢都整个启发以后可以进入如如不动的那个真如，一真就一切真了，所以呢这个又比较深一点的，真如一真呢一切真，所以我们了解说进入这个三昧，那么始觉智已经契合本觉理，那么谓之如幻稳心稳修金刚三昧，
我们就是要了解加两个如幻，就是要我们不住相，什么事情啊都是变化无常，那我们很容易住相。所以呢，在正式的修持的时候啊，我们也很容易进入法执啊，那个执着。那我们用如幻两个字啊，就会让我们对所有的一切那个修持啊，都固执。那不固执的话，就容易进步。所以执着啊，全部呢都能这个去掉。所以啊，如幻。然后呢，稳心稳修，就是呢，我们要还稳自性。那自性呢，我们认识的不透彻，所以要熏习呀。熏习的久，自然啊，就可以很熟悉，那很进入。所以呢，我们讲说我们佛性是如如不动。可是呢，我们讲如如不动的时候不容易体会啦。所以或许才会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说呢，我们有玩过相机的人都知道，我们那个按快门的一刹那，绝对不可以晃动，一手一晃动我们洗出来的相片模糊前，所以一定呢就不能动，如如不动，一按快门出来很清晰。那我们的佛性呢，就是这一个状态，跟这个原理是一样，它如如不动。我们头虽然在动，可是我们看到的景象都很清晰，就表示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如如不动，动是身体，佛性没有动，所以看才会很清晰。那我们就了解说，如如不动的真如性本体，就呈现整个空间。这个要一直熏习稳心稳修，不是说听一次就会了啦。除非说我们已经是那个佛菩萨来示现，他才会马上一点的通，就可以全部恢复整个功能。所以我们要稳心稳修。就是一直进入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金刚三昧，金刚就是佛性本体了啦。三昧就是正殿。我们佛性本体本来就有金刚三昧，可是我们都没有启发，没有进入实际的修持。所以我们就是要自己努力。那么底下呢，观世音菩萨自己细述次第解决修正的过程，要怎么样来这个修持，观世音菩萨呢自己讲。那么这个经文不多了初以稳中，就是呢开始修道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初，那用什么方法呢？用稳用稳来修。那观世音菩萨呢？是在普陀山海边然后听到呢那个海浪来的声音不是嚓就很大声，对不对？然后它会退潮退了以后不是静悄悄的吗？有没有？他就呢一直在听这个，声音一来了有声音声音去了没声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在用然后呢他就听到的时候有声音稳那个稳性听到，然后呢退潮的时候静悄悄也是稳性听到静悄悄所以他就听这一种声音在修，所以初以稳中，然后呢入流往守入流就是所有的不管是动不管是静有声音没有声音他都呢一样让他呢不住在心上。那个入流是进入圣贤的末流。那实际的做法就是声响有声响没有，一进来你的身以后，你让它流走入流，这样会吗？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入流啊，在这个叙述的时候啊，虽然说进入圣贤的末流，可是呢，我们做功夫的时候啊，就是怕我们住相，声音进来了，住在我们脑海里面，就住了。它这个住不让流走的话，会不会形成障碍？会形成障碍。所以入就不要住，让它流。出流会掩尘啊，入流要照现。入流啊要照现，就是你听到声音以后，那个听到声音的是谁？就是佛性。那入流以后是不是照见佛性？所以入流就照见佛性。然后我们精神外放的叫出流，出流就跟凡尘攀缘，出流眼尘，因缘攀缘凡尘。入流照现啊，出流眼尘，跟凡尘攀缘。我们众生在生活之中啊，都是出流眼尘啊，没有入流照现。这样懂意思吗？我们听到声音没有去回光返照，就是我们佛性本体遭遇没有照见本性啊。那现在呢，我们做功夫的时候就是要一直能够回光返照，就是入流。就是不管你听到声音，不管听到什么声音，就是佛性听到，他只要记得是佛性听到，不要进入深层。声音的内容不要管它了，只要知道是佛性听到的，那个叫入流。所以呢，这个入流以后啊，后面不是往守吗？就是要把那个能守都让它死亡，能守啊。所以或许不是讲嘛，能守就是四相。用比喻的来讲，我能看。能看的就是我相，所看的就是人相。那所看的差别重生啊，叫众生相；连续不断的看叫寿者相。就是有能守就有四相，懂意思吗？往守啊，就是把四相都让它消失，没有能看的我相，也没有所看的人相，也没有差别重生的众生相，也没有连续不断的寿者相，就是往守。这样会了吗？很细很微细，就是把那个能守让它消失，没有能守。那我们只要没有能守，就没有对待。没有对待，就真的照见本性。本性就是没有对待，所以呢，入流往守，照见本性以后，把所有事相都去掉，已经呢没有了，没有事相。这样会吗？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清扫自己家门口的垃圾，在清扫的时候那个心态。假如说要互娱乐，你在清扫人会咧娱乐对不？会不会？人哋讲迄个迄真骨力咯拢会安尼外口扫扫清气，人家会称赞，对不对？那我们有经过人家称赞，以后你在清扫等不等待人家称赞？这个叫能守啦。那假如说我们是一种心态，我厝的头前我家己扫清气，这是我应该做，这样就没有能守了。这样懂吗？是不是差别很小？在心里面咱心有咧想，互人娱乐，那个就有能守啦。你想讲这我应该做的，那就没有能守。这样懂吗？所以完成了，只要我们做事是我应该做的，就没有能守。那我们有期待的心那个就有能守。
这样会吗？那我们生活之中能守多不多？就表示啊，我们不是从佛性在生活，都是从现象在生活。那现象生活之中呢，都有能守。那我们在佛性啊，生活之中就没有能守。所以我们要自己努力啊，这个往守啊，就是要自己努力。往守了以后，才没有事相。那没有事相以后啊，佛性才整个呈现。那我们有事相就有六道轮回了。这样了解了吗？那么守路啊，积极，那个前面的往守的守跟入流的入，这两个啊，全部都急，急呀，就是如如不动。守路啊，积极，都已经到达如如不动，就是已经很理想的状态，可以照现了，可以呀，离掉能守了。这样懂意思吗？所以这个守跟入，守就是往守的守，入啊就是入流的入，守入积极，都已经到达如如不动了，到达最理想的状态，动静二相啊了然不生，到达这个时候啊，就已经呢这个动跟静的两个相，了然不生。这两个形象呢都在，动静二相都在，了然就是讲清楚了解，可是呢不在心中产生，这样懂意思吗？动静二相啊，现象都有，可是我们的心啊已经超越动静，还有了解在实际的来讲。就是呢，我们听到有声音叫动，听到没有声音叫静。那我们假如说还在声音的有跟声音的没有，那就我们心中的动静都很明显。那已经超越了有声音跟没有声音，我们都超越。这个叫动静二相了然，可是不生。不在心中产生作用，还有了解不？就是对凡尘所有声响，你都呢可以很超越，就是了解到所有动静啊，所有凡尘的有声音没有声音，都是呈现凡尘的景象。那凡尘的景象啊，都是变化无常。你都可以啊，不在心中住，不在心中产生影响，这个叫了然不生。有了解不？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不是说灭掉所有声响，不是灭掉所有动静不用灭，是我们的心超越。我们的心已经超越了，知道呢，凡尘所有动有声音，所有静没有声音，这个都是凡尘的事，都是成功。这一些让我们劳劳碌碌，那我们已经不在这一个劳劳碌碌的现象之中，所以叫做了然不生。那已经蛮理想的状态，可是呢，不要住。如是渐增，要呢还要渐渐的努力增加，就是要向上再精进，渐增啊，闻所闻记，闻呢就是能闻，及所闻，能闻跟所闻都记，就是没有能闻的我，没有所闻的声响，没有能守的。没有能闻的我，没有所闻的声响，所以闻所闻尽，已经尽了。要了解能闻的我，所闻的声响都在只是心超越了。心已经超越能闻跟所闻，
然后呢静稳啊不住，那个稳已经静了，又是很理想的一个境界。可是不要住，一住了就进步不了了，都无法度进步。所以那个稳已经静了，静稳又不住，然后下来啊，那个稳那个性啊又进入那个觉了，进步啊到觉。那个第一个觉啊，就是能觉，它后面所觉，这能觉啊跟所觉空，能觉，这个时候啊，进入到已经能摸到佛性的边了，那个能觉以及所觉，能觉所觉都空，不是有形有相都没有，都是空。能觉跟所觉啊都是空，然后呢又不能住就进入那个空觉局也，空跟觉啊，它到达极点都很圆满圆融，所以呢那个觉所觉空，空觉局也，到空觉啊，很能够呢，很圆满圆融。那么底下呢，空手空昧，这个呢，能空跟手空都昧，没有能空，也没有手空，到达这个时候啊，就已经所有的凡尘的生灭都完全解脱了，所以到达生灭寂灭。所有的生灭都全部灭掉了，极灭啊就现前，那个极灭，就是已经呢佛的果位呈现了，极灭现前。所以呢，从那个入流往手一直到极灭现前，这个就是呢修持的过程，就是这么的那个简单扼要。很容易的，只要我们呢这个努力啊，这修持都可以达到。那么上啊，这个禀受法门是教，就是禀受啊，那个观世音古观世音佛，那个呢就教。那么持己啊，依教所起之修，按照那个教，然后呢，我们真正的实际来做，那么持以稳中者，即最初呢由耳根的稳性之中下手起修，这个呢又详细的来解说，那个观世音菩萨细数的那过程。那么以耳根之中的稳性啊，这本觉理，本觉理呀，就是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叫本觉理。然后取如幻啊，是始觉智。那个始觉智啊，就是从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本觉里生发出来的。然后我怕我们住在那个始觉智啊，那个很殊胜，很理想，所以加两个如幻。就要了解说，这个虽然很好，可是呢，是一个修的过程，我们要用的，到达目标就不要了。所以用如幻让我们不住相。那么为能观呢是观智，那个始觉智啊，就是能观的那个观智，能观的智慧，即妙观察智，就是我们的妙观察智，以能稳这个因真之稳性啊为首关键，这个呢后面呢就是所闻，前面呢就是能闻。前面呢能观，后面就是所观，这样了解吗？就是有能手了。那我们做的时候啊，不是说一下子就把能手全部去掉，是要有那个过程，要有手段，要有方法，这样知道吗？始觉智啊，那个开始观照的那个智慧，那个叫能观的智。然后我们所观之见，就是所闻的声响，就一定呢，会有能手，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修持的过程啊，我们就是要经过，
要经过的时候啊，要有能手，要有能有手，能观的妙智慧，手观的那个境，是什么样的景象？是我们所面对的目标，是要你实际的去做，做的时候很明显，做到成就的时候才把能手去掉，这样了解吗？是有一点因为很细腻所以是有一点感觉里面很复杂。其实做起来习惯了是很容易的还没习惯之前就是稍微用一点心，不要偏的，一偏差以后功效就没有所以呢，开始就是小心点内不依妄事分北。就是不要用心意识，外呢不随生辰流转，外面不要随着生辰流转，那个呢能够听到声音的佛性本体就好，从根这个根中本觉的妙理，本觉就是佛性本体，那个理就是性佛性，我们那个奥妙的佛性，从根中呢本觉妙理。起如幻始觉的妙智，这个起那个始觉妙智是从本觉妙理出，所以这个理智是体的。那么以智来照理，稳心稳修，我们就呢来稳心修，不可这个错用阴心，这个我们心一定不能错用。日常生活之中呢，惯用的是四心，而四心呢是修最大的障碍，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日常生活呢很习惯用的就是四心四心是生，那我们不能用生灭心来修，一定要用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这很重要。所以四心就是我们修道最大的障碍，不能够成就，都是用四心在修在做事。那么用此生灭的四心修道，决定不成就，就是千生万世拢修为行所以一定没在用。所以必须呢舍事用舍掉我们的四心。根尘相对的那个心就是用我们根万缘放下念不生那个呢佛性本体那个根源根中所具备的本觉我们六根里都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才是呢成佛的正因我们成佛的主要因呢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那个呢一定要启发要认识。那么依之为本修因自可严惩果地修正找到佛昧的心自然就可以修到佛的地步。那么入流往守入流是对出流来讲，耳根呢随闻出流会追逐声音，是结辅之源那每去白条条都是这样，都是呢我们随着生辰，然后一直追逐这就有白条条。寻声呢故流转六道追寻的声音我们去做才会流转六道轮回也是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性精神都外放，所以起后造业迷惑了，不了解真理了，不了解那个实际的状态起后就造业，因为业造了业就要受苦。那么若能还稳就是回光返照，还稳入流呢就照现我们刚才讲的能够入流就是反过来看那个听到声音的是谁，那个就是佛性，入流呢就照性即是呢解脱之本，我们就有办法呢这个解脱。即所谓呢回头是岸，精神呢只要一回头，立刻到达清净的彼岸，当下即是佛性全体都记住，不缺分毫
一点点的不缺不缺分毫，没有三心四相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呢这个重要就是要了解说我们本来佛性都记住了，没有三心四相，可是我们都把它呢不善于运用，就有那个三心，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尤其我们年岁越大，就会活在过去的那景象之中，过去心很浓厚，所以跟老一辈的人这个聊天的时候他就好像那个录音带那个导带，所以你跟他讲了1次、2次、3次、4次他都讲相同的事给你听，那个就是生活在过去啦。那我们要了解我们有过去心有现在心，有未来心，就被3世摄受。过去心就是各过去世摄受，把咱起，然后现在心现在世摄受，未来心未来世摄受。然后我们被3世一摄受。有过去世，有现在世，有未来世，就是6道轮回啦。那我们没有三心，过去心过去了，不要去想我们想过去被人欺负了2度伤害。那假如说想过去如意了他不会回来，所以过去就让它过去。然后未来你不要策划，你策划未来是我们身体要用的，佛性不用。佛性你不用策划未来，所以你策划了赶不上变化，所以不要策划，然后不要有现在，现在不住了。我们说现在已经2秒过了，现在又过了，现在又过了，说现在不住，过去已经过去，未来还没到，现在不住，三心都没有，3世摄受不住，3世摄受我们不住，整个不生不灭佛性呈现在眼前，这样了解吗？所以年岁大的不要胡思乱想，为什么？因为念头就是业啦，咱起心动念的修那都是业。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累世轮回太久，不可能不造业啦。然后业它已经形成在虚空之间，你不要胡思乱想，它不会来让我们遭遇。那你一直胡思乱想，就是这一个缘把你往前世那一些业把它拉来，跟你现在的因缘汇合，你就要去遭遇。那你遭遇的时候你会怨天尤人，说我又没有杀人放火，又没有做坏事，怎么我的遭遇这么坎坷不通顺？他不知道是自己胡思乱想来的，所以要跟老一辈的讲，过去让它过去，不要再想，再想了往后的遭遇不通顺，会使自己身体那个血液循环不流畅，会有病。要跟老人家说，我们都缺少这方面宣导，所以一有空闲的，营养嘛是营养，都爱妄想。所以有台北到青州讲，读壳都生出来，无好的想都浪费。不要那样那样造了业受苦的是自己所以我们爱做因先，会晓做未？做好因先，拢难受，有用无？咱咧是真无用对无？咧起心动念拢足无用的。咱就卖起心动念，做好一先，一点拢卖生。整个佛性本体都呈现，跟佛都没有两样，都一样的。
理不理想？哎，很理想哦，就是我们要做了。还15分钟了，各位要不要问问题啊？不问的话，我还要再讲哦，我在讲课。要问还是要讲？有问题哦，一定要问哦。所以哦，这个有疑不问，或者都讲哦。我们不要把那个正面的哈当成负面的。我们不是有这边哈，这个晚上可以不用睡觉嘛哈，白天不用吃饭，甚至都不用呼吸，有没有？你看哦，这个都是黑龙瑞水修呢，叫都修啊。这个第4禅的状态都要呈现的，可是哦，我们都把它当成了什么？哎呦，啊人拢咧困，我无困哦，安尼敢会使？安尼我来找医生，然后吃的东西哦，身体就不舒服，还勉强吃，无食袂使，大家拢咧食，哦，食的身躯无爽快，过来找医生，然后哦啊，佫唔免喘气，安尼我嘛有问题呢，经过来找医生。不是把正面都变负面嘛？哦，所以或者就鼓励啊，我们人是半阴半阳哦。你假如说这个晚上哦，精神都很好，不用睡觉，那就不要强迫自己睡啊。干嘛一出门安眠药？哦，出到后来都神经麻痹，不要睡就不睡啊。只是那个时候啊。不睡的时候哦，不要胡思乱想。我们人哦会辗转反侧，都是头脑哦不让它清醒。他较想赢啊，拢直直甲想，哦，那个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在那种状态之下，哦，就呢观点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哦就有去体会那个整个活性呈现的状态，哦。你白天的大家起来要跟着起来，晚上要躺你就去躺，不躺也可以啦。哦，可不倒单啊，不是有人不倒单的吗？我们知道那个水口广清老和尚啊，他就是不倒单，就是晚上不躺着睡觉了。那你精神好就可以不用睡啊，不是要多人1倍时间的吗？哦，那肚子不饿啊，就不要吃。你感觉到大家吃，我无吃袂使，那你泡一点的流质的那个什么粉啊来吃就好了。那不用呼吸也不要呼吸啊，那个毛细孔会呼吸嘞。我们要了解到修到你后来的时候，真人呼吸一种，就是我们脚底呀，真人的呼吸呀，从脚底在呼吸。不用鼻孔，不用那个毛细孔，是用脚底在呼吸。你可以不用睡，可以不用吃，可以不用呼吸。已经到第4禅了呢。初禅啊，是离生喜乐地，离开欲界的生死，进入那个喜乐。然后2禅呢，就是定生喜乐，从定从性分之定产生喜乐。3禅的时候啊，就离开喜乐，进入妙乐，进入妙乐3禅啊，是妙乐，所以呢，我们了解到第4禅啊，舍念清净，那个第4禅的舍念净啊，不用吃，不用睡，不用呼吸，然后呢，差不多接近了，又可以进入四空天，进入呢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天。它再进一步呢，最高啊，就是灭受想定，就是那个大家的现在在云林的那个鸡足山入啊那个灭受想定，他要等待我们弥勒祖师下生。那弥勒祖师在多久下生啊？我们这边前不是讲嘛，56亿万年。他要在那边住56亿万年，不用吃饭，不用睡觉，
用呼吸，要经过呢56亿万年，很理想的，不要把它当成病啊。去给医生看的话，医生头大了，这个头很大。后来还有一个医生不错，说你去研究3度空间。不一样的啦，整个都不一样。所以或者都鼓励人家问了，你不问的话，把好的变坏的追加糟糕了。所以或者有听有一位这个前贤讲，说他就是因为晚上睡不着一直吃那个安眠药，然后安眠药吃1年后来都没效，吃的没效。为了睡不着，他很烦恼，结果就自杀。自杀的时候喝农药，那喝农药在河边喝了，他喝了以后很难过，那个河边那一些杂草都被他拔那一些杂草，可见那个难过的程度了。我说年岁大的那个睡不着觉，那个是器官老化都已经用过头了，那个跟修是不一样的啦。那我们年纪轻轻的这个睡不着觉，那个氧比较充足，所以不同那个状况是不同。老年人器官退化，所以会有老人痴呆症。然后我们年轻一直修，换年换下一念不生那个一念不生不是老人痴呆那个是修出来的你现在说要不起心动念，那困难；不修的话很困难你要修到念不生，是经过长远的时间修持才可能。那你修到一念不生，整个佛性本体呈现，那有没有身体没关系你都在佛性之中了整个虚空法界都是你的法身，不是最理想的吗？所以一定要问有疑要问不要变成负面。无彩咧修修安尼久啦生久啦世这本钱拢累积较少袂晓用所以要问。还有7分钟，要问都没问题这么好这个或许以前这个在努力追求心理心法的时候就是找不到人问这个问我们是可以问可是回答的问题我们不会满意这个回答一定要按照真理来你讲出来不合真理，人家哪听好，请说。请问刘讲师，您的指示要办收银，然后收银16亿万，那什么问题是什么意思？16亿万。好，请说。这个在现象之中因为弥勒祖师下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平均的寿命84000岁。那我们现在众生的寿命都不满100岁所以要到达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寿命都能够有84000岁的时候那要经过很久时间所以以那一个现象来推测大概就是要经过56亿万年。可是我们要了解那个是现象，可是现在我们弥勒祖师就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了。我们不是说吗？时事古今不离当年，有没有？还记不记得？就是时事古今我们时事呢就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3世，那3世各有3世就9世了。过去世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现在世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未来世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加起来不是9世了吗？
然后我们现前的一念加起来不是刚好有14吗？那14的古跟14的今，跟往后千亿万年前、千亿万年后跟现在，我们现前的一念就具备万年。所以以往的庄严觉，往后的星宿觉，现在的玄觉，不是各有千佛吗？都有千佛。庄严觉的千佛已经过去了，玄觉的千佛现在弥勒祖师是第5位他后面还有995位。那我们这个这个玄觉过去还有星宿，天上那个星宿觉，还有千佛，所以那个时间是非常的长远。可是呢，所有的长远的时间是讲相，那我们的那个理真理就在当下，我们现前的一念，我们这一念具备千亿万年，这样了解吗？那我们追求就是追求眼前空主的现前的一念，就已经具备了所有的那个活菩萨呈现了。还你听有无？比较抽象所以你要用真理的角度来看，真理是如如不动的，现象是千变万化。我们了解千变万化，我们住在如如不动。这样讲了解意思吗？就是我们面对千变万化的现象，我们不要住相，然后我们记得住在如如不动的那个佛性本体之中，跟佛没有两样，是一样的。那现象就让它现象。我们只要都不住相，离相，后面2个字呢？明佛，离相明佛，只要都离相了，形象的相离了，语言的相离了，文字的相离了，事情的相都离了，就叫佛啦。安尼会样会。所以若要讲看现象千变万化，看不了啦。所以让它自然去变化，然后我们住在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本体之中。所有万象万事也都是佛性生发的啦。没有佛性的话，就没有万象，就没有万事。还有2分钟，好，请说。让问题大家听到。我们3期大概补助的是上部7天科，对，7天神仙，对，河汉星宿，对，全部都补。你想去度仙佛吗？对，因为现在这个三桃大概普渡了，所以不管是一些7天神仙，因为我们要了解当7天神仙他都是对凡人有直接的贡献，就是有帮助凡人，他才进入那个7天神仙。那假如说他这个想这个度化众生，不在7天神仙想的。那我们也可以度他求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道的殊胜你7天神仙都有那个期限，你做了多少的好事有多少的福报，那个年份那个期限都有一定。那只要那个期限一到，你又进入轮回了。那怕我们在当7天神仙的时候骄傲。拢互人咧拜的时阵不知不觉就骄傲，骄傲以后他的气数一到了一落入就三恶道，人道都没有机会了。所以有那个机缘的话，伊若规暗时拢甲你拜托，你就难多了。原来是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千贤，大家好。
不学占道天师德，老天天大，及感谢呢各位天贤给或学机会学讲。好，我们今天呢一样接着讲跟圆通。这个上个礼拜我们这样讲，各位天贤可以听得懂吗？有没有可以意会的？跟第一次讲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第一次呢，或者看各位听了以后有听没有懂，然后完全呢都不知道那个里面的内容。那我们呢，因为对这个修持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呢那个时候就讲，等到我们呢稍微能够领悟的时候，我们再来说。所以呢，我们这个第二次呢，又开始讲，那或许就讲慢一点，就是呢，重点呢要在能够听得懂，要会做，会做呢才有功效，我们都修到蛮久的，各位天贤修到久不久了啊？都蛮长一段时间的，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假如说回顾我们这个进入到以后的一些呢，这个修为我们会觉得说，进步的那个程度并不大，因为在心性方面没有了解，不了解的话呢，我们的进步就不会很大。那我们呢，这个修跟圆通重点一定要在呢，先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对呢，自己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已经有一点认识。各位认识了没有啊？有的时候已经认识了，有点点了，点可能要做别的体会，说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有时候这个呈现我们呈现呢我们那个真心佛性的时候自己并不知道。像呢我们上个礼拜有拿那个当走秀才悟道记里面就有一句讲说呢，趋向真如亦是邪。各位有听吗？有。了解那一句的意思吗？这个又是有听没有懂，听是有听了，没有懂所以呢，那一句那个趋向真如亦是邪它就是讲我们已经在真如之中，不能再趋向真如了。已经在真如之中，那我们又趋向真如的话，就是我们的头，然后上面再按一个头，这样知道意思吗？就已经不对了已经是错误了。所以在我们万年都放下，那一念不生。这个时候了了分明，那个知觉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一个本体一定要启发，因为就是这个成佛的成佛就是这一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就是那一个没有限量的要用体悟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呈现就是真如就是我们本体了一定要先启发这个，然后再来做耳根圆通把那个佛性让它延伸到我们的身外到整个虚空跟虚空合成一体，这样了解意思吗？会不会有一点深不会已经听了很久了。下个礼拜就已经9个月了。已经听9个月了。算时间过得蛮快。那歌也都或许很感到很赞叹，领悟的都很快，因为北部的浅显大概都要经过1-2年才能够领悟，才能够听懂。我们竟然还不到9个月就可以听懂了，高不高兴？很不容易因为这个心理心法
就是都没有形象。我们把没有形象的东西呀，用语言文字把它描绘出来，然后让我们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我们一进入了以后那已经就在真理世界了。所以或者开始讲以来全部呢都是在讲真理，都在真理里面。像我们讲那个时事古今不离当年，56亿万年以后就在我们眼前当下这个念头，这个都是真理。然后佛世间在凡尘讲经说法49年，那佛就讲他从出生一直呢到修成佛，到呢入昧，他不动分毫，就是如不动，一点点都没有动。那我们在凡尘看的现象不是这样是从出生以后然后呢慢慢长大，然后呢出家修道，还偷跑的去修道，然后成佛了以后讲经说法19年，然后进入涅槃。我们看的是这样，可是在真理世界它是一点点毫厘都没有动。我们都没有听过这个观念，对不对？所以在真理世界之间我们一念就1万年，1万年就在我们一念之中，所以我们眼前的这一念非常重要。我们要保持没有三心，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那我们有三心就有四相。这个各位三心知道吗？什么叫三心？对，就是过去心、现在心跟未来心。过去心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要去想，我们过去的就让它过去。那未来的我们也不用策划，那我们要了解，那个策划未来是我们身体要用，佛性不用。那我们现在心也不要，因为现在它不住。我们说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都它不住。那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三心都没有，三世就摄受我们不住。三世过去世可能 keep 不掉，未来世也摄受不到，现在世也摄受不到。那三世都摄受不到，我们整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就呈现的都是佛性本体跟佛都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行为作为，我们自己有三心，所以才引起四相。四相呢，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一般呢都在文字方面的。那或许都讲我们以实际的来讲，只要落入能手，就有四相。所以我能看的就是我相，然后一定有手看。那手看的就是人相，那手看呢差别众生就是众生相，连续不断的看叫寿者相。落入能手，我们了解就已经有四相。只要落入能手，我能听，我能闻，我能做，我能怎么样，都是四相。那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没有三心以后就没有四相，因为三世都不摄受。三世不摄受我们没有六道轮回，有六道轮回就是被三世摄受。所以在我们生活之中我们就是要注意不要有胡思乱想的心，不要起心动念，念一起就叫业。我们已经造了业，所以我们看那个黄母性子十界有那个三山坡那个是一念无明生三系，然后呢后面就是境界为眼长六出，有细还有粗，从一念无明生花，我们起心动念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就让我们落入凡尘了。在凡尘里面生活，因为有念头才有三河大地，有三河大地我们才出生出生以后造了业才有业果。所以那个境界
有环境，有界相，为眼因缘，然后长六处出来，一念无明呢生三息，我们是这样下来的，所以上个礼拜有讲，说我们有6个劫到凡尘来怕6个劫，要转去爱把这6个劫头开啊，6个劫，第一个呢本来都是极昧，极昧就是咱佛本位，极昧。我们把极昧如如不动的那个全部什么都没有的，没有烦恼的那个极昧就变成生昧，起心动念。所以第一个头一个劫已经怕一个劫，极昧变生昧。然后第2个劫本来是真空，真空咱无爱，咱变完空，怕第2个劫，变空。然后第3个劫。咱的那个觉，咱的知觉性，那知觉性呢是一个，可是我们从知觉产生不觉，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就无明。第3个劫，第4个劫就是咱的根，咱眼耳鼻舌身意6根。本来呢，我们了解这个根根本是要我们从佛性发挥来用。可是我们跟6尘相对跟尘相对，就产生6识。我们把6识当成心，所以又变生灭心了。所以第4个劫就是根，然后第5个就是镜相，完成的所有那个静悄悄的那个相镜相，是我们的第5个劫。第6个就是动。动就会引起我们注意所以动就是第6个劫。那我们回去也要把这个6个劫都解开。第一个就是从动，把这个动的那个劫解开。那动的劫我们了解完成了所有声响，有声音叫做动。那我们要在有声音之中解脱。我们现在大部分都会被声音束缚，叫声给咱绑起来，咱听到声就叫声来给咱指挥，咱就去做，就被声音束缚，这个动被这个动的声音束缚。那凡尘所有的广告它一样要动才会引起我们注意所以那个动最容易让我们这个起心动念。那我们知道完成的所有，不管是声音，不管是形象，不管是事情，它都是因缘际会才呈现，都是变化无常。不要住，不要把它呢当成固定放，不要住在相，不要住在相我们第一个那个动的结就可以打开，动结一打开以后我们不被那个动的形象、动的声音引诱，那不被呢这一些声音引诱束缚，也叫声绑起来。这样呢，我们就已经呢把那个动结解开了，不受它影响了。这个叫做已经呢打开结。那么第2个呢动已经解开以后第2个就是静，那个静就是完全都没有声音的时候。那么没有声音也一样是我们佛性面对的。这个虽然已经比动要进步了，可是毕竟呢还是很粗浅，是跟动相对的。也要把静的结也解开。所以动静这2个结解开了以后，那个根源，我们那个完成的那一种诱惑力量就已经不大了。要我们投入凡尘去追求大概就不会了，不会投入凡尘追求。然后呢，再接着了解说我们6根，面对6尘产生6识。那我们呢，在日常时候用，事来则应事去则静，不被它这个左右，不被它主宰，这个很重要了。因为我们在凡尘会被我们6根主宰，造了很多业。那已经不接收6根的指挥，我们呢就接受佛性指挥。这样的话呢，那个根的结就可以解开。
哦，第三个，然后再下来就是觉，那觉呢，或者就讲，哦，那个啊，也不合上，也不合下，合中的啊，我们这边发明的啦，那个合中哦，我们这边发明的，那个合中很理想，哦，就是时时刻刻啊，跟中道合在一起，把凡尘哦放到背后，背尘呢和觉跟觉都合在一起。哦，所以跟觉合在一起呀、就没有那个不觉。那么没有不觉呀、我们觉的觉已经打开，那个觉打开以后，得细感，然后呢又进入以后啊，过去都讲，我们已经启发我们不生不灭佛性跟空间合在一起，整个空间啊都叫真空，有佛性在。那我们把佛性集现在身上。让这个空啊变完空了，这个空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完空。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做跟圆通把佛性延伸到空间出来，这个时候啊，整个空间都是佛性，所以叫真空妙有，真空妙有，我们第五个觉啊又打开了，然后又回到最原始状态，那个如如不动。或许不是讲说我们有玩过照相机的人都知道嘛，那个啊，我们按快门的那一刹那，镜头不能晃动，一晃动洗出来的相片啊，模糊不清。所以我们那个佛性啊，它是如如不动，那个叫寂，寂啊就是如如不动，就是呢寂昧，我们已经回到那个原始状态了，第六个觉就打开了。你怕那个该怕鬼啊？各位打开了没有啊？还没啊？他先知道了先知道怎么打，因为或许有讲过了可能对六个觉啊都蛮疑惑，所以我们在上课之前啊，先把这个稍微提示一下，然后当我们再看下去再来研究里面的详细内容，就容易做。会做了我们一段时间呐。各个绝对知道说不一样的，我们整个人生都改变了，我们自己心改变，我们的家人一样跟着我们改变，然后我们的亲朋好友看到我们改变，也跟着我们改变，整个环境都不同，所以就很理想，我们可以了掉很多的业障，而且又可以利益很多众生。都可以修正成佛，只要我们启发不生不灭那个真佛性，那个是成佛的正因，正确的原因就是这个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个时候那个了了不明的知觉性，那个就是本来面目，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一定要启发。启发了以后再来做耳根圆通，把它呢扩散到整个空间。那整个空间都是佛性那尽虚空遍法界，整个非常理想。那个文殊菩萨他就有讲说，我们住的世界是很狭隘，我们的佛性本体那个觉性非常宽广。用比喻说呢，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就好像大海，可是呢，我们这个地球我们住的这个地球就好像大海里面的一个海浪引起来的泡泡。文殊菩萨这样讲他说我们看我们这个空间很大，地球很大，他说不大，很小，是我们起心动念以后才有的。才有这一个三河大地我们居住的环境。假如说我们花心修道，这一些都消失了，这个假象全部都消失了，没有所以很狭隘，佛性才很宽广。那因为我们没有研究都不知道，那或许之前是以为说天地很宽广，我们人很狭小，现在竟然反过来，我们佛性非常宽广，天地很狭隘很狭小，天地不大很小我们佛性很大所以就是要把佛性修正修正出来，
跟整个宇宙虚空合成一体，这样我们就可以到无量的佛世界可以去度化众生。无量的佛世界一样有众生可以度。我们呢就回到我们身上的耳根圆通的讲义回来。我们这个礼拜讲到没有三心四相各位有找到没有？刚好在一半中间那里那个佛性全体呈现那边不缺分没有三心四相，找到了没？找到了没有分别心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那个趋向真如意识学那个意识啦，就是当下就是真如，当下已经就是了不能在头上安头了当下已经就是所以跟佛都是一样没有这个三心四相，没有分别心与佛呢无异跟佛呢都完全都一样。故呢这个知佛异口同音对阿难说实如轮转生死结根唯汝六根，更非他物。这个在楞严经里面这个所有知佛跟阿难讲说呢，使我们六道轮回一直呢在轮转那个会生死为什么一直在凡尘生死？就是因为我们呢用我们的六根所以我们呢以为啦，都以为说对都是六根给咱用六根给我们用，我们都用六根，结果就造了业，造了业就要受苦，受苦就在六道轮回了，所以或许都一再讲，说我们修道以后根尘相对产生的那个念头我们不要用因为它会变化。那既然会变化，就不是那个真理真理是不会变的。那我们呢要找真理找到不会变的来修所以呢我们生活之中根尘相对产生那个六识那心那个心不要用我们呢用万年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一个心来修那个是从佛性呢直接生发的。那么底下又这个知佛呢又异口同音呢对阿难讲说，令如四正安乐解脱，安静妙常，亦如六根呢，更非他物。所以那个要我们六道轮回是六根那要我们回到我们那个佛的本位，回到我们本来也是六根就是我们在生活之中呢看我们怎么运用。我们呢知道六根是佛性的随缘之用，我们呢把它的功能作用完全都了解，不使它当家，这样它就不会造业。那六根不造业就不六道轮回。那我们假如说用六根，它造了业要受苦，就六道轮回。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既然有身体有六根我们就是要用用的时候就是那个主宾宾客主人要分得清主人是佛性本体宾客这个个人是六根，六根是人客，伊不是主人。因为我们没有研究的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都会用我们的六根来当家。六根当家我们有喜欢讨厌，那喜欢讨厌就有取舍，我们落入行为的取舍就造业，造了业就要受苦就这样没完没了。那我们现在了解说原来叫他听话就好不要让他做主人不要使六根呢做主人。各位先贤，现在日常生活谁当家？佛性当家
以前不是很自然就讲佛性当家嘛？啊，今晚那些个酒又唔敢讲，想想讲哦，对咧，迄种陆军的当家呢吼，唔是迄个佛性的当家，所以我们习惯性啊，都是六根哦在当家。我们现在哦就是要了解到六根当家会造业，我们不给他当家，启发佛性呢出来当家，这样哦就不会造业了，就可以解脱。所以很重要的这个转换啊，我们把它转换呢，佛性当家。那么众生呢迷本轮啊，寻生呢故流转。我们众生呢迷昧我们的根本，然后呢我们都在凡尘啊，这个追求啊这一些啊生灭的东西。因为我们追求这个生灭的，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啊。生灭的东西啊，那个比较鲜明，所以我们追的会比较容易啊。那假如说不生不灭常住啊，常住真心它如如不动，看不见、摸不到、听不着，都让我们这个没有知觉，不知道，所以就不容易啊启发它出来当家。可是我们一定呢要认识，认识呢佛性本体，不要迷昧，因为迷昧啊造了业啊，受苦的也是我们自己本身在受苦，所以不要迷昧，我们呢这个不要把稳性这个放到那个生尘上面去呀，因为放到生尘上面我们就追逐啊所有生灭。因为我们寻生啊不流转，追寻啊生因，所以呢我们才一直啊在六道轮回。这里面有一段或许是没有写下来，因为在北部都讲得很熟悉呀，那或许在这边呢又把它呢这个从头到尾啊再背一次。以前呢也有背过了，我们可能也听也会觉得很熟悉呀。说一切众生啊，从无始来，寻诸色身啊，逐念流转，诚不开悟啊，性净妙常，不寻所常，逐诸生灭，由是呢生生杂染流转，肉气生灭啊，所依真常，常光啊就现前，根尘世心啊。一时消落，想象为尘，事情为过，恶迹远离，则汝华也，一时清明，允何不成？无上知觉。有没有听过？有熟不熟悉？因为这个从凡夫到佛成佛的那个果位啊，就在这一句里面。一切的众生从无始来，我们太久了啦。落入凡尘已经太久，无始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无始以来，然后我们追寻、遵循着我们的形象、色跟声音，遵循的是生啊，逐念一个念头啊，追逐一个念头，逐念啊流转，我们念头都是这样，一个接一个，没有停止的时候了，逐念啊流转。诚不开悟啊，就是不曾开悟，就是没有去领悟啊。性净，我们的佛性啊，本体啊，很清净，很奥妙，又常住，性净妙常，我们呢都没有领悟啊。然后不寻所常，我们不按照呢常住真心啊，逐诸生灭，追逐所有的生灭，由是啊生生杂染流转。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一直啊杂染，就是不是都当人道，有时候到天道，有时候到善恶道，所以杂染，然后变了，那个杂染流转，我们只要肉气生灭，把生灭都去掉，然后守于正常，我们守住啊，常住真心，常光现前。我们那个常住真心的佛那个佛光，它就会显现出来，常光就会现前。然后这个时候啊，
想跟想，我们的念头跟形象啊，想象为成，都是凡尘。然后事情啊，认识跟凡情都是过，都是成果。然后呢，二际远离啊，两个都可以离开了，不用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呢，整个啊那个法眼，见法见真理的眼啊，都已经清明。允何不成无上知觉？这一种状态哪会不成佛？绝对成佛的。所以这一句句里啊，是从凡夫地啊，然后到佛的果地果位啊。所以我们假如说稍微一直啊，把它呢反复的去这个诵习背的话，我们会按照这样做。一追到外面生灭啊，我们会马上想到说气生灭，手生藏。各位贤姐，我们现在在生活之中啊，是气生藏，手生灭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珍藏都不要嘛，用袂变啊，袂变卖惯，然后守住生灭，生灭在里边啦，拢守生灭，所以我们颠倒，我们呢要去生灭，然后守珍藏，常光啊就现前，常光，所以各位要了解，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啊，那个叫常光，常光啊，它会显现出来。我们要做久一点的时间，让我们的般若妙智慧啊生花，有般若妙智慧来认识真理啊更透彻。那真理认识透彻了，又来帮助啊，我们进入真正的修持的行列，这样就很理想。所以我们不要呢寻声啊故流转，不要呢追寻着声音，就是要追寻我们那个常住啊，真心都时时刻刻啊都在，没有一秒钟离开的。那么路即呢这个弦缓稳机啊，路流往手那个路，路有没有？所以有没有看到那个寻声故流转后面不是有一个路嘛？路即呢弦缓稳机呀，就是路流照现。我们记得。路啊，就是路流，就是回光返照，路流，然后照见自己的本性，然后出流，就是精神外放的叫出流，出流就眼尘，跟凡尘攀岩攀岩，跟凡尘攀岩，路流照性啊，出流眼尘。然后我们出流精神外放啊，我们就当众生；然后入流，我们回光返照啊，就当圣贤。安尼会样呗？路呢，即弦缓稳机呀，就是我们把它旋转，给它蹬过来。我们本来呢，都是啊，这个稳那个生尘，被生尘一直啊，左右给它控制。像呢，我们这个被人家这个骂了以后我们都住在那个骂的内容，然后我们心里就很难过，这样懂我意思吗？那个叫做出流眼尘啊，已经跟凡尘攀岩，那我们入流道性所以各位贤姐，那个永嘉大师说呢。观恶言是功德，那个不是在听别人说是非不是在听别人讲坏话那个是针对人家骂我的时候，让那个我骂我们去看他骂的那个那个语言啊，那个叫观恶言，那个才叫是功德。人咧别人咧讲的迄款歹话还无你的代志，你也要去吵，那个可以那个不是功德，那个罪过，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那个观恶言是功德，是别人骂我们很厉害的时候我们不要进入内容，我们就看他骂，骂以后感谢他替我消业，是不是功德？那个才是真正你给我消业，不要感谢。唔免该对你啊，对不？
骂的人他假如说看着我们都在感谢他的，他会怎么样？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就可以改变了。那个人际关系呀，就可以改善了。所以我们了解那个观恶言就是他跟我们对立的，在骂我，那我们就欢喜心甘愿受。所以观恶言是功德，有没有功德啊？因为进入佛性本体了，进入佛性本体，佛性本体里面敢有咧好骂？有没有？有没有骂人的？没有没有骂人，也没有被人骂的所以不进入那个对立不要。我们呢在本体之中没有那个事。所以那个时候你观这个恶言，就能够累积功德，又可以消掉很多业障，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旋转呢，我们能闻的闻机，不出流眼尘要入流照性，所以这边呢，或者就有写下来说不出流眼声不攀岩那个声音。但呢，入流照现，回光返照照见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收摄我们的心把心收摄回来，会吗？会不会？会不会收摄我们的心回来我们呢，放出去的机会多还是收回来的机会多？所以我们修道了就要反过来，要呢收回来的机会要多收摄我们的身心身心呢都把它收摄回来时时刻刻这个人都守摄守制房子那种修条条这样呢就不会有业，造业就不受苦就解脱了所以入流呢照性。一切时一切次次光内照就是要呢这个不合上也不合下了，叫合中这个一切时一切次都合中跟中道合在一起，能够呢智光智慧之光我们那个心所发的那个叫智光，智慧之光假如说根尘相对那个心那个是心它是生灭变化，不要用它。我们用呢万年的放下，一念不生的那个心这叫智慧我们有智慧然后呢让这个智慧发出光明智光呢内照照进我们自己本性这样呢就进入那个真理世界在真理世界之中生活。那么不以所闻分别染见这个呢就是讲我们听到声音以后不在声音的里面去分别它是好好就是净不好就是染染净。染净知道吗？我们染了五颜六色那个叫染，然后保持我们很这个清净的保持很干净的那个叫净所以我们不分别好跟坏所以染净不是好坏不分别好坏，了解意思吗？所以在做耳根圆通的时候重点呢就用闻性，不是用闻或者都一直在讲。第一个就是听，听是耳朵的功能；第二个是闻，听到声音加入我们心意识那个叫闻。我们在社会用就是用这个闻加入我们心意识，产生很多念头，那个不要那个闻不要。用第三个闻性，闻性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呢我们不分别它好，不分别它坏，只要你能够听到，那个就是佛性容不容易？容不容易？好像感觉又很困难。当听到声就是声啦，就是咱佛性莫知影迄个声的内容就好啦。你知影声的内容
迄个行倒转来第二个文，文啊，就是变做有好有歹，后恁妹有咧甲我偷骂啊无？就已经进入那一种互相对待的，那我们那个用那个文性啊，不管这一些啊，只要你佛性听到了就好，能够听到就是佛性，跟我们讲那个满眼本灰色，文殊常触目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都了了分明，那个就是文殊的般若妙智慧，凡心所在，咱的真心那伫倒位，迄个所在咱就看得清清楚楚，那个就是眼根啦。因为眼根容易被形象左右，容易被形象诱惑，我们容易住相，所以我们用耳根，耳根比较圆融。上次我也都感觉很奇怪来这边上课已经8个多月了从来都没下雨。上个礼拜不是天气很热吗？我们又把那个窗户全部都关起来都全部关起来开冷气啊。然后外面竟然滂沱大雨，乒乒乓乓，让我们都能够听到。刚好我们在讲耳根圆通啊，不是帮助我们又圆又通了吗？有没有？这个我们要感谢诸天仙佛真的在护持啊。无遐久来遐久拢唔捌落雨啊，嘛唔捌落大声。要关念落较细拢无听呀。我们这边因为都不容易听到声响，所以要修这个耳根不容易外眼呐，这个叫外眼不足，要注意听小鸟，小鸟在叫，可是要很静的时候才听得到。可是各位回去一定不是像这个环境的，一定声响会比较多，借着声响。或者说假如说在基隆的更好修了，为什么？时时刻刻在下雨，所以时时刻刻都圆通。我们这边可以利用那个邻居有装那个冷气他开冷气，我们这边晚上睡觉有没有开冷气机有，开电风扇也可以啦，一样有声音你就听那个电风扇的声音、冷气的声音，只要有声响，你都可以用，就可以用耳根圆通，把那个佛性引到外面来，等到他熟悉了以后，让他更宽广，他更宽广以后整个这个虚空都叫真空了，真空妙有，都是佛性的，不是玩空的。那我们一般众生没有启发。这整个空间都是玩空，空中什么都没有。那我们修了以后空中是什么都有，有佛性在，有水有风土在。这个空中有水有风土的，各位有看到没有？有没有？真的那么厉害可以看到空中有水有风土。我们用冷气机或是除湿机，可以把那个空中的水集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对不对？那火就是热，热的那个就是火。然后呢，风很简单，我们只要一手不动，一手动就有了。那个土要等到那个太阳从那边照进来，我们可以看到阳光中有灰尘，灰尘就是土散开了。所以这个空间里面有水有风土，所以佛经就讲色空不二，色就是水有风土了，空就是这个空间了。色跟空它不二，就是一就是合在一起，有没有合在一起？所以色空不二合在一起。我们要了解这个真理，我们身体也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的。那外面的所有形象一样也是水有风土啦。所以六祖被那个智彻不是砍3次脖子他没有死掉，那个就是在修我这个水有风土跟外面的水有风土是一样的。所以
物啊，不会妨碍。好像我们水要把它倒进去水里面，变成什么？还是水啊，合在一起，它飘得出来嘛？火已经在焚烧的时候，我们又把火一投进去啊，变成什么？有是火火投进火还是火？所以六祖就是在念水有风土，身体的水有风土，外面的水有风土，它是一体的，你的就不会有妨碍啊。所以站过去无登去啦。所以六祖也不会标榜说他有神通，不会因为在真理世界里面啊，这个神通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只要我们都修觉性为海，就是我们的觉性啊，好像海一样，那么宽广以觉海周遍法界横无边涯，事无底蕴啊。就是那个觉，我们那个觉啊，非常的宽广，周遍整个法界，横无边涯，事无底蕴啊。不管东西南北上下，全部呢都是觉，都是我们觉海。灰漏水啊，不像我们的水海，上有边，上有底呀。咱世间的海拢有边啦，拢有迄个陆地，嘛有底。虽然讲有的真深有的海啊，我讲安尼3000公尺，佮落去嘛是有底。那觉海没有，它没有底呀，那么这个性啊，即指那个体大，成缘成啊，指相大，所以有体有相有用，圆妙圆明啊，为用大，体相用，那个文思菩萨呢，都把它呢这个解说出来。那么成缘为呢觉海成暂不动，严含万有。我们那个成缘呐，就是觉海觉性好像海那么宽广，它呢成暂暂然都不动，然后呢严含万有，就是所有的不管山河大地，不管所有的凡尘的景象，生花的所有景象，都在我们觉海之中。都圆满的包含在我们性分之中。那么不变之体呀，那个呢，严含万有这一个他讲不变之体，意即呢，我们如来常性，那如来常，所以我们那个如来常非常宽广。然后我们现在用呢，大部分都把它用在含藏善恶种子啦，那个就比较狭隘的意思。它严含万有就很宽广的意思。它所有山河大地啊，都从我们那个性海之中呢呈现的。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真理才会了解整个真理它那个所在它的奥妙它的那个深的那个程度啊是到哪个地方？那么即本有的真心离有为无为，离开有为无为，能给有为无为作依，有为无为都要依赖，依赖呢我们那个觉海，即是呢不变呢常随缘，我们不变之体可以随缘之用，常常呢就可以随缘，不变之体常随缘，所谓即而照。即呢就是不变之体，照呢就是随缘之用，即而常照，照而常即那个呢即照同时就是本来面目。哥有没有听那个如是我闻还是呢张轴悟道记有没有讲到这样？可能又是有听没有懂有听是有了还没有懂。那个好就是有书面资料可以听还可以看有书面资料，所以那个即而照，照而即我们就是要了解讲即就是佛性本体不变之体，讲照就是随缘之用照就光明然后成缘跟缘成又呢不同意思
为呢这个觉海，虽严寒万有，究竟呢呈暂不动，它呢如如不动，即是呢随缘，常不变。它虽然随着缘，可是体一样不变。我们就差别在随缘以后就不回归到本体了，所以那个随缘常不变就没有做到。照而己，这个照就是随缘之用，己就是不变之体。然后言妙，就是本来之妙，不由呢造作，没有造作的。言明呢，就是本来自明，不假功用，没有我们又把它这个用的那一种人为的方式使它这个明亮，没有它本来的这个有光明，然后呢有那个妙用在，所以言妙言明都是很理想。可是我们呢一般都是没有让它恢复它本来所有的那一些功能作用，我们都呢加入我们的心意识，我们人工呢做得很厉害。还有这个11分钟了这个剩下呢就是交给各位这个发问问题。那在呢这个发问问题之前因为或许到的时候这个有千贤这个千叮咛万交代，跟或许说一定要跟大家讲，说我们这个修道，就是要很专一不要这个一回到家以后就坐着看电视就上网，然后呢去网路那或许呢这个之前呢时常都会这个讲说我们在没有启发我们的佛性来当家的时候还没有启发不知道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时候我们尽量拼除外缘，外面的因缘我们尽量把它拼除不要跟人聊天，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杂志，不要看电视不要上网，什么都不要，专注的把佛性本体启发认识。等到你已经可以佛性当家了，这个时候不管你要做什么你要看电视，你要上网，你要看新闻，你要看杂志都没有关系，因为你有主宰了，你佛性可以主宰了，那一些事你就会处理得很好。那假如说我们都还没有到达佛性主宰的时候，我们就稍微节制一下先呢一段时间让它呢空下来，不要感染成事完成的事都把它撇开。那假如说我们工作的时候压力很大对呢主管很不满，那或许导师有一个那个日本人的方法，他跑到那个没有人的地方去大骂他最讨厌的那个人，大骂了以后情绪一发泄回去就好睡了问题就解决了。各位可以我们乡下不是很宽广吗你到那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尽情的去把你的不满全部都发挥，那你全部都吐出怨气了就解决了没问题了。那个是日本人在用的或者看到报道我们也可以用疏解压力的方法。不过各位就是要了解，压力还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我们自己的内心产生的。那我们去分析怎么来，一定自己有所求，然后达不到，那个压力才会产生那我们假如说进入到无所求，无所求的时候那个压力它就会消失了。然后我们对凡尘不管是合理不合理，只要是我遭遇到，我都欢喜心甘愿受就像永嘉大师说那个观恶也是功德那个不合理的来，你就想说
我往事也是不合理对他，他现在对我是因果定理，那你就不会有那个怨，不甘愿，不会有的。那你欢喜心甘愿受啊，那个债都了清了啦，就不会有压力。所以我们自己啊可以解决。这个呢，导师，我们呢互相勉励。这个要请负责讲师念，因为我想让他写下来是什么意思。第一个问题是，耳根意识听到声音与感觉俱存，要如何分辨是好与坏，是修持法门之一，或不管它？各位呢，刚才我们有一再的说，我们这个用第三个稳性，稳性它是独一无二，没有对待，所以没有好与坏啊。你已经落入好与坏，落入喜欢与不喜欢，那个都已经是第二个稳。我们不用稳，做那个耳根圆通是要能够听到声音的是谁，是这样就可以，很简单的。当听到声是像。袂使不可以进入声音的内容，你进入声音的内容那个心已经杂后变了，很乱的，它不能进入的现象因为你进入声音的内容，你就有情绪了，你有情绪那个修不成道修道不可以有情绪的。第三个问题，有问题问自己。因为佛性具足，我也是否清净时，为何嘴巴可以自己告诉自己，自己对自己讲话，为什么会这样？是佛性本体作用吗？这个凡尘法无定法，有时候我们要了解到，假如说我们是在无所求，然后也无所事事。那一种状态之下，然后平常又努力的在这个启发佛性本体，那这个时候告诉我们的那个呢，好像有人在我们耳边跟我们讲话，是自己的佛性自己的佛性在告诉我们。那假如说我们的那个生活是蛮宽广，然后接触面很多。然后呢，思想也是很就是活跃，那这个就不一定是了这个是我们所这个在凡尘这个应用到的聪明。那应用到的聪明有时候我们也是可以自己互变的，对我们是好呢还是坏？好的话就做，不好的话我们就变除掉。所以要了解到。那个在时时刻刻不清净的那个状态之下，我们的佛性会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本来想说要右转，可是佛性会跟你讲说不要左转。那个时候可能你要听话了，为什么？因为你右转会有事情发生，你听佛性的话，左转就没事了。那假如说或许也曾经遇到过了，要出门出大太阳，不可能带伞嘛，对不对？可是佛性告诉我带伞，我说带伞出门笑死，这么好的天气还带伞，真的不听佛性的话，出去就淋雨了。为什么？下雨下大雨。所以有时候就看我们自己在当时的状态之下，是有那个意念的还是没有？有意念产生的时候那不一定是佛性告诉你，那你都没有很清净的状态之下呈现的，那可能就是佛性在告诉你事情。还有吗？还有。李老师，第一个其实在问说，修道不直下，有人归功诵经，很多道心怕被煞到，所以诵经之人都不踊跃，因为诵经有时也会在晚上。那我们如何躲劫避煞？
这个老师这个又说现实嘛，又说人情哦。然后我们要知道哦，这个当然我们是这个不住相不用住在形象，可是就是人跟人都会互相比较啦。比较有一些就会讲说那甲恁去求道去信迄拢会恁迄拢好像都很冷清清啦，所以才有的佛堂成立那个诵经团。然后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所有众生都是自己性分之中的众生都是自己，所以就不用害怕，不用怕讲去耍的，没的事了，没那个代志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只是大家这个相聚一场有缘我们能够帮得上忙的，我们就去帮就只是这样而已还不会有什么那个说不好的那一些事情呈现只要你心都很光明，那全部的事都是朝着正面的在进行。还有吗？还有1分钟，好，请说。一念无生，生担心。那请问下一句，刚刚刘老师有讲下一句是什么？一念无影，生担心。还有下一句。下一句叫做境界为眼，长六出。境界为眼长六出。境，环境的境界，世界的界，境界为眼，因缘的缘。长出6个出，那个3系就是业相、转相跟现象，这个时候都还没有，因为我们产生一念，才有三而大地，有三而大地才有众生众生以后叫做境界为眼，长6出，6出6个名目一个就是智相，智慧的相，可是那个智相是互咱看啥知影啥智相。第二个呢叫做相续相，就是一直相延续下来。第3个叫做直取相，直轴跟直取相。第4个叫做记名字相，这个是什么名字，那个是什么名。第5个就是取业相，我们已经起业造业。然后呢第6个就是业系，被业绑着，业系苦相。有听过吗？有没有？没有听过。那没关系让他又熟悉智相、相续相、直取相、记名字相、取业相、业系苦相，境界为眼，长6出。一念无明生3系。下课。各位点老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谦贤，大家好。不学到天师德，老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各位谦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要讲这个耳根圆通，各位有没有听得比较懂的？不像第一次这个有听没有懂。我们有没有把那个第一次的那个复习？就是上个礼拜，各位有没有拿CD回去听？有，那个要这个熟悉才会做，做的呢才正确，正确呢就有个功效这个出来。那我们上次呢讲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要文殊菩萨将呢这个25门的修持方法然后来选一种比较适合阿难及我们末世众生呢能够容易修的法门。那底下呢这一段就是
文殊菩萨呢所讲，那个成缘，各位找到了没有？好，觉海呢性成缘，缘成觉缘妙。那个第一句那个觉海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是觉。觉它非常宽广就好像海一样那个觉海性成缘觉海性成缘，这完全呢都是一个原始状态。那么第二个呢，缘成觉缘妙，这个缘成它就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第一个呢，觉海讲不变之体。第二个呢，缘成觉缘妙，讲随缘之用，缘成觉缘妙，然后呢，它有这个体有相，然后呢有用，那个缘妙缘明，缘明造生手，那个呢是施以用，那么手力造性王，所以这个呢我们就了解到。佛性本体呢，它会发挥光明。那假如说呢，我们要把佛性加明在佛性上面，那个加上去的就叫无明。所以这个我们认识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就是要直接去启发它。直接呢，对佛性的认识，各位都这个启发佛性了没有？就是这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在呢，或许早上呢，有看那个如是我闻各位有看吗？如是我闻那个书面资料有没有看？或许看那个后面那个问答，就是有道亲问那个问答，各位有看那一段吗？没有啊。那个因为在 CD 里面CD 的容量大概是80分钟70分到80分，那可能没有把那一段问答这个录下来。那在书面资料里面有。就是台北的一些他问问题他问得很努力。那假如说各位有拿到那个 MP3 的话，他就会全部有了，从头到尾会全部都有，那个问答很多。那印的资料只有印一段，就是在讲课之中呢，休息之前的一段他有把它抄录下来。那后面的因为太多了，就没有再写了。那我们大概呢，从那一段也可以了解。或许早上有看一下呢，也都是在讲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是在96年，3年前的时候呢，在那个台北的佛堂讲的。那一段呢，对我们来讲呢，帮助很大。张卓秀才悟道记也是在同那一个时期讲，他是在基隆行德佛堂说的。那个呢，对一般假如说还没有研究的人来说，他是比较容易了解。如是我闻有一点深那我们听了这么一段时间呢，大概也都懂了。各位看如是我闻看得懂了吗？看懂不懂？我们到今天呢，刚好9个月了。我们9月26号开课，今天6月26，刚好9个月。看如是我闻那个书面资料，或是听 CD 呢？能不能够了解里面的意思？可不可以了解？不相应
因为我们都是没有离开那个心理心法，就是一路走来呢，都是要明心见性的。那所以我们要用一点心，在我们呢这个心的方面，因为跟尘相对啊产生的那个私心我们就是不要有要认识。我们生活之中呢都是跟尘相对。我们六根呢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我们把六识当成我们的心，那个是无常变化。所以我们修道的时候要对这个无常变化的心了解，然后呢，我们不要用它来修道，因为它一直在变化。我们要用不生不灭的真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呢才会成就了。各位有没有听进去呀？有，有相应的。所以我们呢讲这一段呢，这个文殊菩萨呢所讲，那个觉海，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很宽广，不像呢我们凡尘的海，还有边还有底呀。那我们的佛性它没有边也没有底。非常宽广，所以呢，我们要解说，这个性呢就是指那个体呀，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体很大。那么成缘成呢，就是在讲相形象，形象呢也很大。那圆妙圆明呢，是在讲那个用，我们呢从佛性发挥出来的那个妙用。那个用呢一样很大。那么成缘，就是讲我们觉海呢，这个成站不动，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如如动，严含万有，它呢含藏的凡尘所有三河大地，所有一切都含在我们佛性本体之中，所以讲不变之体。那么也就称呼呢这个如来藏性，如来藏。那么即是呢我们本来就有的真心，离开呢这个有为，也离开无为。那么能给这个有为无为依赖，所以我们了解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非常宽广。因为我们呢很少研究。很少接近所以对它呢都比较生疏。那呢这个本体它是不变，它不变我们了解过去时常呢就是用我们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说呢，我们有玩过照相的人都了解说那个按快门的那个一刹那不能镜头摇动，不能晃。一晃动洗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就可见我们那个佛性它一样也是如如不动。假如说是我们佛性是局限在仙观，那我们整个头时常在动，那我们看到的景象一定都是模糊不清的。可是不管我们头动得怎么快，我们看到的景象都很清晰。这个呢，就是跟我们讲，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如如不动，因为它如如不动，又没有形象，所以不容易体会，不容易体会，我们都忽略，以为它没有，就是不存在，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这个佛性本体虽然说没有形象，可是我们可以用领悟的，用体会的。知道它存在，而很切实，切实存在，它的那个奥妙程度就是要深入，我们要深入的去研究探讨。那我们只要能够深入研究探讨，它整个就会呈现，那个整个佛性的那个整个轮廓，我们都会把它描绘出来。
啊，知道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佛性了以后，我们可以用心的深入，深入我们佛性。深入佛性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走入佛性本体。既然能够走入佛性本体，这个是我们在凡尘遇到呢是最真、最实在、最美、最好的。我们这个追求不会后悔的，这个追求的这个方向，所以这个很有价值。凡尘只要是落入现象，它都有生命。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太阳它是燃烧之体，它既然会燃烧，它会慢慢的会烧的就后来就会烧完了，没有了。可是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它不会没有，它不生不灭，超出所有的因缘自然，永远都存在。所以我们就是要用心来追求。那我们越追求呢，我们就会自己就会越笃定。那笃定了以后对凡尘的所有现象，我们就会看得比较淡，不会那么在意。那只要我们对形象了解，我们的烦恼就会减轻，就会消失。因为呢，烦恼都是从我们住相来，住相才会烦恼。那形象都是变化无常，所以就不用住。那不住相的话，烦恼就没有。没有烦恼，我们的心性，它就会走入清净的见地。只要它清净，就容易回到我们佛性本体回来。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被凡尘的造化引诱我们精神外放。那精神我们外放了以后，我们就是了解说，已经呢这个自己愿意当众生。只要我们把精神都收回来，回光返照。照见我们的佛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跟天地是同寿，比天地还长寿。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要自己追求，不要投入凡尘。凡尘这个是从文字就让我们知道就是会污染我们佛性本体。那我们佛性的本体非常清净，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都没有让我们那个佛性有一刻的清净，所以就纷纷扰扰，就尘劳一生就这样过了。那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又造很多业，那个业我们既然有造，就有果报。那就在呢因缘果报之中过生活，就没有这个追求更上一层的这一个我们那个心性本体所以我们研究性理心法，就是要呢我们了解到我们有非常宝贵的那个真心佛性，它不生不灭，永远都存在。那我们一定要用一点时间使它恢复它本来原有的光明。原有的光明一发挥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回归到我们的本位。本来呢，每一个众生都是佛，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成佛？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知见不正确，我们都用跟尘相对的那个知见在凡尘生活。那跟尘相对的都是变化无常，所以呢，我们要去了解它的那个变化无常。那既然呢，我们知道了它是变化无常，就不用呢投入太多的这个心思在这一些凡尘的现象。那我们呢只要回归到不生不灭佛性回来，回来以后呢。我们会知道有很深的法性让我们去探讨，让我们去进入，让我们去发挥。只要我们能够证悟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就可以把佛性的那个大用，随缘之用
功能作用全部发挥。那发挥出来那非常理想。我们可以说呢都没有没有把佛性的那个功能作用把它发挥出来，没有。那假如说我们肯用心在明心见性方面，只要我们心明了心透彻了解了什么是私心，什么是真心，透彻了解，我们呢就会弃假然后归真，把那个假的变化的我们都去掉了，然后归到真。那归到我们真心呢，即心即佛了，那个心就是佛，已经就是了。所以我们呢，这个在人用都是妄心。我们把妄心都当成真心。所以这样就修了很久都没有功效。那我们一了解了以后，抓到那个根源，抓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的根源，这样来修呢，就会修得很快乐。时时刻刻呢，生活都在天堂一样。那我们凡人可以说呢，都呢追求那个形象物质。那形象物质我们要了解到那个都是不实在的。只有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呢，才可以称为实相。那实相呢，没有形象，没有形象的实相。我们一定要用心来追求体会，只要我们肯用心追求体会，它一定会呈现。那呈现了以后，各位前贤开始呢都一直鼓励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在这种状态之下，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呢，已经呢就会呈现了，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出来。那已经呈现了以后，这个是刚刚一个入手，一个入门的方法。那我们要使我们那个觉，就是呢都没有一点念头那个觉那个觉性佛性的本体要使它而久一点，时间呢长久一点。只要时间一久了以后，我们那个很灵敏、很奥妙的那个觉它会产生般若妙智慧，就是从佛性本体生发般若，就是从佛性本体生发那个知觉性。那从佛性生发的知觉性呢，在我们生活的实际体验里面叫做第六感。那我们的第六感特别灵敏，所以在那个如是我闻后面有一个前贤在问说如何增加我们的那个敏感度那个里面就有详细说我们把那个日常生活之中万念都放下，然后一念不生。时间久了以后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慢慢延伸一直到整个空间，然后所有空间都是我们真心佛性，所以这个空间就叫真空。然后佛性有没有形象，就叫妙有，所以真空妙有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它就呈现，就已经呈现。可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没有从这个方向来努力，所以功效都没有，第六感也没有，那个灵敏度也没有。那我们只要呢，从我们佛性本体去发挥，我们的那个敏感度越来就越增加，越增加了以后，只要我们肯用心，一段长时间以后真的还没来的事情你会事先有征兆。还没到的事情，你会事先知道，那个就是敏感度增加了。那我们到达时间又长一点，可以证悟到性的话，那会对天地所有的事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什么都知道。因为整个天地就在我性闻之中，我性闻中就在我知觉之中，所以就无所不知了。这个是呢，我们心之中具备的那个大用，那个功能大用，它本来就具备。我们为什么现在都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努力去追求，
没有努力去认识啊，不认识不知道，甚至在用的时候啊，都是用我们的视心、认识的心啊，认识的心是生灭的，它一直在变化，我们都是用变化的心啊在生活，那么这个样子怎么能够进入佛性呢？就进不去了。心不明，然后心不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浑浑噩噩啊，一生啊很快就过去，很懊悔，就是浪费我们一生的，很快一生就过了。我们能够呢，在完成啊出力啊，能够改变自己啊，那个时间都不长，都短短几十年而已。那我们要在这个短短的几十年之间呢，一定要好好把握。努力的方向一定要确定，就是追求明心见性，要追求我们成仙咒，一定要有这个决心一定可以做到。各位有没有信心呢？我们研究了以后呢，就知道说不是很困难，是我们要不要做。要做的话是很容易。只要呢，我们呢把这个凡尘的妄念放下了，我们一念不生，也不是说呢整天都这样做，有空闲的时候再做就可以。做的时候一定是要有心啊，一定要专心专一呀，专一的做才会有功效。专一的做，然后让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呀，那个时间要呈现久一点，久一点了以后呢，灵敏度就增加了，灵敏度增加以后啊，自然般若妙智慧啊就产生。那我们有般若妙智慧，我们要了解到它是佛性本体呀所生发的，不是我们有身体以后在凡尘所学的。我们凡尘所学的是聪明，不是般若妙智慧。那聪明啊，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用聪明都是害我们呐。所以聪明反被聪明误，被聪明耽误。因为聪明的人啊，就是不肯吃亏，都是要占便宜啊。那会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具备的浩然正气啊，都消耗掉、用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占人家便宜啊，绝不是好事，是坏事，让我们浩然正气消失。那我们之所以顶天立地为人，就是有浩然正气。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很高尚的人格，自己要培养。所以不要占人家便宜，不要耗气我们那个浩然正气。那我们假如说在日常生活都是按照真理来行持，吃亏也没关系，吃亏呢就是占便宜。我们只要能吃亏啊，一定浩然正气在。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人烟稠密的地方我们这个没有这个浩然正气啊还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人烟稀少啊那个没有浩然正气啊，那个真的是很危险呐。这个前不久报纸啊就有登一个这个去采的竹笋一般的笋怎样吧？我们这个乡下比较知道了他的就时常在走的道路，他去采竹笋那个4天的时间走不出来，走不出呢他那个采竹笋的那一个区域啊，那个是很窄的地方，一走不出来了，走4天的时间走不出来。各位知道那什么原因吗？知不知道？我们年纪大了都会知道了，那个叫魔形啊，魔猴啊，魔形啊，魔猴啊，有没有听过？就是魑魅魍魉。魑魅魍魉它跟我们众生没有仇，没有冤仇，可是它很喜欢捉弄我们众生。所以或许那个时候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啊，那个魑魅魍魉是很多的。
现在因为人很多了，人口很多了所以魑魅魍魉就变得很少。要到那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它才会呈现的。之前或许时常讲，在那个埔里天佛院那个后面后山有一个观音瀑布那个彰化呢那个一毛屋那个日本人开的百货公司，那招待职员去那边呢去看那个观音瀑布，那有2个那个职员都要找那个水源往上一直找，结果2个人就失踪了他们要回去的时候就减少2个人那个时候他们出来找不到，那也请那个南投那个山难救难总队帮忙找他们山难救难总队呢都用那个乡堂组联络了，所以他们平常都各有工作，只要有山上有事情的，他们用那个乡堂组联络，马上积聚100-200个人帮忙来找人找2个，结果这2个小姐到第3天才找到。找到的时候因为有报案那个记者就跟着，那个小姐就跟那个找到她的人讲，那一天晚上傍晚的时候，他们有大概有200-300个人在找他们2个，那个时候他们2个就一直在喊说我们在这里了，我们2个在这里，可是他们喊破的喉咙没人听到，没有人听到这个那么多的人没有人听到他们2个人喊的声音。各位知道什么原因吗？就是魑魅魍魉把他们整个都局限在那个小地方里面，不使他们形象呈现，不使他们的声音出来，拢改缩在那个因的那个立身的地方安尼俩。他说只有相差10公尺啦。各位听见10公尺有多远？我们迈开大步1步1公尺，10公尺就是10步10年，朝底下去个遐，这样就10步10公尺。那个记者说：“你别样行过来了。”他说：“我就走不过去啊，不然怎么会迷失在这里？要走过去我就走到山下去，就可以去坐游览车了，就是走不过去了。”所以我们假如说没有自己本身去经历这些事情那个记者就说：“你讲这样，我是要怎么写？”这个读者看到会相信吗？一定是不相信的。那个小姐说，事实就是这样，事实就这样。所以这个前不久大概半个月还是1个月之前那个采竹笋的那个报纸又把它登出来，他就是走不出来，4天不是4个小时是4天行不出来，敢若伊迄个安尼咱滴水的所在外扩，安尼行不出来了，就是走不出来。我看到那个我就想到以前在埔里那个事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为什么魑魅魍魉要找你麻烦，就是你的本身都不累积善，你没有善，然后佛性就是你的佛性也没有光明，就是你本身心地也不是说很好，那个魑魅魍魉就要捉弄你，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就是什么，就是没有浩然正气。那假如说有我们有浩然正气魑魅魍魉不会捉弄你，他甚至要保护你要保护你的安全。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浩然正气的重要，以及我们日常那个累积那个善累积善的重要。我们累积善它不记在脑海只要我们不记在脑海的善，那个叫做殊胜的因缘，它会进入功德所以我们说生子得本，我们种植我们得的根本，就是能够坐在工作上
那假如说我们都记得上，那个会变成福报。福报呢，我们接受就是接受很好的那个果报。那接受了以后福报会用完，用完就没了那还要再去做再去累积所以我们修道呢，就是帮助人行善不要记在脑海，把它抛入虚空，这样呢就叫生值得本，这样呢就进入我们性分之中，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在性分之中呢累积那个德本。道德的根本，我们把它累积。这个不但呢浩然正气有，那个善也有，德本也有，然后呢佛性也光明，都能够发出光明。所以说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可以做的是很多，只是我们都不朝这个方向来努力，都不做。所以我们就浑浑噩噩一生就过去了，很可惜。那我们现在有这个机缘，上天大开普渡，我们又求到了，上天已经这个认定了，我们有成佛的资格，有成佛的资格，要看我们愿不愿意。自己愿意的话，我们自己努力立定志向，然后去做。就是那个不好的不但不做，连想都不想，所有想出来都是利益众生，都是帮助别人，而且又不落入迹象，没有没有那个人家呢可以这个恶的所在，就是讲跟他老祖在讲见德如偷，我们建立道德好像小偷，都不给人知道。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一生呢就很有价值，那整个人生呢就不同，最起码自己的内心都是在天堂一样，那个生活就是跟活菩萨没有两样，都是一样的，所以或许都一直鼓励我们一定呢要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要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们本来都是佛。之所以没有成佛，是我们做的行为不对了，我们见解不对了，不正确，然后呢才变成众生，才呢在凡尘受苦。那我们只要改变我们的心念，心念一改变了，我们整个行为改变，整个周遭亲朋好友，他也会呢受我们感化，他也会改变，所以就很理想。这整个呢，就呈现了在凡尘，不是呢这个空话的，而是实际可以做的，可以到达的，不是很困难，看我们有没有心去做，有心做都很容易只怕我们无心，那无心呢就没有办法成就，所以有一些说修道很困难的，有时候修道很容易的。那困难跟容易呢，跟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六道人为之中所作所为有关系这都讲说，假如说我们已经抽烟有烟瘾，喝酒也有酒瘾，那要他戒烟戒酒，他就会感觉很困难。那假如说我们原来都没抽烟，也都没喝酒你要他戒烟戒酒，他会说这个容易，这个我可以做到。这样了解问题吗？很困难的，就是已经自己沾得太厉害，成垢沾得的太厉害，就会觉得修道很困难。那假如说我们沾得凡尘都不深，对凡尘事都不投入，那我们来修性理心法就会很容易，然后一下子全部都进入，这样懂意思吗？那我们不管是这个来源是三个道也好，是呢这个已经修正的这个前贤来也好，都没关系只要在这一生之中呢，我们努力一世修呢就可以一世成，绝对可以成只要看我们有没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的，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我们就一定可以成就绝对可以的。没有做不到的事就怕我们不想做，不想做那就没办法。
所以先了解真理，真理透彻了解了，知道我们佛性状态了，知道怎么做怎么修了，那我们就按照那个正确的方向去做，努力的做，不管他修的成不成，都不要去在意，幸福之中一定会有，绝对呢修了以后就在我们佛性之中，所以这一段这个文殊菩萨讲的，我们老师要用一点心，所以这个我们已经讲2个礼拜的耳根圆通，然后呢那个 CD 都有送到店来。1个礼拜有2篇2个礼拜4篇，一定呢要你拿回去一直听，反复的熟悉的听，那个稳心稳修，我们一直在稳，在稳的时候就已经在修了，在稳在了解真理我们就已经在恢复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呢只要我们一直进入，自然呢，我们呢佛性那个佛因就已经重了。那佛因既重，佛的果报一定会呈现。所以一定要自重佛因佛因都不重的话我们当然佛的果位那个果报就不会呈现。所以要自己努力的。这个都是要自己努力的。讲呢只是给我们帮助一个参考。所以做才是这样。了解真理才去做。所以有一些前贤都会讲，免听了做得好各位前贤那不同你真理不了解，做得好愈做业愈多，越做了我们业障越多，这样好不好？就不好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要做都要符合真理，做出来拢跟真理相应都符合。这样做呢，才真正的这个功不唐捐不会做了都没用。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它是不变，不变之体，它不会变化。可是呢，它可以随缘之用，可以随缘，就是有功能作用功能作用我们凡尘最喜欢的就是神通那神通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我们佛性本身就有这个神通了。只要我们肯用心呢，大概在12年至15年就会呈现了，就可以游戏神通，全部呢用神通在凡尘，都可以用，把整个那个随缘之用都用出来。可是我们追求的时候不要追求神通，我们追求本体，追求不变之体，不变之体重要了。那个随缘之用等到我们不变之体都透彻了，它自然会有随缘之用，那个功能作用的神通，它全部都会呈现。那我们在修的过程也会有功效出来，因为在北部也都有前贤他们修道都有功效，就是呢。比如说今天有某某朋友会来，还没到他会事先都知道，那就是灵敏度很增加，那个第六感灵敏度就是佛性本体今天我都有啥人，今天有什么代志，都会事先知道。可是或许不推广这个，推广都是我们按照真理。那真理呢，它是非常的平凡、平淡、平实。平常都是一般我们看到的最简单的事情就有最高的佛理。那我们说奇奇怪怪好像穿那个奇装异服那个都不是道，那个都是暂时显现都不 OK 那个不会长久。那我们这个是常住真心，它是永远在的。那我们追求就是要追求这个。它永远在，不会变化的，这个呢才是我们要追求。所以呢，佛性它是不变之体，它可以随缘之用。我们呢先把不变之体修正了以后随缘之用就会呈现。那么从呢这个极而照那个极就是不变之体，照呢就是随缘之用。
所以我们了解说呢，佛性本体它就可以有不变之体，可以有随缘之用。然后呢，寂而常照啊，照而常寂，寂照同时，寂跟照它同时，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么严尘就是讲觉海呢，虽严寒万有，究竟呢这个沉淡不动，即是呢随缘常不变，它随缘，可是呢本体还是呢常不变，不像我们凡人不认识本体，然后把那个随缘之用当成本体，所以就没有办法又回到佛性本体那个不变回来。这个照而寂，前面呢是寂而照，照而寂，寂而照，这个都是在佛性本体、佛性功能作用之中没有离开的。那么言妙就是本来之妙，不由造作，本来就很妙，不是我们有为，不是我们去做的。那么言明就是本来是明，本来就很光明，不假功用，不借着我们呢这个有为的那一些做法都不用，不用借着，它本来呢就很光明。那么积耶呢，言妙言明，则一念不生呢，这个呢华尔这个记住，所以我们了解只要我们一念不生它那个言妙言明全部都记住，那华尔记止就是讲言妙言明，华尔就是本身呢就是这样，本来就记住。那么此中言妙两个字即含有言明之意，言妙里面就有言明，很光明的。那么对上面呢那个成言，成言呢就是讲言妙，那么言成就是讲言明，所以那个成言讲不变之体，言成讲随缘之用。安尼听有无？有较深一下啦食听就好，食听就惯习啦，所以食听惯习以后呢，再讲到呢，那个呢成言言成会知道说不变之体随缘之用。那么言明呢，照生手，手艺照性往，这个就很重要了。那么这两句呢，即是我们的最初根本不觉，就是不觉啦，那唔知样，那个不觉就是无明，那觉就是佛性本体，不觉就是无明。你听有无？不觉，我们在生活之中时时刻刻都不觉，所以起心动念。各位有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的时候有没有觉就是不觉才起心动念，我们觉就不会有起心动念。所以我们这边不是发明那个要合中嘛，既不合上也不合下，要合中嘛，对不对？那个合中就是要觉，不能不觉啦，你不觉就没有中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中呢，就是道之本体，道之本体就是觉，你时时刻刻都觉，叫做合中，所以26时中很重要，我们都在觉之中，没有不觉。不觉是无明，无明我们才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念头就是业，就已经造业了。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说起心动念就造业，以为说行为才叫造业，不知道说起心动念就已经是了。我们就是因为一念无明生三息有业相，有转向，有现象，才落入凡尘受苦。本来是只有一点点不觉啦，可是我们进入凡尘以后那个觉越来就越少，不觉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整天之中呢，大概只有剩下24秒觉，整天不是24个小时吗？我们的觉大概剩下24秒，这样多不多？不多我们慢慢把它推广
进入24分觉，然后进入到最后，最少也要4个小时觉，到最后一半，半天睡觉不觉，半天不睡觉要觉，这样知道吗？就是不要起心动念，没有念头啊，就在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状态之下，那个叫觉，没有不觉啊。所以这个不是做不到，而是我们不愿意做，我们不愿意去保持啊那个觉，就是要使它这个头脑都生出来了，爱回用，爱修两套。这个有缺贤这样讲啊，既然我们有头脑了爱回用，用得爱起心动念。这样好不好？我们造了业，自己受苦啊。在受苦的时候啊，谁要来救我们？谁要救我们？我们自己要自己救了。自己怎么救？不要起念头。我们不受苦啊，就不要起念头。不起念头就不受苦了。我们起念头就是要受苦。所以我们了解说根本不觉。就是因为啊，圆明造生手。圆明啊，本来呢，我们要了解说，佛性本来光明，咱今晚要改佛性咱要改加明啊，就是讲佛性已经拢无光明了咱要改迄个光明加进去啊。只有这一个念头就让我们一直六道轮回。所以佛性啊，加不得东西啊。袂使加物件入，所以我们说我今嘛佛性拢无光，我要改加回真光，那个一加进去呀，就叫无明。这个观念啊，我们有时候会想不出来。那高光明比真好，会不会这样想？不行为什么？我们一加明进去了。你记得加的时候，它是不是的光明？你若故来疲倦了袂记你加，伊是不是个黑暗？是不是变得有时候光明，有时候黑暗？本来它是不生不灭的，被我们这一加，它就变成生灭。这样了解意思了吗？所以佛性本体啊，加不得东西啊。只要你认识它就可以，你敢把就好，你把，所以那个染污即不得啊，那个让不是这样说嘛，修正即不无啊，染污即不得。爱了解这个意思因为那个怀让禅师见六祖的时候啊，六祖就用禅机来问他，说什么物啊，怎么来？你的佛性是什么东西呀？你的佛性怎么到这里来？那个是讲禅机啊。然后怀让听到这一句话以后，不是像我们六祖坛经记载他是回去呀，8年的时间把凡尘所有的东西都拿来跟佛性比对了。说我佛性是这个东西，比对，对。然后不对了，再拿别的东西，把凡尘所有东西都拿来比对，经过8年，8年不是8天不是8分钟是8年。8年了以后，已经所有东西都被他比对了，然后才来见六祖。六祖在问他，说你这个领悟出来了没有？说已经领悟啊。说是一物啊，即不中。这一句话是经过8年的时间去实际的体悟，不像我们看到六祖坛经，那几个都过去啊。那这个典故啊记载，也五灯会演，不是或许发明的啦，是五灯会演里面有记载，他或许看到是这样子的原来不是一下子他就能够直接对答，不是然后六祖一听到说是一物即不中，
已经把佛性的那个状态、那个轮廓描绘，你说有一点味道了，所以他才问第二句嘛，说还可修正佛，讲修是一物即不中，这个佛性讲伊修什么拢唔对，会使修的，他才讲说修正即不无。为什么要修正？因为我们落入六道轮回太久，那个习性啊都不是佛性本体的，所以那个修正啊即不无要修正。可是佛性本体染污即不得，你要把佛性本体染污啊，要改一回大善，你染不得了。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形象。你要在虚空彩绘啊，你彩绘不来的。为什么？袂调啦，虚空不染颜色，你袂调，所以染污即不得。那六祖一听以后，他说：即此不染污啊，是知佛之守护念，如亦如是呢，无亦如是。他就讲说，这一个不染污啊，就是所有的佛他要护持的东西呀，就是这个佛性本体啊，染污不得的这个。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那个叫认可，就是说你的领悟啊完全正确，就是那个意思。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引明啊一照，你都该加入咱的佛性本体可以光明本来伊的本来就它会发挥光明的，因为你这一加生手啦，生出有能有手。你能加的时候啊，它光明；能加手加的时候，它有不一样。你哪记哩？你哪做它真鲜啊？那它就变生昧了。本来不生不昧了，已经被你一加入有为啊，就变成生昧。这样了解意思吗？是很细腻的啦。我们研究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很。微细的地方啊，要全部都了解。了解以后，我们做就正确。然后做法正确，我们就可以回归，真的到自己的本位。每个众生都是佛，都是佛因为认知错误了，才没有成佛。所以我们要把不正确的这一些认知去掉。这样了解吗？那我们的最让我们迷惑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六根对六尘我们都把它当成实实在在六根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把它当成实在。它最大的毛病就在这里，所以这个叫邪见。讲得好听叫我见我所看见的我眼睛对了色相产生的念头。我们都把它当成真的我实在看到呀，实在看到拢真那个，是不是真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咱实在看到啦，咱一个人咱若伫咧近近看到是真大汉，这个人若徛去较远的时阵，咱看到迄个人是不是真细汉？看到是真啊假？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它的奥妙。就是这个样子。一样是一个人啊，一样是一个形象啊。为什么在你的眼前形象就很大，在你很远的地方形象就变得很小？为什么？我们会说自然啊，自然就是道。所以我要了解说凡尘啊，有很多我们都没有细心的真心的去探讨去追求。所以真正的答案没有出来，所以这个叫做假象。凡尘只要落入我们看得到的，都叫假象，叫虚象，叫幻象。所以我们追求是实相。实相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这个实相实相呢甚深很深，很难进入。可是呢，我们要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你就可以进入实相。
实相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有实相，可是我们都不认识它，也不追求它，我们都追求幻象，完成了假象，我们很努力追求了，很在意，对自己的实相呢都不管它，不追求，所以这个叫颠倒，佛都讲我们众生颠倒，应该追求的都不追求，不要追求的我们都很努力呀，在追求，所以我姐都时常讲，尤其有坤道，这个买那个化妆品啊是很贵的，然后白天呢就一直擦一直化妆，或者坐车这个可以说一定时常可以看到，那个小镜子一拿出来他就在脸上一直化妆，晚上睡觉要不要洗掉？那钱是不是拢了呀？买遐贵的物件，买会搁甲洗衣裳，那不要洗，明天就不用擦嘛，可不可以？我说这个年岁一大了拢变赶快，面拢赶快面啦，尤其我们坤道若食到老你也看，大家拢面拢赶快对吧？有没有一样？看起来都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唔免化妆啊，早时起来面巾洗要清洗就好啊，上水，最漂亮的素颜，最好看的，以真面目跟人相对，最好的。微真的可是我这个 LKK 啦，看的话都看成那种一挂妖怪，好好的人都不做做妖怪，像不像山妖水怪？那个睫毛都把它又装得很长，然后那个指甲这个倒叶竹真的 LKK 的，看不习惯，然后现在的那个穿着安尼古拉杂，安尼咱顶头穿迄敢若迄个布地喜洋安尼穿的安尼白白然后底下过来搁一领较长的，搁一领搁较长的，搁一领搁较长的安尼，都安尼4、5层安尼咯，看一看不知道是好看在哪里，我都看不出来。真的你这个一装的让人看了都舒服，那个不是很贵的衣服啦，就是很让人看得很舒服，穿得很好看，很端庄，这样就好了当人嘛，你为什么要当山妖水怪？当人不是很好吗？所以我们就是在凡尘呢，要正式的追求呢明心见性，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怜悯呢一照就生熟，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本来呢是很光明，只要呢我们加明到我们佛性本体进去那个就叫无明那个不觉最初的根本不觉以及呢这个独头生相无明独头生相无明，我们最难弃掉就是这个啦，这个独头生相无明一切的妄法呢皆依它而生，就是我们把那个佛性本体要加进去光明，这个叫做一念无明那个独头生相无明。那么言明不妄生呢造用，则是呢本明原来言就是本来它很光明，我们呢不要呢再加这个有为的那个做法进去呢照见我们的佛性不要妄用妄生的造用，不要它呢这是本明，毫无一物全部呢都没有那么今以言明这个性上妄生造用
那么此造啊，就是妄造，就是错误的做法。那么生熟，就是生出能熟，熟一粒了，能熟一粒了，照现啊就没有了。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光明啊，那个照现就消失了。照现呢，即是本体所发。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它会发出光明。即嘛去有了加明以迄个本体的照现光明都无去啊。以手照啊，是望见啊，寂力。真照之现啊，最晚。那个真性里面那个本来发出光明，伊就消失啊，就无去啊。所以你看咱人假熬。本来就不用的啦，咱拢要改破，这爱好光明才会使，结果这一家就六道轮回了，即所谓的有相当前，无相即语，有相有形有相伊要做主啊，无形无相的伊就退隐啦。所以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修养很好，只要我们跟他争我们六根呢，跟佛性本体来争啊，佛性本体一定退位，他都呢不会啊跟我们六根来争，所以我们不要让六根当家。各位先生，在生活中呢，这个是佛性当家呢，还是六根当家？我们现在还六根在当家，这么不听话。慢慢转移要把它转移呢，让佛性来当家。佛性当家呢，不会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不能呢让那个我们的感官呐六根来当家。它是呢悲悯跟如财，早跟他落财啊，咱会使甲用，袂使互伊做主人。如迷云起呀，必障必贵日。那个慧日啊，智慧的太阳，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然后有那个迷云啊，那个云啊一起来的话，就把这个慧日已经呢障蔽啊，就是不让它呈现，已经呢看不见了。那么将本有的如来藏转成无明常识，已经就转了，就变无明了。然后呢，文殊菩萨又讲。说迷妄呢有虚空，因为我们迷了进入妄，不是在真不是在呢那个真理世界，不在呢佛性本体，所以迷妄呢才有虚空才有我们呢所看到的这个虚空，然后依这个虚空然后才立世界这个虚空呢才立世界，然后我们的念头想然后都变成那个想久了以后想成呢就变成国土，所以我们的国土是从我们的念头生发的。国土那国土大的国土就是我们念头生发。那么知觉乃众生，所以有世界，有国土，有众生，那个知觉呢就是众生。那么这一段呢，文殊菩萨是讲，从真呢起妄，本来是真，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可是呢，我们现在因为有念头，有呢要想把佛性呢加明、加光明，所以妄成呢世界，然后众生、业果，三种这个相续之相，然后呢，文殊菩萨讲说呢，空生大觉中，说这个空就呢在我们大觉之中产生所以各位先生，这个虚空世界其为咱的佛性本体生发的那个空我们世界的空在我们佛性之中，就好像那个海一欧花那个欧呢就是海浪引起来的泡泡所以一个海浪引起来的泡泡就是呢这个空所以空很小，我们看空很大，可是呢在文殊菩萨讲出来呢，我们的大觉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才叫大这个佛性本体可以产生呢这个虚空，从虚空呢产生世界，
从世界啊产生众生，从众生呢产生业果造了业要受苦业果，所以这个世界是从我们的觉性之中生发出来。那么有漏为成果就是有漏有烦恼的一个果，就好像一粒为尘那么皆依空手生，这么多的为尘果，这么多的果依为尘一个国家都是按照这个空所产生的。那么阿昧空本无那个海浪引起来的泡泡一消灭了以后这个空本来就况复呢知三有，这个一消灭了空都没有。然后呢，我们要了解呢，就是因为有这个空，然后才有三有。三有呢，就是三界啦，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咱这个世界。咱这个世界是为空来，空是为咱活性本体来。这样各位了解了吗？我们活性本体不大，非常大可是我们都没有去研究不知道说活性本体这么大，这么广泛连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在活性之中，是很小的一个单位精髓。所以虚空呢生于大觉的心中，仅如海之一窝花现而已以决心呢比喻如海。那么虚空呢比喻好像那个窝泡泡，海浪引起来的泡泡。那么阿昧空本无那个阿昧空就没有。那么虚空呢本无所有况复呢空中呢知三有世间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叫做三有这个世过去、现在、未来皆呢东西南北空间时间。然后呢，文殊菩萨又讲说，归元现无二。我们归到本来那个佛性都一样，没有两个。可是呢，方便有多门。我们修持的方便，修持的方法有非常多的法门可以修持。圣性无不通。一回到呢我们不生不灭佛性不管用什么法来修，都可以通达，可以到达。只是呢时间方法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文殊菩萨呢就讲说圣逆皆方便，不管是圣修还是逆修都是方便法门。那么再讲说初心呢入三昧除世不同伦文殊菩萨呢说我们这个末世的众生初心要进入三昧，三昧就是正殿。我们要进入正殿那个快跟慢不同呢那个里面那个修持方法，用对的方法但修一天可以当视觉一劫就足久咱若修掉一天就久啦，修久啦劫的迄款时间来比论。那么用不对方法这个虽修呢视觉不足一日，虽然修足久的，修久啦先久啦世久啦先久啦世拢咧修，但是拢无功夫出来，迄就是这个修的内容无同。那文殊菩萨呢就讲我今呢白世尊就是向释迦牟尼佛表白佛诸呢娑婆界此方真教体。说这个佛呢出现呢在娑婆世界要来教导呢那个娑婆世界的众生。那么此方呢真教体真正呢能够进入让众生得到利益清净呢在因闻就是能够从因闻进入因闻就是很容易修持。欲取三摩体我们要正殿这个走路正地，三摩体三摩地就是正殿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奢摩他、三摩体以及禅那三个都叫正殿。可是三个它的内容都不一样
那个奢摩他着重在领真理，然后三摩地着重在实际观照，然后呢禅着重在功效，就是已经有功效呈现所以三个翻译成中文都叫正定可是内容都不一样用三摩地的话呢，就是实际的观照，就实践实际的在做，叫做三摩地。那么十以稳中路，我们要进入三摩地，进入正定从稳性之中进入离苦得解脱，我们就可以离苦得到解脱。从稳性一进入以后就可以离苦得解脱良哉呢观世音，就是观世音的修持方法很殊胜很好那么以恒沙觉中入微尘佛国得大自在力这个在讲观世音菩萨呢，就是呢恒沙觉中进入微尘佛国，然后呢得到呢大自在力，无畏施众生他没有这个畏惧的心来布施给众生，就是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得到这个快乐妙音观世音、幻音、海潮音。这个妙音呢就是这个说法不滞，这个讲出来妙音那个法都不会阻塞。那么观世音呢就是寻声救苦。那么幻音呢就是晕性这个我们了解说它的那个音的性无着，就是不会着影那个音线。那么海潮音就是应不失时，就是刚好我们切水的时候下大雨应呢刚好不失时。那么救世须安宁能够救这个我们凡尘呢都能够得到安宁出世呢后常住，能够离开苦海，得到呢常住真心呈现。那么我今呢起如来这个文殊菩萨呢说启禀如来，如观音呢所说，好像呢观世音所说的修持法门耳根圆通譬如人静居就好像我们人在家里面居住，静静的居住十方呢既击鼓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呢全部呢都在打鼓，10次一时闻这个十方打鼓的那个声音我们同时听到，此则呢缘真实缘像我们第一次的时候，这边不是滂沱大雨吗？我们都听到，有没有？整个都在下雨，缘所以那个缘真实。然后目呢非观障外，就是眼睛有一点障我们眼睛被那个一张纸遮住了，我们就看不到遮住的外面所以目非观障外。口鼻亦复然就是这个嘴巴鼻子也是这样，一点点障碍就跟咱的线就隔离了，没有像那个吻线那么通达。那么身以和方知我们身根要和才会知道所以那个知觉性没有像那个吻性那么圆。心念呢分无序就是我们念头一念接一念它没有头绪这个是在讲说这一些修持法门都不容易用目、用口鼻、用身、用心都不容易。但是用耳根就很殊胜。那么隔远听音响，小耳呢具可闻我们隔着墙壁来听这个音响小耳眼近全部都可以听到。五根呢守不起就是剩下把耳朵吃掉以后眼、口、鼻、身那个意守不起没有办法跟稳性这个相同。四则通真实
所以前面一个圆，下面一个通，圆通，圆通真实。因性呢，因生呢，性动静啊，稳中为有无，这个它因生的性啊，动呢就是有声，静呢就是没有声音，因的性里面自然有动静，然后稳中啊，我们那个稳性之中，有声音动的时候叫有，没有声音叫无。无声呢，好无稳；没有声音呢，我们讲没有稳，就是无听到。非实啊，稳无性，不是呢，我们稳性没有。声无啊，即无昧；声有啊，亦非声。那个声音没有的时候啊，我们稳性没有昧；声音有的时候，我们稳性没有声。所以稳性啊，没有生昧。就是要我们体会啊，我们的稳性啊没有生昧，可是生成它有生昧啊，所以我们做耳根圆通的时候啊，就是要用稳性，稳性没有生昧，我们就是要体会啊没有生命的稳性。那声音有生有昧就让它生让它昧不要去在意。那么生昧啊二远离生也远离，昧也远离，就是有声音我们也远离，没有声音也远离，就是不管它了有声没声呢都不在意。四者啊常真实，所以我们追求都是三个字，一个圆，一个通，一个常。圆通常这三个在稳性之中呢都可以呈现它是圆，整个呢整个圆圈东西南北我们都可以啊这个听到，又通我们呢隔了墙壁啊一样可以听到又常住啊，有声也听到，没有声音也听到，所以圆通常文殊菩萨呢把这个整个殊胜的地方呢都把它点明。众令呢在梦想啊不为不失误，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在梦想做梦的时候不为不失误，不是呢我们那个伪性啊没有一样呢就有所以啊觉观呢出思维，这个觉就是稳性本体，观呢就是稳性的造用，所以觉观出思维，超出呢思维之外，身心不能及，我们的身心到达不了佛性本体啦。所以我们呢这个可以这个在生活中呢体会，就是呢我们晚上睡觉我们已经睡着觉了，睡着觉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有朋友来找，他家人这个到我们寝室来叫，说某某人起来，有人要来找你，他不要碰到我们的身体就是身没有碰到，然后我们已经睡着觉，心也没有在想念了，然后我们听到家人叫的时候，我们就醒过来，就起床，有没有啊？假如说年纪轻的话都叫袂醒啦。年纪轻因讲较少年的迄个伊咧困甲更衣添咧水也搁咧困，那个就他的那个佛性就比较因为出生了以后那个阴比较浓，阳比较少所以那个睡觉的时候都昏昏沉沉那我们到到青年以后青年壮年以后那个阴跟阳大概一半一半所以那个睡的时候我们身体在睡觉，心也没有在想念所以身心都没有到达佛性本体。这个时候家人叫我们没有碰到我们的身体，然后我们的心在睡觉也没有想，是不是身心都没有？可是一叫我们就起来，各位了解吗？那个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那个稳性稳性就是佛性本体。人甲咱叫咱就起来就起来应对，有没有那个经验？
所以我们就可以体会说那个觉观啊，出书为觉佛性本体，观佛性的作用，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它的本体、它的功能作用都超出我们的身，超出我们的心。在如是我闻还是那个张卓那个悟道记啊，或许有讲到说那个盲者有见，有没有？那个跟阿难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盲者啊，就是眼睛瞎的人他有见。阿难说盲者都就那看，然后佛就讲说，那个盲者啊，盲人，他见到的黑暗，跟我们明眼的人啊，处在暗室啊，所见到的黑暗一不一样？是一样的，拢黑暗暗啊，都拢无看啊。你暗室内底，伸手也无看五彩，黑暗暗，暗拢同款。所以盲人有见，跟我们明眼人的见，我们都以为是眼睛看见所以佛就讲说，这个盲人医生给他眼角膜，他可以看见，这个叫眼睛看见。然后那个明眼的人在暗室，然后我们开灯，开灯以后他一样看见。佛就讲那个是灯见，因为开灯以后看见。不是眼睛看见，是开灯以后看见，叫做灯见。所以我们一般都不会这样去想。然后佛讲出来说我们要了解到说呢，眼它能够显色，眼睛就显现形象，然后那个灯一样是显现形象。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佛性它是脱根，就是不要有眼睛，你一样有见。脱根脱离我们的六根，然后脱尘，就是你不要看纯净，你一样有见。就是盲人看到的黑暗盲人看到的黑暗，他不用六尘，他一样有见，就是看到黑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佛性在的时候是我们佛性在看，不是眼睛在看。可是我们都错觉，认为是眼睛在看。没有用佛性，那我们呢进入那个真理里面全部都是佛性的作用。所以那个阿耨利我们知道吗？天眼第一的那个阿耨利阿耨利就是每一次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他就开始度孤了。然后释迦牟尼佛讲完了他就请生了。他每一次都这样。所以佛就骂说你是那个那个蚌壳哈姆类，就是那个海底里面的生物一岁1000年不闻佛的名字那个阿耨利那伤心要跳昏迷一直哭然后7天不睡觉。我们眼睛以睡为食咱目睭都是咧困的时阵，伊咧食饭。咱7天都卖困，目睭就青霉眼睛7天你都全部不睡的话，他就瞎了。然后佛就教他说我们看不用眼睛，用佛性，所以他就能够呢看所有凡尘的景象，就好像看空拿的水果，那个阿耨利他不用眼睛，用佛性看。这个又是超越我们凡尘的认知所以我们又会觉得说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平常呢就是少研究在那个大概是如是我闻嘛，就讲说我们是佛性是脱根，它都脱尘，离身难离境，有没有？有看的话就会看到了你没有看的话，不知道你在讲啥我都不知道所以要有心追求，有心追求呢很细腻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延伸延伸了以后原来佛性呢它是脱根脱离我们六根，然后脱尘脱离六尘然后离身离开身体，又离境离开凡尘的景象，离开所有的眼独立
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这么殊胜的我们都不知道，这么殊胜的要认识要把它启发出来。所以这边文殊菩萨就讲说，觉观呢出殊为，超出我们的思维，身心呢不能及，身心呢都达不到呢那个佛性本体。那么今此娑婆国呢，声论呢得鲜明，就是用声论能够鲜明这个佛法。众生呢迷本，我们众生迷昧了我们的根本，迷了我们的稳性。我们都把它用错地方了，我们不用稳性了，我们都用稳，或者不是讲第二个嘛，那个稳就是我们听到声音加入我们心意识，就是加入我们自己的情绪啦，自己喜欢讨厌都把它全部加入，所以叫迷本稳，众生呢迷本，寻声呢故流转。我们追寻的声音所以才流转六道就是追着声音，这个声音呢好，我们就很喜欢，不好我们就很讨厌，喜欢呢就取，讨厌就舍，就取舍就造业，所以呢这个文殊菩萨呢就讲，恶难呢从强记不免漏邪思，恶难的稳性呢，假如他听过一次他就会记得，所以稳性很好，他很那个记性很强，这个十方之佛讲的法他都知道，所以我们看的佛经呢，都是集结的时候阿难讲的，所以我们也是要感谢阿难有那一种功能。那么起飞呢随所轮就是随着我们这个追寻凡尘的生命。然后呢，又落入生灭，又到轮回，旋流呢后无望。假如说我们能够呢旋转，我们不出流去远尘，而入流照现，我们出流精神放出去了，就跟凡尘攀缘。然后呢，我们这个入流了，把精神回光返照收回来，就照见了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么阿难呢，汝谛听我成佛威力，就是呢把佛的威力用呢把它发挥，先收呢金刚网，那个金刚网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我们佛性本体呢都是金刚网我们都有，每一个众生呢都有金刚网，如幻呢不思议它呢如幻，我们要了解说呢。那个佛性本体非常奥妙，怎么样去想去讲，都没有办法呢把它呢描绘得出来，如幻呢不可思议。那么佛母真善美，佛的母亲，真正的正定就是呢从我们那个稳性进入，如为成佛一路呢秘密门，为成佛一粒为成一位佛。所有佛成佛的法门一切的秘密门，欲漏呢不先持须闻成钩。假如说我们那个凡尘的这个欲望，那个想要的心那个漏呢就是烦恼。我们呢不把欲漏先除掉的话，须闻成钩，就是听得太多，聚得太多了，就会变成呢过错，耽误我们自己。那么将闻呢持佛佛，何不呢自闻闻？这个将闻呢，就是将我们的闻性来受持佛所说的佛法。将闻持佛佛，就是讲将我们的闻性来受持佛所说的佛法。那何不呢自闻闻？我们为什么不用我们自己的闻性来闻自己？就用我们的闻根来闻自己的闻性，自闻闻自己呢还闻自性，闻非呢自然生。这个闻不是自然产生的，因声有名字，因为声音才有名字，就是因缘妄，因为有声音因那个声音的产生呢，就是因缘际会，
因缘际会才有声音，有声音里面呢有这个名字，然后行文啊以声脱，我们旋转我们的文性跟声音啊脱离，就是呢不要进入那个生灭的那个生存里面。那么水能脱呢亦水名，这个能脱离的那个这个名称啊要怎么样来说，就说不出来了，就是我们修正了真的已经回到了稳性了，就没有名称，无名没有名称。那么一根呢即还原，我们只要耳根呢还原，6根呢成解脱，修一根呢就可以，不用呢6根呢全部这个修持。那么见闻啊如幻意啊，三界若空法。我们在凡尘所见到的、所听到的，都好像幻意就是假的幻象，不真。那个意就是眼睛有毛病了，眼睛生病了，看的都不正确。然后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若空法，好像空中的花，都不实在的。三界呢若空法，那么稳护啊一根主。我们的稳性啊恢复了，然后呢，眼睛的毛病啊，那个一根啊，除掉了，尘消觉圆净，凡尘啊，都已经呢，被我们修持，我们修到已经呢，尘都没有了，叫尘消，凡尘都消除了，觉呀，我们佛性本体呀，就圆满，清净，净极啊，光通达，我们清净呢到极点。佛性本体啊，发出光明，光明呢就通达，整个这个宇宙啊都被我们佛性呢照亮，极照含虚空，局啊不变之体，照呢随缘之用，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呢跟佛性的随缘之用，它含虚空，包含整个虚空。却来观世间，这个时候我们来观呢这个凡尘，犹如梦中事，就是呢好像我们睡觉的时候做梦，梦中里面的事啊，我们一醒过来就知道那个都是假的，不真，凡尘一切都是假。那么摩登伽在梦，那个呢引诱阿难呢，要跟阿难做爱那个摩登伽就在梦中的人。谁能留汝形啊？你的形象啊，什么人能够呢把你留得住？如是呢巧幻师啊，好像我们这个凡尘啊，有那个巧幻师，幻作呢施男女，就是变换很多的男女出来，虽见呢知根动，要以一击抽，虽呢见到知根，我们6根都在动，然后要呢用我们佛性本体。一击来抽，把这个所有的那个枝根呢，都把它抽，就是能够让它那个动，习机呢归极来。假如说我们呢已经不抽了，不动它了，就习机，然后归极来，就归到呢不变之体，跟呢随缘之用了，就呢本然。知幻呢成无形，所有的凡尘的现象都是假的，成无性那么6根呢也一样，6根没有本性我们6根没有佛性本体的话，6根没有作用，所以有作用都是佛性本体。言一精明，就是呢依照一精明，一精明呢就是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了。因为篇幅不够，所以最后就把那个旋如导文机还文文字性，就是呢旋转我们那个稳性之中的那个关键那个稳机来还文，回光返照还如我们的自性，就是入流照性。所以文殊菩萨有讲说，我亦从中证，归为观世音文殊菩萨说，我也是从耳根圆通修正的，不只有是观世音菩萨这样修所以很多这个修正的那个知佛呢，也都是从耳根圆通修持。所以呢，我们
特地的把那个耳根圆通一再的宣讲之前讲一次啊，大概讲听无，所以还是不死心啊，还是再说再说了以后啊，就比较有一点印象虽然不是还很透彻的了解，不过已经有一点点这概念有没有啊？有没有一点点概念？因为我们有这个录下来各位可以拿那个 CD 啊反复听只要熟了听熟了一定就会做了，会做了一定就有功夫所以最重要啊还是在这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先启发你佛性本体，认识了以后才把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让它延伸到整个虚空。整个虚空呢都是佛性本体，所以就不叫顽空，叫真空。然后佛性本体啊是有有没有形象叫妙有，真空妙有就在我们虚空之间。整个我们的生活就不同了。这个虚空呢都是真空妙有，这样了解吗？因为或许说这个讲到，因为剩下只有一点啦，不会说把我们那个时间这个到下课的时间所以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手上还有一张呢那个黄檗那个虚云禅师的传心法要，我们是借着那个六祖那个生活的背景来讲那个六祖那一个朝代那个修持的方法所以重点还是我们要以六祖那精神啊那个修持的精神，就是唯求做不求有，不是说呢我们说为什么不把这个六祖坛经先讲完了以后再来讲这些？因为我们讲完了以后啊，那个背景不同了，背景不同，心思啊心态也不同。那心思心态不同，我们要还要再立一个名称来说，那就会不那么圆满。然后我们借着那个六祖的背景来讲六祖那个朝代那个朝代所以我们讲这个虚云禅师他是那个怀让不是那个六祖的徒弟吗？那怀让度那个马道一七祖，然后马道一度那个淮海禅师，然后淮海禅师呢就度这个虚云禅师了，是不是又联系下来？他们就是一脉相传也是始于六祖的那个嫡孙就是也都孙所以我们讲那个虚云禅师的那个传心法要因为它是一篇呢就是讲得很殊胜也要我们有程度了以后再说那我们现在又听了这么久了，大概各位的那个领悟啊也都稍微都提升了，所以讲也都会了解所以我们就借着那个虚云禅师也叫断寂断那个国际的寂断寂禅师他有另外一个名称。那这个王檗呢这个虚云禅师那个传心法要我们就这个了解说他是那个淮海禅师。那淮海禅师他同时还有一个智障禅师，还有一个普愿禅师，他们三个同时去拜那个马道一马祖七祖啦可是这个虚云禅师是淮海的徒弟那么潮汐六祖是嫡孙，百丈呢西堂南泉这个冯州呢百丈山淮海禅师那个虚云呢就是淮海禅师的徒弟那还有一个那个师叔师伯师叔一个呢就是西堂智障禅师，一个呢南泉普愿禅师这三个呢同时呢拜呢那个七祖。那么同号呢陆氏马祖就是七祖马道一
那么独配啊，最上圣啊，离文子之意，就是虚云禅师呢，他呢，这个领悟得很深，所以就是最上圣的离开文字啊，那一种这个修持方法。那么唯传一心，它就是传心呐，更无别法，不讲别的方法，就只有传一心。那么心体啊，亦空，万缘呢，寂寂。如大陆人，好像那个太阳在空中生以啊这个虚空，照耀啊静无啊先哀，一点点那个凡尘啊尘都没有。那么正知者啊无心救，我们能够证悟啊没有心没有救这个无浅深，没有浅深。然后收之者啊，不立啊意解，就是不建立啊，从那个义理啊去了解，不立呢中举，不开呢户有，就是呢自己呀，不那个开立门户啊，直下便是动念啊，则乖，只要起心动念就离开本体了，就不是真心了。然后呢为本佛，就已经是佛了。故其呀言简，言理呀很简单，其理直道理呀就很直接，其道呢具，那个道啊很高具，就是呢不跟呢凡俗通俗一样，其行孤啊，就是你若听我就来，中道而立呀，能者从之，不会说你听无我讲较假，讲较浅的给你听。不会那样，就是你自己呀，要自己呀，努力，拉自己呀，上来。那么四方邪徒啊，望山而趋呀，就是听到他那么殊胜的教法，都呢赶到那边去。那么睹相呢而悟，只要你见到他那个样子，你就领悟了，不用再讲话。往来海众常呢全于人，就是非常多的人想去追求，就是因为那个朝代要修道的人很多，所以或许呢特别又把这一段又把它抄录下来，这个是在那个五灯会演以及那个景德传灯录里面呢有记载，就是呢他们修持的过程。那么这个学细文的就是唐仙宗的那个相国就是呢裴修那个裴修他学的这个细文，营呢到智州是一个地方那个气息在龙兴寺和这个虚印禅师呢都在那个龙兴寺。那么入系问道受法，就是这个有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时间来问道，来接受呢这个佛法，然后退而继之这一个裴修这个宰相他退下来就把他所听到的就记录下来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很有心很有心，可是那个时候他还不敢传。那么识得一二很谦虚说10分之中呢，他只有得到1、2分而已。那么配为心印，说这样以后很重视他，不敢发扬，不敢把它发扬出来。那后来呢，惊恐入神经意不闻一味就是转无去咱中国人拢暗道看到拢无了了，伊惊讲我若拢无甲伊传出来都转无去遂呢出之，所以才把它传出来请长老法众就是听的人有蛮多的人，请一些长老法众呢问于网路这个长手这个亲闻同意何如？说我写出来。甲咱大家听到的有共无然后呢记述其每段的接法都是一段一段的，然后我们把那个比较好的把它记载下来
所以有这个圈一个圆圈的地方就是一段，要圈一段。知佛以一切众生呢为是一心，更无别法，这个呢就是一段。此心呢无始以来不曾生不曾灭，不轻不缓，无形无相，不实于有也不实于无，不计新旧，归长归短，归大呢归小，超过一切的限量，名言中基对待，超过一切的限量，超过一切的名言，超过一切的中基，超过一切的对待。当体呢便是，当下当体便是，动念即乖，就是动念就错了，犹如虚空呢，无有边际不可测度，虚空没有边际，也不可测度。唯此一心即是佛，这一心就已经是佛。佛与众生呢，更无差异，没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众生着相，这个外求转失，我们着了形象，向外面去追求，所以失掉了，失掉我们心，所以就失掉佛了。那么佛，使佛密佛将心周心我们本来就是佛，使佛密佛，咱本来就是佛，不过来找佛，这个就是头上安头了。然后将心，我们这个已经就是真心了，然后我们还在周心，穷绝进行终不能得。不管再怎么久，再怎么努力都得不到。不知呢，徐念呢方虑佛自现前。只要我们习念，把所有念头都熄灭，所有的虑考虑都忘掉，那佛他就显现在眼前。所以是不是不一样的？各位前有没有感觉？我们看了这一段有没有不一样的？所以在讲这个真心之前我们又要强调，他在所讲的心不是我们根尘相对的那个世心是我们佛性发挥出来的那个真心，那个心就是佛。所以在讲一心也就是在讲这个。那么底下又有一个圆圈，那么此心呢即是佛，佛呢即是众生，众生呢即是佛，佛即是心。为众生时此心不减；为知佛时，此心呢不颠，没有增加，乃至呢六度万行，河沙功德本就记住。这个六度万行河沙功德，我们本来都记住，不假修添，不用借着外面我们修持，然后添加。遇缘则施遇到因缘我们就布施，许缘呢则己，习掉所有因缘，然后我们就进入那个己，如如不动。若不决定信持而意着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全部呢都已经不对，以道相乖，此心呢即是佛，更无别佛，亦无别心，此心呢净明，这个很清净，很光明，犹如虚空，无一点相貌，没有一点相貌，起心动念呢即乖法体。起心动念呢，就跟我们的法体，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即为着相，就已经呢着相。无始来没有着相佛，就是无始以来没有着相的佛，所以着相不会成佛。我们要成佛一定呢不能着相。修六度万行呢，欲求成佛，即是次第就是一步一步按部就那个次第，无始来呢无次第佛，没有次第的佛，但悟一心，更无少法可得，就是领悟我们一心，就是即心即佛，此则真佛，就是真正佛，
佛与众生呢一心无异，犹如虚空，无杂，这个无坏，没有掺杂也不会坏，如大路人照四天下，照呢我们整个呢这个四天下。这个四天下呢，我们就是了解四大部洲。入照之时呢，明遍天下，虚空呢不成明；入没之后暗遍天下，虚空呢不成暗。所以这个呢明暗有变化，可是呢我们呢那个佛性没有，没有变化。明暗之节自相邻夺，虚空性呢豁然变。如不动的，佛以众生呢，心亦如此，心也是这个样子，若观佛，做呢清净光明，解脱之相；观众生呢，做过头暗昧生死之相。此人呢，做持劫，立河沙劫呢，终不得菩提，即是呢着相之故。所以着相呢。就呢不得菩提，那么维持一心呢，更无微尘许，一点点微尘都没有，这个少法可得，微尘许的少法可得，一点点少法都没有，即是佛。今学道人不悟此心体，不领悟这个心体，便以心上生心，向外求佛。我们在心上又生心，要向外求佛，着相修行，那么皆是恶法，这个法不对，非菩提道，不是觉悟之道，这个呢又是这个一段。各位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是不是很高超？就讲佛性本体的。那因为呢还剩下13分钟了，这个要留给各位贤贤问问题，还是要再讲？我们讲到剩下5分钟再问好吗？要不要问啊？要，好，请说。好，请说。第一位在外望先生问的问题说，老师办道时有普通仙人求道，为求漏尽通，求道后为何普通会全部消失？好，请说。好，一个一个来好了。这个过去心不可有，而且不是讲过吗？过去心有，未来心有，现在心有，我们被三世摄受。三世摄受，我们要六道轮回。那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三心没有，没有四相，三心四相没有呈现的跟佛都一样，没有差别的，全部佛性都呈现，所以那个张守悟道记，这个一念不生全体现，全体的佛性都呈现。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这个外道修持它能够修到五通了。第六那个漏尽通那个漏尽通一定呢要了解到真理，就是呢山河大地都是我们这个佛性的呈现，那个才能够进入漏尽通所以外道会把我们呢这个心就在身上，身外呢都是讲另外的完成的景象，完成的景象，他不把它归内心内所以那个六通的漏尽就永远不通了。我们要知道说，所有山河大地都是虚幻显现，都是假的，是我们的真心性分里面含藏别如来藏来对。咱的性温来对呈现的所以这个都是心内，不是心外。假如说我们已经领悟所有的万象都是心内，才有办法漏尽通漏尽通才成佛了所以你要漏尽通就是要从真理入手
了解说所有凡尘的万象万事啊，都是我们性分，都是真心佛性啊。所以我们刚才有讲那个文殊菩萨讲说空生大觉中啊，如海一窝花。这个空啊，在我们大觉性之中，就好像那个海浪泡泡，海浪引起一个泡泡海涡，那个海涡啊就很小，我们觉性很大。你看从海鸥这个依空立世界啊，有这个空的海鸥这么小的空，才有世界，有世界才有众生，有众生才有业果。所以世界众生业果是全部都是幻假的，不真。那我们了解这个都不真，都没有，就回到了大觉。你回到大觉以后，才有办法漏尽通了。漏尽通就是成佛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老师啊一来点到以后，把你所有的那个五通啊，全部你都不见了，是好事啊。为什么？因为你着重啊，在这个神通上面，你不着重在本体，你着重在神通呢，不着重本体，你就没有办法进入漏尽通，没有办法成就成佛。那没有办法成佛的时候啊，你想追求的你的理想就达不到。所以一定要把你所有的一些全部都去掉，去掉以后，你融入整个佛性本体了，漏尽就可以通了，漏尽通了以后就可以成佛了。所以那个是好的，是好事啊。我们不要说有神通呢就很了不起，那个是佛性的功能作用而已。好啊，请再说第二个。第二个问题是，佛菩萨及六祖应世时，既有时展现之神通，那五通仙人求道后，能够万缘放下一起发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后，五通会再回来。好，请坐。我们要知道说那个整个那个游戏神通不只有五通了，那我们要知道说那个六通全部具备那个时候已经到达我们佛性的那个大用那个功能作用发挥到淋漓尽致可以千百法真，可以变化所有一切所以或许也在那个如是我闻或是那个三走悟道记里面也有讲。所以我们在一个很炎热的地方走长途的道路，然后看到有一棵很大的树，然后我们可以到树下去乘凉，就是养精蓄锐。那个大树的呈现就是佛菩萨他变化的，他示现他用神通把它呈现出来，甚至说。我们在很炎热的那个天气之中，突然吹来很清凉的微风，那个也是佛菩萨他这个神通示现，让你清凉。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佛菩萨他呢这个示现，他呈现的那一些神通不知道。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你修正得到那个本体了以后那个发挥出来不只有我们凡尘认为的那么小小范围是很宽广的那我们在追的时候就不要去追那一些神通不要着重在神通着重在神通，我们对本体不会注意。你本体不注意那个神通很快会消失。那你本体已经修正了，那个神通你可以永远都用，而且用不完，用之不绝，不会绝迹，不会的。还有吗？这个问题我以前讲说，或许做万年放下时，马上会有呼吸变慢且变长，进一种很静且一切又清清楚楚。好像有一份绵绵密密的力量在身上，且与身体是无关系的感觉，但又好似他在守着看着身体一样。且做完换回放下后，因此感觉
很好，不像以前一坐就睡着，不是这样式。好，请坐。我们呢，这个做万年放下各位要了解到，万年放下以后啊，不是万年都放下了吗？然后我们再去注意说心上产生什么，然后什么念头，什么这个现象，请问这个是不是眼？是不是眼？是。这样有没有万年放下？没有。所以就是要了解到一个前提，万年放下。就是你不要去着重会遇到什么现象，有什么果效那个功效呈现，你也不要去攀岩，不要去管它。你只要做万年放下，全部都放下，放下再放下，这样它自然而然呈现的那一个叫了了不明的知觉性啊。这个是我们勉强把它收了，因为收了又是攀岩，又是有眼。可是我们会说无迄句话是安那，是稍微提示一下，说我们真的万年放下到一念不生的时候啊，是有一种状态那一种状态我们要深深的去体会深深的体会以后它一定又有程度上的不同，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宽广甚至在我们做万年放下呢，种得很精致的时候你就不用再特地来做耳根圆通了。那个时候就可以直接呢，从那个佛性本体一直延伸到整个虚空，整个虚空呢都变真空妙有，都已经都呈现了。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是一个很殊胜的方法不要去注重我安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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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够远那就没有万年放下，这样了解吗？还有没有？还有3分钟，好，请说。讲师慈悲那个给我们的经可以用打字的，你这样密密麻麻的看得很辛苦。这个台北的前贤也曾经把那个讲义都用打字的啦，可是我们一看打字的出来以后这个精神都消失，精神各位前贤，或许国民小学没有毕业证书啦，写的这个是不是要用精神去写？现在我们看的是要那个精神你打字的全部都没有了，精神都不见了，不知道它可贵在哪里那你讲是会不会写大字？我写这一张给你，有没有大的？我们下次呢，我们用大的字，有没有？像。头条波，小姐已经67岁了，老花眼，她想戴眼镜起来不好看，所以用那个放大的来看。我们下个礼拜才全部都放大，因为那个写的都很密密麻麻，那个就是要看那个精神的，那个或许没有国民小学毕业证书的写那个下来那个都是很用心、很专注在写，而且都是把最好的，不是全部抄了，把最好的把它抄录，好的才要，不怎么殊胜的我就不抄，就是要那个精神，不然我们假如说要是一些资料，我们可能上网就可以找到，上网都会有，上网它会比这个还多。有一些就是或许是感觉不必要的，无需要，伊嘛拢会写下来。我是把迄个咱较需要，给抄落来。觉得说不必要，我就不抄了。因为那个都很长，那个文章一写下来都很长。
各位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德、老天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天贤给或学机会学讲。我们呢就接着讲传心法要。各位手上这个传心法要的字啊，有没有大一点的？又比上一次哦，那个比较看得清楚了，哦，这一次呢又把它更放大。我们讲到呢那个供养十方之佛啊，不如呢供养一个无心道人，找到了没？2、4、6、8、10、12、14，第16行，有冇睇到啊？有哈。这个供养十方之佛呢，这些这个时常呢，在经典上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写到这个供养十方之佛。然后我们要了解到说，以我们对文字的认识认为说呢，这个供养十方之佛，就是说买花买水果，然后到呢这个寺庙里面去拜拜，这样呢就是供养之佛。可是呢，它实际上我们要了解那个供养十方之佛，已经呢无量无边的十方之佛我们都需要供养。那呢，我们在生活之中只要我们对所有众生，我们都尊敬，我们呢都平等心来看待，那个都在供养之佛。所有的众生都是佛，只要我们没有那个分别心，只要我们的心都是平等，我们对所有众生不管他行为是好是坏，我们都尊重他的佛性，这个就叫供养之佛。所以这个供养之佛我们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呢就去这个实现。那假如说我们对众生有埋怨，那个叫毁谤之佛。各位对众生有没有埋怨有那已经在毁谤之佛了这个是维摩诘他所讲的我们假如说稍微有看一下经典有一部叫《维摩诘经》，那么这个观点是从维摩诘讲出来，所以我们对所有众生都尊重，所有众生呢我们都就是平等心来看待，那个就已经是供养之佛。然后我们呢有埋怨有不满，那个就已经在毁谤。所以这边呢说供养之佛不如来供养一个无心道人。各位浅显，无心道人是谁？是谁是谁？不错，就是自己不太我们都不太敢承认因为也还没有了解到它实际的意思所以那个无心道人就是佛学一直在讲，我们凡尘我们的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那个心那个都是生灭变化，叫识心我们认识的心。然后无心就是把这些心全部去掉，那这些心全部去掉叫做妄尽，妄已经尽了，真就显所以那个无心道人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这样认识了没？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来发出来的真心，那个叫无心无心道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供养我们自己那个无心道的。因为我们在凡此生活的时候都没有把它启发，我们都是有心在生活了。
因为有心生活的心呐、都是生灭变化，所以那个呢，我们不供养这个有心变化的人，要供养无心道人。所以当这个观念这个是怀让，这个怀让禅师啊，然后传到马道一，马道一又传给那个淮海，然后又传给虚云。那虚云禅师一讲这个话，说供养十方之佛啊，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那传到那个行思啊，行思禅师啊，就是六祖坛经里面有一个六祖很欣赏的行思，就是青莲山那个行思禅师啊。那么他的那个徒弟呀，已经到达那个叫延安来的一颗两颗的颗安平安全的安，延安禅师。然后延安禅师在主持的时候啊，他的那个里面修持的一个徒弟就问他说：“为神啊，百千之佛有何过？那无心道人啊有何等？为什么要这个供养这个十方之佛、百千之佛，还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然后这个延安禅师呢，他就讲那个一句非常好的这个句语，他说：“一片白云啊，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一片白云，天上的白云啊，横直的横的，横在那个山谷的嘴巴谷口。几多就是非常多的归鸟。这个傍晚啊，鸟要回来休息啊。因为有白云把那个山口遮住了，所以几多归鸟尽。那个尽心那个尽啊，迷巢迷昧他的家里的那个鸟巢啊，知道意思吗？一片白云啊，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所以这一句讲出来以后啊，那或许就很就是很深入其中很感叹。我们很多众生呢，都是想回到无极里天。那我们有一些前人引导的方向不是很正确，就变成一片白云，把所有要回到鸟巢、要回到家的这一些阎佛子啊，都使他不知道怎么回家。这样知道意思吗？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要度化众生，然后要成全众生，可是我们都变成一片白云啊。各位浅显，有没有体会说我们变成一片白云，把所有要回家的阎佛子啊都挡在家外？有没有？我们引导的所有众生都可以回到理天吗？可不可以？我们不要说引导所有众生啊，我们只讲可不可以回到天？可不可以？有信心了吗？所以我们自己有信心，然后我们引导众生度化众生、成全众生，才有办法把他们带到无极理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变成一片白云啊，把那个山谷谷口已经都朦胧给遮起来了，所以几多归鸟啊尽迷巢，都不知道要怎么等。然后我们又认为功大德大，造了罪都还不知道。所以一定要明心见性。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就就是对心性很透彻，透彻了解知道，我们才可以回到我们的故家乡。
那我们可以回去啊，当然我们首度的这一些这个亲朋好友，他也才可以回去啊，不然我们都变成一片白云。所以或许一看到那个这个延安禅师讲这个话，讲有嘞，那种隐茫啊，家己都唔知影行去倒人生拢去咧带人，要是转人。像不像这个剧？很像我们变成一片白云，去横在谷口了，要回家主要道路我们已经把它堵住了，所以那个归鸟一回来以后啊，直直飞，拢唔知要飞倒，已经没有回家的那个清晰的方向，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一定要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这个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让那个不生不灭佛性都呈现。我们那个佛性一呈现以后，或者都讲，只要你肯做，一段长时间以后啊，你就是不用肉耳根圆通，都可以把佛性延伸到整个虚空。整个虚空啊，就变充在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了。这个虚空不是顽空，是真空。然后佛性其实存在，就是有没有形象，妙有，真空妙有，已经就在我们生活之中。所以一定要努力啊，朝这个方向。心明了以后啊，我们不会做错，因果就不迷昧。然后呢，见性了以后啊，成佛无疑。一定成佛，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佛性啊，那个性就在我们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呈现，就是那个在做佛了，佛就是那个，不很困难的，各位学姐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万年放不下，挂碍的事太多了，完成的事呢都是挂碍。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凡尘啊，都是污染我们的佛性，被那个凡尘污染，都不清净了。所以我们一定在日常生活中呢，一直要放，我们就当成已经自己一口气不来了，一口气不来，什么不想放的、不甘愿放的都要放了，我们就把自己当成已经那个样子，总有一天会那个样子嘛，对不对？要不要放啊？那个时候是强迫要放，那我们现在就先放啊，先放了，我们就可以先那个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目的地啊，就是回到无极里面了，那个万年都放下了以后啊，佛性才会出现。所以我们不放啊，那个妄都在，妄不尽啊，真就不显。说妄尽，真才显。真一显现了以后啊，我们就是这个真，这个真在呈现做佛的，这个真整个都充在宇宙虚空，所以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我们真心佛性，要研究了。不过我们这边程度很好，才9个月都进入状况，进入了没？要敢承担我们要承担自己呀不生不灭的佛性，本来就是佛本来就已经就是了，所以在生活之中就尽量的万年都放下，凡尘事我们只要呢有的吃有的穿，可以遮风避雨就好了，剩下不用用心去追了，一口气不来，什么都带不走，什么都是别人的，所以留给主身不要留给他财产，留给他德性就好。有德呢，所有的人都会尊敬。你有钱不一定人家尊敬，而且有钱主身又会争财产，争得很难看，都打官司啊，那个很难看。所以我们不要留给主身财产，把所有财产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好好运用，度化众生，用来布施。各位会不会布施啊？这个布施就是舍，舍就是万年放下。我们能够舍，我们
真心才会呈现，真心一呈现的，生活都是真，一真就一切真了，全部都是真。那我们不肯放下呢，我们就是守着妄，那个妄一守住了，整个生活也都是妄，都是假的啦，没有一项是真，所以我们就是真心重要，所以那个供养无心道人，这样会供养的吗？会不会？就是所有根尘相对的心全部去掉，那个都是妄，都是生灭的。那我们全部把这一些妄都放掉了，真就呈现。那个真呢，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生花，是从佛性出来。我们都不要它，它也在了。可是妄心就是无体，随着环境变化就变化。那我们不要去追那个生灭的变化，我们追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各位就把它记得，一片白云横谷口，然后呢几多归鸟尽迷巢，都迷昧了，不知道家在哪里。我们不要当白云我们要当什么？我们当清明空清明空会不会？清明就是很清晰、很明朗，整个空间都很清晰明朗，是不是知道归家的道路会不会？会不会？还是眼里当白云所以供养十方之佛呢，不如供养一个无心的道人，就是我们自己要启发自己，全部都进入真心没有那个凡尘用的那个私心。无心则无一切心也，那个无心就是我们人生活在一个心那个心全部都是没有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这个地稠地小人很多地小人稠，那这样呢我们就心也都变得很狭隘了。假如说我们都是在很这个地很广人很少，所以只要我们到那个中部那个合欢山各位有去过吗？或许曾经在合欢山走一天走一天的道路，那个时候是有心想去那边闭关想说我一个人来修，所以到合欢山去找那个环境，结果走一天的时间竟然没有遇到一个人。各位浅显，我们在社会上这样人这个顶弄这些人假如说有一天一个人都看不到的话，会怎么样？那个时候已经到傍晚的时候，然后姐就在想，说这个时候假如说有一个平常认为的大仇人出现，我一定会很高兴的哭了。为什么？看到人了。所以我们这个人多的时候会讨厌没有人的时候会想念。虽然不认识可是看到就好，看到就很安慰了。所以没有真正的去实际体验不知道那一种意境行到真是一天拢无拄到一个，然后那地方很有意思那个路边有那个杂货店，路边有在卖物件那个杂货店它那个建筑就是安尼用迄个安尼稻草掠的安尼砍所以等于是说没有房子就跟他安尼砍的那鸟然后他卖的东西都在里面，你要拿就可以拿到了，他没有人在看顾，就是那个样子很开放
可是因为我们就是也不会想那个心说去哪，不会，一样还是看了知道有这个事就好了，然后就走过了，走过去。然后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说，我们在凡尘角度要多方面，多角度要多，宽广，我们视野也会更宽广。所以在那一种这个现象之下，就容不得我们给他等加多了，就是会很宽广，心会很宽广，自然而然被环境影响。所以在那一种这个环境之下，我们的心态就变化，跟在都会区不一样。在都会区呢，我们坐车，人家坐在等，这一下子来一定要坐不上车了，我们就心里面会埋怨说，上好都卖有人在等，干那我就好，然后车子来车顶卖客满，我会当过去，安尼上好，对不对？结果来的时候客满。这个所有等的人都在等，又上不去，然后20分钟一班，又在等2分，20分来，又一样，要40分了，再来，要1个小时了，心会怎么样？会急呀，对不对？心会急，然后会不会有埋怨？会不会？那个不会埋怨太奇怪了。所以我们就会说，人了的嘴，所以就会讨厌人多了，所以或者就用那一种一天都遇不到一个人的那一种经验来跟这个对比，人这么多你讨厌，那个都没有人呢，你会更讨厌，为什么？是那都没人，为什么会那个样子？所以整个我们那个视野见解都不同了，不一样，所以就会有一种成人之美，成人之心，就是看人家呢都能够达到他的愿望，就高兴。各位有没有那种经验？看到人家达成愿望很高兴，有没有？虽然跟我们自己没关系可是自然就很高兴。好像我们在凡尘呢，这个遇到人家做善事我们也是无缘无故很高兴，对不对？看到人家做坏事会很生气也是无缘无故会很生气。跟自己虽然没有关系可是自然而然就会呈现，呈现那一种自然的那个前态出来。所以我们就说。要知道说我们在凡尘对这个人性，对真理，假如说我们都不研究不探讨，然后呢我们会随顺这个凡尘，会随波逐流，会跟着时代的潮流，然后我们去走，跟着时代的潮流去走，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一定又会迷失最后都一定走入自私自利。对自己有利的去追求，对自己没有利的就不愿意去参与。那假如说我们对真理有认识说显现在凡尘是我们以往所造的业所呈现的果报，是好的话是福报，是坏的话呢，那就表示以往做的不好，所以有坎坷的那个遭遇，那我们都要去面对要了解那个都是凡尘的尘事，凡尘事不重要的。所以以往我们儒家呢就一直要我们坚定自己的意念，所以那一种富贵不移，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然后呢这个泰山崩于前刀继家以后不动声色。那个就是从佛性发挥出来的大定，不受外境影响，外境的富有，外境的贫穷，外境的那个恐吓，外境的所有一切的为难，我们都不动心，是不是不容易？容不容易？所以呢，对真理认识了透彻了，
就有办法达到不被外境影响，你自己心里面如如不动可以有很大的定力从佛性本体呢发挥产生。那我就是要这样才真正的不枉费我们到凡尘来一趟。但一生一转眼就过去了很快就老了，就没有力道了。那我们想再修都来不及，所以现在在还可以主宰的时候，就要努力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是不是自己可以努力了？那我们在可以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我们去看8点档，我们去坐着一直跟电视机面对面，去跟那个电脑面对面去上网，是不是在浪费我们生命？自己不做功夫，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可不可以等我们啊？不能呢。所以要做，你做一天有一天的功夫啦，做1个小时有1小时的功夫，就是要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只要你肯做，你会发现原来念头是自己可以掌控的。所以可以掌控念头了没？可以了，真的那么理想？虽然说我们妄念是自己用力去生发，可是我们就是因为习惯性太强，要他全部念头都不要出来，不要起心动念，偏偏就是要，他要冒出来，那个很强的那一种自然而然，是我们生活习惯，6道轮回太久了，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把它改变。改变呢，不要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叫无明，无明呢，我们要了解就造业，造业就要受苦，所以要我们我们这边发明或者都讲，我们不是要不要和尚，也不要和下，要和中嘛，所以我们这边发明的要把它贯彻，和中就是中道。中道呢，时时刻刻都在觉，没有不觉啦。所以或者说我们大概是24秒可以啦。一天呢，24个小时里面24秒可以觉，然后剩下都不觉。然后我们现在要努力24分，然后真正的2个小时又40分，然后再接下来，已经可以半天12小时了。再接下来，可以，我连睡觉都可以守中，连睡觉都是在觉之中那24小时就呈现了，就真的是合中了。要努力可以喝多久了？24秒还真的24秒，还有的都24秒都没有连那个24秒都呈现不来。24秒都在不知不觉之中，都在无明之中，所以我们众生都是这样迷昧，不了解说，要自己的那个佛性出来当家，一定要启发不然怎么当家？诸人咱都拢也唔捌，各位认识自己的职能了没有？认识了对啦，这么久了9个月一定要认识的啦，爱捌伊伊捌咱无？捌。有互伊咧做主未？有没有当家的？有这个很亏心的说有，不敢很理直气壮有，不一样，还是感官六根在当家。我们要知道6根当家造业，就是要受苦啦。我们受苦的时候就不要埋怨。我们说一般都会怨天尤人那是我咧受苦，那不是别人，苦拢给别人，那要想苦的拢给我，有没有？不错这个不回应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日常生活就是实际的来修来做，多做你这个万念放下的，然后一念不生。当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本来面目就会呈现。本来面目呈现的时候那个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要认识你要把它培养，让它茁壮长大。久了以后呢，那个般若妙智慧就会生发，就有有了以后我们就会自然而然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就会呈现。所以在讲说这个五通六通这个上个礼拜不是有这样问嘛？有前贤说那个求道以后五通都消失了，那或者说五通消失才是好事追求神通是生灭的。那我们以后证悟佛性本体以后，那个呈现的神通是功能作用那个大用无限那个神通不只有无眼有通那个通的不得了。我们可以把空间的所有宏图让它要集合成什么形象，我们可以自由自在。那个通有没有超过六通？那个叫游戏神通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你五通没有放掉，也就是把山河大地外相都当成外物外面的东西身体是我的身心，外面都是外面，跟我身心没有关系，那个叫外道，已经在道之外叫心外启发，那个都外道。所以外道没有六通了，没有漏尽通，漏就是烦恼，所以他的烦恼都在。那我们要进入到没有这个所有凡尘没有分别，都是一体，全部呢都是真心佛性那个时候漏尽就通，漏尽通就成佛。成佛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凡尘的所有宏图可以集合成你喜欢什么样的形象，就呈现什么样的形象。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一定也要追求最上圣的，而且一定要有心有心追求，天下无难事嘛，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有心去做就可以达到这一个程度，这个状态。所以刚好我们就讲说这个无心就是没有生灭的心。无心就是把那个生灭的心全部去掉，生灭的心都是妄，不真，不生不灭才是真所以那个妄一尽真就会显。当真显的时候我们已经认真了。所以我们从小时候就被告知你要认真要认真我们有没有认真我们都认假了都不认真真都不认识，不认真，都认假所以从小这个一直长辈师长都一直告诉我们要认真，要认真那个已经在告诉我们真的要认识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要认真，真的才会长存假的很快就不见了。所以我们那个把那个生灭的心去掉就无心了没有那个生灭的心，无一切心就是没有凡尘用的这一些生灭的如之体内外如木石那个如不动。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它是如不动，真如如不动所以我们有看那个如是我闻那个如就是真如，真如呢佛性本体如不动。我们的佛性本体它本来就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如不动。佛学都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说，所以我们有玩过照相机的人他一定知道，在按下快门的一刹那，绝对不可以晃动镜头一晃动，洗出来的相片一定模糊不清全部不动，气呛很清晰整个呈现所以我们佛性在身上，假如说是他动的话，那我们看到的景象都模糊不清。可是我们看到景象都这么清晰我们头动得很快，一样很清晰所以动的是身体
不动的是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如如不动，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如如不动。因为冲塞整个宇宙虚空，我们讲那个耳根圆通最后面那个文殊菩萨说我们这个世界是如海一欧花，就是一空力世界。空从哪里来？从我们的佛性本体来。因为有空了才有世界，有世界才有众生，有众生才有业果。所以世界、众生、业果，我们就三个一直连续没有断绝。它这个都虚幻不实在，世界不实在，众生不实在，业果不实在，都是假的。真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如如动的佛性本体。所以这边呢就讲如如之体内外如木石。佛性本体那个内外没有内外，没有内也没有外因为太宽广了。没有内，小到已经没有内，大到没有外。全部呢都好像我们完成了木石一样，如如不动。那个我们佛性本体就是如如不动。不动不转，内外如虚空。我们那个如如佛性本体如虚空，内外如虚空。不塞不碍，不会阻塞，也不会这个妨碍。无能无守，没有能守。所以这个没有能守这个就是没有事相。有能守就是有事相。各位都还有印象吗？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那个能守都呈现比方说我能看，一定有我所看，有没有能守？那个能看的就是我相，所看就是人相。那所看差别重生呢，就是众生相。然后我们连续不断的看，叫受者相，就事相不呈现。然后没有能守就没有事相。那我们要进入没有事相，就是不要有三心。三心知道吗？什么心？对，就是过去心、现在心跟未来心。然后呢，过去我们对过去的事情，过去所发生的，我们遭遇的，我们都去想念，都去回忆所以年岁越大那个过去心就越浓厚。然后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有过去心被过去过去事摄受，去互伊吸去被它摄受。然后我们有未来心，就是策划未来，被未来又摄受。有现在心又被现在事摄受。那三世都把我们摄受，就表示我们六道轮回。然后我们过去就让它过去就不要再去回忆不管怎么回忆它都不会回来。然后策划未来我们那个身体要用佛性不用，所以不用策划未来。身体要策划未来，佛性不用，佛性是在当下的所以不用去策划未来。然后我们现在不住，我们说现在它又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你躲不掉了，没现在，这样知道吗？不回想过去，不策划未来没有现在，三心都没有。三心没有所呈现的跟佛就一样，因为没有三心，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所有都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众生跟佛都一样，没有差别。那所以之前或者就讲时事古今不离当念，都还记得吗？我们三世各有三世。过去世有一样有三世，现在世也有三世，未来世也有三世，合起来就9世了。那加我们现前一念一世就10世。那10世古今就是亿万年前、亿万年后不离开我们当下的这个念头，所以我们当下这一个念头就具备亿万年。
亿万年啊，就在我们当下这一个念头，这样了解吗？我们亿万年前啊，就是现在这一个念头，亿万年以后啊，一样现在这一个念头，所以我们了了分明的当下，就是我们要追求的，这样会不会啊？很容易哦，容不容易？不相应。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潮流之中，它会跟着外面的流行而流行所以这个真理呀，很深色就装不进去。那我要了解到那个完成的那个世界流行，那个是没有一个固定，它是变化无常，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现在有新的事物那往后还有现在的新事物就变旧了，它都会这样子一直推移，这个是属于现象界。那现象界呢，我们要了解千差万别，现象界千差万别，真理只有一个。那我们呢守住真理我们守住不变的真理就可以应万变的现象界。真理不会变，会变就不是真理。所以我们要对真理透彻认识，认识了以后，我们守住在我们身上最亲切的真理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要把它守住，要把它修正，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一生呢，我们把它呢列为首要的目标，要去达成。我们达成这个目标就可以一劳永逸了。现在比较这个劳苦一点，然后往后逍遥自在。虽然说劳苦那个也都是这个外面的人说的，自己修持的本身不会觉得。所以那个苦跟乐都是主观的认定，没有客观的标准。客观人家说苦呢，可是我们主观呢，只要你是心甘情愿，都很快乐，对不对？我们愿意做的事再怎么困苦，都是很快乐。可是别人看起来很苦那个是别人看的角度不同。那我们要培养自己就是要投入在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上面用心。然后呢，从那个本体发挥出来，那从本体发挥出来，没有两边，没有我们完成所谓的苦乐，就真正的已经到达那个佛成就以后的常乐我净，有4个德整个都实现，所以我们了解所在凡尘就是努力要把那个4项3心4项去掉。所以就没有能，就没有守，没有能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是心甘情愿各位有没有培养说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都是心甘情愿？是有啦，很少拢唔甘愿的较济各位会不会感觉我们生活很无奈？逐天拢爱食3顿暗来拢爱去困，就不能不这样对不对？所以有一些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都可以超越的。超越这个凡尘的所有这一些现象，那我们呢，只要进入我们真心的这个追求，它呢所有的这个现象都不会牵累到我们的心，心呢都可以真的在如如不动的状态之下，那个才是我们要追求。我们可以把它呈现。那因为呢，我们六道轮回太久，习性都太强，我们要努力的把这一些习性能够转，
转化，都让他们能够进入佛性本体，这样呢修道就是成就了。我们最怕自己被那个外面左右影响，自己都没有主张这样的话一生一过下来到最后了。各位前行，我们一口气不来要去哪里没路通行。努力的把那个三心四相去掉，就无能无所没有能所呢，就进入一个绝对体无方所，就是没有地方所在因为没有地方所在，所以非常宽广有地方所在呢，那个角度就很狭隘了。那么无相貌无得失去者呢不敢入此法那个去就是往修持者，我们修道的人呢不敢进入这么殊胜的方法恐落空非常害怕进入那个顽空所以我们了解我们修持到这个最高法门的时候那个百尺竿头要更进一步了。那个南极老先生不是说吗？这个我们呢，这个坐在那个百尺竿头已经修到最高的程度了，可是都不敢更进一步，因为更进一步拢无行无去百尺竿头要做一个竿头，通好去，通好依赖再更进一步哇都拢无对不对？南极老先生告诉我们说，你更进一步的时候那个我们那个法身的前身呈现了就是全部都没有依赖那个是最难的那一个地方所在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修持那个去者不敢呢进入这么殊胜的这个法门，恐落空无七驳次没有呢这个安生命的地方不知道说整个虚空都是我们法身整个虚空呢都是我们安身的地方所在，故望崖而退所以才会望着呢已经到最殊胜目的地都快到了然后退转了就很可惜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要呢这个认知就是要透彻，透彻以后我们行为呢就会贯彻，贯彻以后成效就呈现就能够呢让我们成就。那么底下讲的这个闻思当离，普贤呢当行。这个闻思就是妙智慧第一他智慧很高。那么闻思呢就在我们身上之前我们不是讲吗？满眼本灰色闻思常触目，满耳本灰身观音在耳根，还记得吗？就是呢告诉我们说，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所有万象，我们都是闻思菩萨本身看到的我们都有智慧去辨别不会被形象迷惑那我们假如说被形象迷惑产生呢我们那个不正确不合理的行为那就是那个闻思没有当家。那闻思当家的时候我们都有智慧去判断什么相我们知道该怎么处理不要再形象那个就是已经呢闻思在当家所以闻思常触目，我们眼睛所看的闻思都有来这个出来当家，所以闻思当离。然后普贤呢当行这个普贤它就是实际的知道道理的要去做，要实践，不能说光知然后不行，知道不行那个道不是我的所以我们呢在那个华严经呢就有讲说这个
文思啊，那个这个普贤他的那个法身呢，这个跟虚空啊是一样一体的，然后依真而住啊，为国土，不是住在有形有相的国土上面，而是依真而住，依照呢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住在这个佛性上面，然后行此持来都是复合真理，所以呢这个普贤呢当行，然后离则真空呢无碍之理，那个真空无碍之理啊，就是文殊。然后行者啊，离相无尽之行，已经呢离开形象，所以度尽所有众生成佛，没有一个众生啊，是我度的，他已经度所有众生，很努力，那个离相的，很努力在度众生，可是他呢没有那个住相的心，所以那个行者呢离相呢无尽之行，很努力去做。那么观音呢，当大慈啊，世智啊当大智。那个观音就是观世间的音声，行深啊救苦。我们了解说每一个呢都是观世音菩萨，我们呢寻声救苦，所以呢这个观音呢当大慈，这个慈啊就是娱乐，给人家快乐，就叫慈。那我们呢都可以当呢观世音菩萨。就给众生快乐。那么世智啊，当大智。那个世智啊，就是我们知道真理啊，要用大的力道去实行。你有实际的去实行啊，你就是有智慧啊。咱若拢知唔做，知影唔做，就是无智慧，智无够。所以呢，大世智啊，世智啊，当大智。那么维摩净明也，那个维摩诘啊，维摩诘居士啊，他是始以净明，那个这个净明也是呢维摩的另一个称号。那么净者啊，性也，清净啊，就是我们的佛性。那么明者啊，相也，那个明啊，就是形象。所以清净的佛性啊，它有形象呈现。性相啊不异，这个性跟相，它不是不一样，因为有性才会现象，所以现象啊也有性在，所以呢明者就是相，性跟相没有不同，号为净明，就叫做净明，维摩诘的那个名称，但会呢净明啊，两次啊变得。只要我们知道呢这个净明就会这个进入清净的佛性，然后呢形象也一样的清净，所以净明两个字呢，我们体会了就可以进入那个大道的本体了。净者啊本体，明者啊机用。我们有本体的，有清净的佛性本体。然后从本体发挥出来的功能作用，就有那一些迹象，痕迹形象。那么从本体呢起机用，从体起用，从我们佛性本体起来的那一些功能作用，从机用归本体。我们又呢从我们的所有那个功能作用又回归到佛性本体，然后体跟用不二，体用不二。所以我们了解说呢，虽然文字讲出来比较不容易了解，可是假如说我们用比喻说我们拿着钱去买东西，那个钱就是体然后买东西就是用我们都有买过东西吗？有没有体会那个体用？我们要有钱体买东西用你假如说没有钱就是没有体对不对？你没有体，说不定你讲买人要买你不？就不给你东西了。所以我们有钱就是有体，然后去买东西就是有用。体跟用是不是同时？
就是同时，体用同时，我们用这样呢，就容易了解说，我们有佛性本体，所以才有功与作用，体跟用啊，它说同时的，同时存在，本机啊归修，就是呢，佛性的本体跟它的呢那个作用，那个迹象，归修啊，不是不同，是相同的。四大菩萨呢，所表者啊，人皆有之。这个四大菩萨呢，他所表现出来，他所行持啊，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不离一心，这个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四大菩萨所表现出来，我们全部都有，不离开呢，我们那个真心，悟知啊即是。我们领悟了就是了，我们领悟以后啊，我们就是大菩萨，就是佛，那么今学道人啊，不向自心中悟，乃以心外求，这个虚云禅师呢就讲说，现在的学道人啊，不向自己的心中领悟，佛呢在我们心中啦，我们都是佛，我们呢向心外去求。着相取见，我们都住在形象，然后呢，外面的景象，我们都取，都住在景象。那么以道相违背，以道就已经相违背了，那么这也是一段。那么恒河沙者呢，佛说是沙，那个恒河的沙，这个呢。这个佛呢，曾经就有这样问过，说恒河的沙，佛呢怎么说？也一样的，跟众是说是沙，就表示无异说，没有说不同的啦，是一样，那么此沙，知佛菩萨呢，示范知天呐，这个知佛菩萨，那个是就是那个四体观音呐。就是忉利天，就是呢33天呐，那个第四，皇帝的帝，解释的释，那个第四呢，那个四体观音，就叫释。那幻呢，就是色界的那个第3天大梵天，知天示范知天，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示范呢，就是代表。欲界的那个6欲天，以及色界的18天，用示范2个字把它代表出来，说呢知佛菩萨示范知天呢，这个呢不离而果，杀意不喜，不是杀很高兴被这一些有成就的这一些修持者走过了，然后牛羊虫蚁这个呢，踏见而行杀意不怒，那个杀呢，他都不会喜欢讨厌这个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要学那个八风吹不动。各位浅显八风知道吗？说说看。对，嗔机毁意苦衰乐利，八风。然后我们吹动的吹不动。吹我们的时候动不动？我们都动，所以我们就要学那个八风吹不动。为什么能够八风吹不动？就是我们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非常有把握。那么这一些呢嗔机毁意苦衰乐利，都不关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事啦。所以不管是人家称赞的，不管是人家讽刺的、嘲骂的，都无关，是不是可以不动的？还可以可见我们对自己信心都不够，要培养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信心要够。那要够呢，就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只要有空闲的时间呢，尽量利用不要去做一些无谓的无必要做的代志就卖做
把迄时间拢给空下来做什么？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这个可以自己主宰的。只要你做到有心得了以后都快成就了。绝对不会后悔的。不做才会后悔做了就不会后悔。所以表示那个沙，不管是好的坏的，把它踩过踏过，它都不喜不怒。珍宝馨香杀意不贪。这个混腻秽臭杀意不恶。不管是真香的真臭的伊拢无分的心。所以这个呢是告诉我们修道就是要进入真正的修道的轨道。一进入了以后我们在凡尘所有遭遇都是小事了。那么此心即无心之心就是我们要了解讲到这个心就是凡尘的跟尘相对的心全部都没有了。那个呢就是真心了。真心就是无心。所以那个即心即佛就是在讲这个。这个心就已经是佛了。离一切相，所有相呢都离。因为它没有形象，所以也不住相。真心呢不会住。所以呢离一切相。众生之佛呢更无差殊。众生跟知佛没有差别没有这个殊异不一样的地方没有。但能无心便是究竟。我们只要呢跟尘相对的心全部都去掉了，就已经到达究竟了。这样容不容易？怎么又不相应了？很容易的啦只要是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对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产生的六识都不要，那个就叫无心的啦。一无心了以后真心就呈现。这个真心呢就是无心之心就是即心即佛的心就是佛了。所以这个已经就是究竟但能无心呢便是究竟。我们学道人若不肯直下无心这个累劫修行终不成道。累劫呢就是非常长的时间累生累世就一直在修都不会成道。为什么不成道？因为我们不肯把世心生灭心忘掉，所以不会成道。一定呢要成佛成道要把世心生灭心呢全部都放下。那么被三圣的功行继续三圣这个下圣敲打念场，然后中圣速流动静，然后上圣就是我们追求的这个心理心法这个三圣继续去互拔掉的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修持呢都是一个过程。过程有一些我们是需要，可是过去了以后，只要我们已经到达目的了，那把那一些过程的那工具全部都去掉，不用背在身上。所以我们不要被三圣的那个功行继续不得解脱。所以我们要解脱要自己立。难证此心有除己。要证悟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有慢有快有稳华一念变得无心者一稳华，然后呢就到达一念万念就变成一念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入那个呢真心了已经无心。有智呢实住实行实信实回向然后呢乃得无心。就是我们一般那个正规的修持方法，从呢那个信心实信开始信心有10个，然后呢进入实住实住以后进入实行，实行以后进入实回向，这个40个位阶啦，然后再进入4加行，然后再进入实地，然后等觉妙觉55位成佛
所以我们从凡夫啊，到佛总共有55个位阶。各位浅显走到第几阶了？45了没有？还是已经走到55了？长短得无心啊，即住啊，更无可修。不管我们是长，我们是短，只要呢到达无心，无心啊就正确了。到达无心的时候啊，那再往前啊，更无可修。已经进入真心了，就没有法再可以让我们修。那么更无可证啊，实无所得。到达最后面啊。为什么没有所得？因为恢复到佛性的本来，我们本来已经都呈现的啦，所以最后就是无所得，无所得才是真正的已经成道成佛了。那有所得就有所失啦，有得失还正在努力修的过程之中，到达无所得了就成就了，真实啊不虚，这个呢没有骗人的，实实在在。一念而得，以实地呢？那个实地就是菩萨。而得者啊，功用啊恰齐。一念就得到了。跟你修到那第54位，54位啊，佛有那个菩萨有实地了。从呢那个45开始，到54啊，那个都是菩萨的位阶。所以呢，一念而得，以实地而得啊，功用啊恰齐，刚好都一样啊。所以不管是早得是晚得，只要得了都对了。各位都得了没？是有啦，得了，这个得了可能还对他蛮有怀疑的啦，不很确定。不肯那个当下承担，所以我们了解要自己对自己有信心，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就在我们身上，更无啊深浅，只是呢力觉啊往受呢，那个心情，长时间呢要受苦啊，所以我们了解说，在修持的过程里面啊。佛是不鼓励啊，修那个苦恨苦行啊，修苦行拢无鼓励。他说对众生没有帮助啊，对自己也没有帮助。可是有一些修持者以利用那个苦行来磨练咱的心性。我们身体啊都是好逸恶劳，咱用那个受苦来这个好逸恶劳的那个习性把它除掉了。听了解意思嘛？不是讲苦行会成道啦。释迦牟尼佛讲伊讲若修苦行会成道迄精神啊，遐野兽已经拢成道啊。这样听懂意思吗？所以佛那样讲，或者听准到咧那个精神啊，跟遐野兽啊，是不是拢咧受苦？他们假如说真的是苦会成道，因拢成道啊。所以我们就是不用朝着那个方向，只是我们假如说自己啊真的太好逸恶劳，拢没有身躯享受，拢不爱受苦，手拢不懂三宝，那就不行了。各位在家里啊，手有懂三宝啊无？就是要做啊，我们要知道人能做啊，就是幸福啦。你若规工拢卖工过做，你叫他们点点啊做真的是在受刑罚，在甲刑罚，对不对？所以咱就要了解讲，有事情做才是幸福，有工会得的爱真欢喜，欢喜无？不错，这个叫有相应造恶这个造善啊，皆是啊着相。我们在凡尘不管呢是造恶造善，全部呢都是着在形象。那么着相造恶啊，
枉受人毁。我们着相了，造了很多坏事啊，一定要接受人毁那个果报。那么着相造善，枉受呢劳苦，所以我们这个行善有福报。各位浅浅，我们到凡尘来享受福报，好不好？不好啊，都不想吗？接受福报，有钱有社会地位，哪会不好？不好啊，好不好？这个还蛮坚定的，不好。为什么不好呢？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一接受那个福报，心里面内心的深处，难免都会骄傲，难免都会自觉的高人一等。这个就是最大的毛病所在，而且是不知不觉自然呈现。因为有自大高傲，所以造下来的业是蛮大蛮多。所以只要福报一享完了，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福报种的都不很多了，不像那个以往修持者他可以用生命来布施，那个福报才真的较大。可是我们都没有只有身外物布施而已所以那个福报都有限的。那有限的福报，我们又培养那个骄傲自大，那往后福报一享尽了，我们就落入三恶道，很可怜啦。所以佛鼓励我们修持者就是不要进入三界，不要享受福报，要深植德本，让所有的善都变成我们的德跟本。我们有德本才可以利益众生，才可以降伏众生。众生所看的就是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德，不在我们身份地位只要你有德，德重就鬼神亲鬼神都很钦佩这个有德者。所以我们了解培养德是重要。它是从道直发，从佛性本体直接生发。所以我们所种的就是要殊胜因缘。众生的善因缘都不足所以遇到上乘佛法机会就不多了。那善因缘足我们才可以听到上乘佛法。上乘佛法一听到以后，又要我们的善能够有根，善根成熟，我们才可以去实行实践，实行实践才能够成就。成就了以后可以无量无边利益众生。这个才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所以我们了解说，既然我们有缘能够知道最上乘佛法能够明心见性，能够研究净理心法，那个就是很不容易的可以回归到我们原来有一些说我已经回归本位了，可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本位我们所讲的本位是我们还没有落入凡尘之前的本位，不是说已经在六道轮回之中的位了六道轮回之中的位太多了我们也曾经做过什么，曾经做过什么，你去归还那个都是不究竟。那我们真的回到本位以后那个就是已经可以游戏神通那个才叫真正的我们追求。要有这个心要有这个心，我们就是不要空口说白话，说了就做，做了就会呈现功效，功效呈现了，我们自己能够受到利益，又可以利益众生，这个才是实际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各位就可以想象9个月之前跟9个月以后的现在一不一样？心是不是都不一样了？我们心力变的话，心态变的话，我们形象变的话，环境变的话，整个都变的话，有没有没有的话就要努力就表示你做的不够这个大家都在看着你呢伊在研究心理学法看安那
啊，你假如说做的都让人不欣赏，人家会学吗？不学啊，那个价值就不呈现了。那你能够学了以后实际做，那你做了以后整个都不同，处事待人啊，整个不一样，人家会很欣赏很欣赏的时候，你度他容不容易？就很容易了你就可以跟他讲，我带你来成仙做佛，不要再凡尘受苦，会不会啊？哇，会的，这么叫你要试一下。不能牵令圣法自己好啊，就自己安尼点点做袂使。我们中国人的毛病都是这样抗斗坑波啦，惊人会比人较高。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定呢自己先这个超脱了这个所有的生灭现象，然后也引导呢所有我们亲朋好友他也都呢一样跟我们一样可以进入佛菩萨的领域。所以呢着相造善一样呢广受劳苦在凡尘或许都讲，有些是很无奈的啦。人吃三顿爱对人吃，人来困爱对人困，人来起来爱对人起来，对不对？要不要？要不要啊？我们可以都跟人都不一样嘛。人家讲话对不对？会说那个怪的，所以我们呢要了解说落入凡尘既然有形象，就是劳苦凡尘劳劳碌碌都是劳苦总不如言下呢自认取本法，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生灭的心全部都去掉就进入呢不生不灭的真心此法即心，心外呢无法，就是我们真心，真心以外都没有法。我们心外去起法就叫外道，道之外就不行了。那么此心即法法内无心心自无心，亦无心者。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先得了解那个状态真心是我们要有一个方向目标我们到达以后就连这个也要去掉，也不能住相全部都不住了连这个心真心呢我们也不住在心上了，那就进入绝对的真理世界那个就是正确的。所以法内无心心自无心他没有那个自己说我是心我是真心，没有，也没有说我是无心者也没有所有两边的都去掉了将心无心，心即成有。我们把那个心这个就是那这样又住相，住相又不对了所以呢这个将心无心，心就变成有了皆诸思虑默契而已。我们把所有的思虑思想考量思量全部呢都去掉然后默契点点然后契入真理故曰呢言语道断心行处昧就是言语我们讲出来呢那个都已经有一点偏离的啦，可是没有讲又不了解，所以我们勉强借着语言来说言语道断已经都不能说了，那就进入妙进入妙的状态，语言就不能说了。然后心行处昧我们心呢在一念接一念，那个叫心行。各位有没有在心行心里面一个念接一个念心在行啦，一念接一念接一念那个叫心行。那么心行的地方所在叫心行除昧这个让我们那个一念接一念全部都消失。那么此心呢是本源清净佛所以我们这个真心就是本源清净佛，人皆有之每一个人都有蠢动畜生与诸佛菩萨一体无异
哦，只要那个蠢动啊，哦，那个畜生啊，哦，他也一样有，哦，有呢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因为他呢所做的不好，在凡尘啊做坏事，所以他呈现了哦那个畜生的身体，哦那个身体啊外表的形象也就被畜生出来，是那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在凡尘呢要了解哦，因果很厉害的哦。我们呢这个最好都不要去假那个众生的那个肉，因为我们吃它的这个吃它8两要还半斤啦，绝对走不去的，无迄个讲甘愿给你吃，都不甘愿，所以我们就不要跟他结怨。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只为妄想分别，造种种业，我们都妄想，我们在凡尘跟尘相对产生的都是妄想，所以我们不要用那个妄想的心，也不要有分别，我们分别心都很浓厚，从形象产生从形象产生分别，各位有没有分别心？不但有的还很强烈，对不对？看到这个有钱有社会地位我们都想攀岩，想得到好处假如说看到那个浑身都脏兮兮的街民流浪汉，我们就避之唯恐不及有没有分别心？都有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他的那个遭遇全身脏兮兮，街民流浪汉，就是他呢都不行善，所以那个遭遇就很坎坷。佛性是一样的啦，可是他的呈现的现象就是让人瞧不起。那个呢有钱人有身份地位，就是他在烈士之中呢都有在行善，然后做的都很正规正矩。所以呈现的呢，让人也会仰慕，就会喜欢，那个是他的果报。所以不管是街民，不管是他身份地位高，都是果报。那我们要了解，佛性都是一样，果报不同。那只要他果报一接受完了，一回到原来，佛跟众生都一样，没有不同，都一样。所以我们要有那个内心深处的平等心，当然我们表现出来会有不一样那